城小学的3年级学生得知自己的小叔竟然是拿下县统考第1名的天才陈旺，迫不及待想要去一睹天才的真容。殊不知等待他的将是不当人的魔鬼训练。晚上，陈旺在空间里完成今天的学习任务以后，正准备看部电影好好奖励一下自己，但是突然又想到自己政治和自然学科已经学完，可以考试就没看了。考试是检验学习成果的唯一标准，陈旺先考的政治，考了98。陈旺看了眼批改过后的卷子，选择题全对，问答题扣2分。现在这种主观性强的文科题扣分，陈旺也没得办法。考自然，自然这种死答案他肯定能考满分，结果不仅没考到满分，还只考了97分。为啥扣我3分？因为做错了。不可能，卷子正面全对，这面肯定。陈旺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睛，他确实做错了，认识叶片，他把洋叶和苹果叶认混了。这个时代的印刷确实不那么清晰，但是也跟空间观察能力开发度不够有关。空间观察能力开发度不够，那他就把今天得到的有效时间全部用来开发它。次日，周卫华还是大包小包的把周琦送到了老陈家，他实在太想让周琦沾染一点陈旺的天才气息了。陈旺知道后有些心虚，主要是他这天才不是纯原生的，周琦要真沾染上，那智商指不定是提高还是倒退呢。哈哈，周大哥跟你开玩笑的呢，这天才气息怎么能沾上吗？这脑袋要是能后天改变，那世上就没蠢人了，你说对不对？所以你别担心，周大哥就是想让你带动周琦的积极性，让他把心思放在学习上，最好能帮他补习一下3年级的知识就更好了。可是还没等他拒绝，周卫华又拉着他压低声音：你现在去公社读书是不是还走路去？昨天我听你爷奶他们的意思是想为家里买一辆自行车，好让你三叔以后载你去上学。要是你给周琦补课，周大哥想办法给你们找张自行车票作为回报，怎么样？我操！自行车票，周大哥帮周琦补课就是一件小事而已，怎么能要你的自行车票？那太贵重了。不，这对你来说是件小事，可对周大哥来说可是大事。要是真的能让周琦努力学习，考试不再考倒数，别说自行车票，就是自行车也可以。只要周琦能混个中学毕业，周卫华和妻子就能在厂里给他谋划个好点的岗位。虽然会费点力，但也不是没希望。但关键现在是周琦自己不行了，以他现在的成绩根本考不上初中，所以用一辆自行车就能换周琦提高成绩，周卫华当然乐意至极。你放心，周大哥，我一定好好给周琦补课，绝不让他有一点休息的时间。好，那就谢谢你了，陈旺。但小叔叔，你们背着我们说啥说这么久？说你别叫我小叔叔了，就叫名字吧。真的，还，我也觉得就叫名字就好。那以后我们就一起玩了。我带了好多零食玩具，放哪？来，我带你去。放哪？当然是全放我柜子里了。说着就带他去了自己房间。周卫华见状就开始跟老陈家的人告别，最后在老陈家人再三挽留声中走了。哇，不是农村屋子都很大吗？你们为什么这么小？我本来还打算手下留情，现在看来是没必要了。来，东西都放这里面，还要放柜子里。有老鼠要偷吃，快放进来吧。周琦看着白白净净、斯斯文文的陈旺，并没觉得有问题，把东西一股脑的放了进去，然后陈旺就理直气壮的锁上了。那个还要锁上吗？不然老鼠会把柜子翻开。走吧，愣着干嘛？干啥去？出去玩吗？玩啥？做作业去。我没带作业。他就是过来玩，顺便看看天才儿童长什么样子的，怎么可能带作业？哦，你爸给你带上了。周琦木然地坐在四方桌边，看着摆在自己面前的习题本，很是郁闷。我明明已经把作业都藏起来了，为什么我爸还能找到？陈旺贴心地给周琦把作业本翻开，然后自己才开始做作业。此时老陈家的人基本都各自干自己的活去了，周琦只能就着翻开的作业做了起来，想着先随便做2页吧，毕竟陈旺在做作业，他刚来做客，也不能打扰到他。于是来的第一天，本以为是来疯玩顺便满足好奇心的周琦就这么拿起了笔做起了作业。刚开始他以为就是上午做而已，因为离中午也不远了，所以做的也算认真。不知不觉竟然做到老陈家的人都下工回来了，然后周琦就被夸奖了。而且老陈家的人不知道周琦真实成绩，看他做作业这么认真，以为成绩也很好，夸的那叫一个真心实意，发自肺腑。周琦听完整个人都飘起来了，高兴的中午饭都多吃了2大碗，然后吃完饭就笑不出来了，因为陈旺竟然在看他上午做的作业。那一瞬间周琦头皮都炸了，立马冲过去抢了回来。呵，这是4年级作业，你应该看不懂。可是我看上面好多题。你看得懂4年级的题？我已经学完5年级的课程了，4年级当然能看懂。学完5年级了，你不是才读3年级吗？是啊，我读3年级，但自学完了5年级的课程。天哪，这难道就是天才儿童的实力吗？陈旺没理周琦，把他的作业又拿过来翻开。来吧。来啥？来改错题啊，你爸让我帮你补课。看着周琦还愣着不动，陈旺像模像样的拍桌子。快点哦，别磨磨蹭蹭浪费时间。周琦本想硬撑着不动，想陈旺比他小2岁，拿他也没办法。结果瓜架下坐着乘凉的老陈家人不知道情况又夸上了。周琦旺仔，你们又在做作业了？哎呦，都是爱学习的好娃娃啊。是啊，周琦他爸爸还说周琦调皮，哪里调皮了？一来就认认真真做作业，一看就是又听话成绩又好的娃啊。对了，周琦期末考试考了第几名啊？一般，考得一般。哎，肯定是谦虚，
做作业那么认真，怎么可能考得一般？肯定是全。哈哈哈，那个陈爷爷，我正有2道题要问问陈旺，先不说了啊。周琦转过身，赶紧跟陈旺讨好一笑。来，我们别浪费时间啊！一下午，周琦硬是屁股都没离开凳子一下，因为陈旺讲完错题之后，觉得他3年级知识没学好，于是重新给他讲起了3年级的知识。有那么一瞬间，周琦差点以为自己暑假专门找了个老师上1对1的课。恐怖，真的太恐怖了！天才儿童一点都不好看，我不该因为好奇过来。晚上，周琦就开始跟老陈家人一一告别了，说自己明天就要回去了。啊，这咋回去啊？你爸说半个月后来接你，介绍信都开好了。因为过于伤心，晚上周琦只吃了小半碗饭，跟着陈旺回到房间里倒头就睡，都忘了自己带来的零食和玩具。陈旺看着秒入睡的周琦，羡慕的摇摇头，真幸福，不像他还要苦哈哈继续学。空间里的陈旺今天正式开始学习初中的知识，小学阶段的知识已经学完，很难再得到有效学习时间，所以必须得开启初中阶段的学习了。初中跟小学完全不一样，不仅内容深了许多，而且还多了5门学科，分别是政治、英语、物理、化学、地理，一下子多了5门学科。陈旺光是看都觉得压力骤增，特别是英语，上辈子运气好能考30分，运气差10多分的也是能考出来的。不过现在的他不仅脱胎换骨，而且还换了脑子，所以他也不再惧怕英语这头拦路虎了。小才，给我拿地理来。气息这么足，我还以为你要先学英语呢。你不知道，地理是我擅长科目，先从容易的开个好头，接下来动力才更足。你还有擅长的科目？所有科目中唯一及格的算不算？那确实算，毕竟难得。拿到地理书那一刻，陈旺信心又来了，直接翻开认真学习了起来。半个小时后，小才，还是找个老师来讲一下吧。小才已经懒得吐槽他的宿主，只默默找了一个最严厉的老教师。于是白天陈旺在外面作威作福，晚上就在空间里唯唯诺诺。关键是转头第2天，他又能把空间里老教师那一套学得有模有样的使在周琦身上。于是本就绝望的周琦更绝望。天才儿童好可怕，越来越像我们学校最恐怖的教导主任了。转眼周琦就来老陈家上课5天了。这5天时间，周琦每天2眼一睁就是学，甚至晚上有时候睡觉的时候都在背书，因为第2天陈旺要抽背。终于熬过这一周，到了休息日，周琦以为能放假轻松一下了，结果他发现了更恐怖的事情。这一天那张四四方方的桌子上，不仅陈旺在学习，他未来的二婶的亲妹、堂妹都在学习了。周琦，快过来呀！今天我们终于能一起学习了。周琦双眼一黑，晕过去了。1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里的学渣下乡到乡下的学霸家里，本想着目睹一下天才的容颜，没想到却被吓得直接晕了过去。幸好周琦只是有点中暑，但也把老陈家的人吓了一跳。不过是学渣的些微手段而已，不用慌。于是等周琦悠悠转醒，享受过一番细致体贴的慰问，又被陈旺叫上了小方桌。呵呵呵，一张桌子6个人学习，会不会有点太挤？要不我还是改。不用，我妹要教我认字，金凤要教美凤错题，剩下你和旺仔1人1个座位刚合适。老陈家的人想法跟陈琳一样，所以陈守文和刘东平见状有些担心。周琦啊，要不还是歇歇再继续学习吧，还有这么多时间呢，也不着急。周琦听见这话，顿时热泪盈眶。可是旺仔更小呢，他说开学他都要去读5年级了。我操！5年级又要跳级啊？我已经学完5年级课程了，跳级应该没问题。哦，那就好，到时候还是让你爸送你去，顺便认认新老师。放心吧，爸，我一定把老师认全。你也就这点用处了。一件周琦本以为非常重大的事，老陈家就说了这么短短几句话就结束了，而且所有人就最开始有点惊讶，随后都恢复了正常表情，仿佛3年级跳5年级是件很平常的事一样。他连吹牛都不敢这么吹啊！人家这样的天才儿童都在努力，我一个倒数第3竟然还满脑子想着玩，不行，我也得努力学习。至少在老陈家得努力学习，不然心里总有些不安和内疚。见周琦又老老实实拿起笔，陈旺很满意。真好，感觉离自行车票又近了一步。就在陈旺兢兢业业当补习老师的时候，县城教育局领导组织召开了研究大会。这次大会主要对县统考进行分析总结，所以取得优异成绩的永兴公社小学成为了重点表扬对象，而校长刘兴怀也收获无数艳羡目光，成为了北延县第1次统考的最大赢家。这时田树国和孙爱党几人已经在门口等了老半天时间，见刘兴怀出来，赶紧上前把截住。老刘，坐，国营饭店，我请客。刘兴怀张嘴就想拒绝，他总觉得田树国请他吃饭就像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但3人根本没有给他拒绝的机会，一路话说这个不停，几乎是直接把他架到了国营饭店。到了之后也不说目的，点了好几个菜。老刘啊，听说你搞了一套非常好的学习资料，那个你看能不能分享给我们一份？刘兴怀嘴里吃着菜，用无语的眼神看了田树国一眼，开口就要分享，你脸咋那么大？那你开个价格合适，我们3人凑钱买一份。田校长，你听听你说的什么话？3个人凑钱买一份，说得过去好听是凑钱买，说的不好听那不就是买1抢2吗？3个校长听完表情都有些讪讪，虽然他们是这样打算的，但也不用说的这么直白吗？这份资料有没有用，想必3位校长都知道。有用。对，那可太有用了。
你们知道就好。所以上次田校长一份没用的资料要我80，那我要个100块不过分吧？100块，老刘你咋不去抢啊？就是100块，这也太多了。呵呵，你们买钢铁厂小学的学习资料多少钱？也不便宜吧？但关键是有用吗？没用吧？3位校长觉得贵不买也行，反正你们3所学校底蕴深厚，下次统考再努力一点，说不定就能有学生考进前50名了。不过我们学校，我们买。对，我们买，100就100。田校长别激动嘛，你们这样买也不一定就能买得到啊。老刘，你这是耍我们呢？耍你们干啥？这资料是陈旺的，你们要买也得他答应才行啊。3人听完直接愣在当场，震惊的半天说不出句话来。陈旺不知道他敬爱的刘校长在辛辛苦苦帮他挣钱，此时他正躺在椅子上，一边摇着扇子，一边惬意地吃着冰棍。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周琦最开始每天还要陈旺看着才能翻开书学习，但是10天过后的一天早上，他吃完饭过后，竟然自己就去拿出书坐在了小方桌前。等他反应过来时，手已经翻开了书。那一刻，周琦自己都傻了，他不会真的沾染上天才气息，脑子开窍了吧？陈旺见状很是欣慰，不枉费他这么多天辛苦的表演。陈旺发现周琦成为学渣的根本原因好像跟他不一样，他是因为脑子不行，而周琦单纯只是因为贪玩好耍不想学。陈旺这段时间把3年级的知识给周琦一补完，做4年级题的时候他好多就都能举一反三了，就算遇到难的题，陈旺略微一提醒他就能很快的反应过来。旺仔，你脑子真的太聪明了，竟然把我都教会了。陈旺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这话现在怎么听都像是对他的讽刺。旺仔，你说你这种天才儿童以后会干嘛？什么会干嘛？就是会做什么。你看我爸是钢铁厂的，我长大以后估计就接替他的工作继续干。那你以后想做什么？以后做什么？当然是找个最轻松的能坐办公室。你是不是要当发明家？周琦越想越觉得有可能，整个人都兴奋起来。肯定的，你以后肯定能当大发明家。你看那些大发明家都是天才，你也是天才，那肯定以后也能当发明家。不，等等，你说的是科学家吧？都一样嘛。那旺仔，你以后要去造飞机大炮吗？能造的厉害一点吗？把老美小鬼子的地盘直接炸没？还要造飞机，超级大飞机，能把我们所有人都载。停，说啥呢？越说越离谱。你别想了，我没有那个本事。为什么没有？你是天才儿童啊。我不是。陈旺猛地怔了，然后面色奇怪地问小才。小才，我这脑域开发的上限是多少？没有上限。短短4个字，陈旺却觉得自己天灵盖都被掀翻了。对，只要你不断学习知识，总有一天你会成为蓝星上脑域开发最高的天才。这边周琦看着陈旺的脑袋，已经双眼放光了，仿佛从他脑袋里看到未来的超级大炮和超级大飞机。旺仔，我觉得你一定可以当，真的，你是天才儿童，学什么都快，长大后肯定能当大发明家。呵，不管以后做什么都是为了建设祖国嘛。不，我觉得当发明家更厉害，天才都要当发明家。旺仔，以后发明超级大飞机了，能请我去坐一坐吗？请，你7大姑8大姨都请上。反正几10年后的空客那么大，只要买票想坐哪里就坐哪里。嗨，旺仔你真好。陈旺看周琦这傻乎乎的样子，心有不甘。小才，你能检测到周琦的脑域开发度吗？我总觉得他应该跟我之前差不多。不能，弹幕测比你高。你嘴毒，我不信。1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能让陈旺辅导自己的学渣儿子。周卫华不惜拿出1张自行车票作为报酬，陈旺看的眼睛都直了。陈旺跟往日一样继续进入空间学习，只是学着就感觉脑袋热烘烘的一片，感觉那片头皮盖了块电热毯似的。他皱着眉头出来一看，周琦直接睡到他枕头上来了，脑袋还死死挨着他脑袋。第2天，周琦神清气爽的起床，反观陈旺则有些精神不济。周琦一晚上都在挤他脑袋，热得他在空间里看书都不专注。周琦见状顿时有些心虚，总觉得有可能是因为自己故意挨着陈旺脑袋沾走了他的天才气息。陈旺发现今天周琦对他特别殷勤，甚至到了主动给他端碗盛饭的地步。你是不是仗着脑袋聪明欺负周琦了？你不能仗着自己是非不分就冤枉我吧？真冤枉你了，真冤枉！我哪知道他今天哪根筋不对？旺仔快点来啊！我把你本子和笔都拿出来了。这明明都过去半个月了，周大哥咋还不来？再不来以后就是周琦天天拖着他学习了。陈旺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准备给周琦讲劳逸结合的必要。周琦啊，我学习的第1种方法你已经掌握了，我现在准备教你第2种方法。你在教我学习方法？我怎么不知道？学习习惯也是学习方法，你看看你现在是不是已经养成了每天都自主学习的好习惯？好像是。所以现在教你第2种方法。好，是什么？我们通过大脑学习，但是一直学习大脑就会疲。周琦，你爸爸来了。他来干什么？干什么？当然是来接你的啊，笨蛋！嘿嘿，我的自行车票终于来了。旺仔，你还没有讲完第2种方法呢。大脑就会啥？大脑就会兴奋啊，不是，大脑就会转得更快。脑子转得越快，学习就更轻松。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更加努力学习。那不是睡觉吃饭都要学习？对，我就是那样才变聪明的。这也太恐怖了吧！周大哥好。哈，旺仔好。
怎么感觉瘦了不少呢？不会是周琦闹着你了吧？没有，周琦听话的很，每天都跟旺仔一起学习。旺仔这应该是抽条长个子了，瘦了点很正常。话虽然这样说，但陈奶奶心里却已经开始想着要怎么给陈旺补了。听话的很，每天都学习。你咋这时候来了？哈哈，那我来的还不是时候了？怎么听你这意思是还不想走了？周琦面色一喜就要点头，他觉得再多跟旺仔待几天，说不定脑袋会更聪明。周大哥，周琦他跟你开玩笑呢，他可想你了，每天都想着回去。现在3年级的课我也给他补完了，肯定巴不得早点回去，对不对，周琦？啊，不是，我接下来就要实施第2种方法了，你确定要再待下去吗？反正我是很喜欢和你一起学习的。哈哈，你们俩说什么悄悄话呢？但我想我妈了，我现在就去收拾东西，你一定要等着我啊。周大哥，你放心，周琦这段时间学习很认真，我还帮他把3年级的知识都补完了。3年级的知识都补完了？之前答应周大哥的事，我肯定要做到，所以也快点把我的补课费给我啊。周卫华还沉浸在震惊当中，他儿子那3年级上了跟没上似的，陈旺就这10多天时间就给补上了。不过虽然不太相信，但许诺过的事周卫华还是要做到。他拿出早早准备好的自行车票递给陈旺。陈旺，真的太谢谢你给周琦补课了，这是之前我承诺要给你的自行车票。哎，周大哥，我不能要。对，卫华啊，这票旺仔不能收，这太贵重了。陈奶奶，这是我之前承诺的事，旺仔必须拿着。不，我不能要。周大哥，别往我兜里放，快拿出来。好了，都放进去了，别拿出来了。周琦这半个月肯定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就这张票我还怕不够呢。最后周卫华趁着周琦还在收拾东西，跟陈奶奶说起了陈琳和周卫海的事，觉得现在农闲，大家都有时间，两家最好约个时间把这件事给定下来。这都8月份了，我看就这个月吧，两家人坐一起商量商量。哎，好，我明天就给我爸妈带信回去。眼看着周琦都爬上周卫华的自行车后座，啊，周琦，你的零食和玩具还没有带上。周琦听到陈旺的话，才想起来自己来的时候好像是带了挺多玩具和零食的，这么多天他竟然一点都没有想起来。你等等，我去帮你拿。不用了，旺仔。陈旺刚抬起来的脚立马又放了回去。啊，难道你不要了？那些东西本来就是带来给你的，不过里面有饼干，你回去之后记得快点拿出来吃了啊，不然要坏了。说实话，陈旺有点感动了。那你等等。陈旺小跑着回院子，不一会就拿着一个本子出来递给周琦。这是我之前做的5年级习题，上面有些题还挺有用的，你上5年级后可以做，不用谢。哼，你愣着干嘛？快拿着啊！谢谢你啊，陈旺。陈旺看着周琦红了的眼眶，就知道他肯定也被感动到了。再见，周琦，以后常来玩啊！再见。陈奶奶和陈旺一起回了院子，看着陈旺独自朝屋子走去，陈奶奶心里空落落的。陈奶奶觉得陈旺现在心里肯定也很难受，毕竟以后又没玩伴了。结果走在前面的陈旺嘴角差点给到了后哥。赚了，零食都是我的了。周琦走了之后，陈旺的暑假生活恢复了正常。之前半个月他已经学完了地理、政治和语文，因为这3科只要记性好，学起来就事半功倍。而他现在恰恰只有感知记忆能力开发的最高，所以学的速度还算快，这让陈旺有点焦虑。因为以后得知识可不是光靠感知记忆能力就能掌握的。享受过学霸做题的爽感之后，打死他也不想回去当学渣了。开发，小才快把最近得到的有效时间全部用来开发逻辑推理能力。陈旺一共积累了15个小时的有效时间，1.5%全部用来开发逻辑推理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直接从8%开发到了9.5%，而脑域开发度也直接变成了30.4%，简直就是质的飞跃。陈旺看着那30.4%脑域开发度，感动的差点哭出来。普通人的脑域开发是10%到30%，而他现在已经直接超过了普通人的脑域开发，那他就是真正的天才了。你见过脑域开发才30.4%的天才吗？30%到60%只能算优秀，开发到60%以上才能勉强称为天才。你现在不用担心，你们这个地方没有脑域开发到60%的天才，也没有科学检测脑域开发的办法。所以现在没人能拆穿你。好了，虚惊一场，现在依照计划开始学数学吧。调整好心理，陈旺开始认认真真学数学。陈旺一旦沉浸在学习之中，生活就变得单一。老陈家的人看见之后就担心，觉得陈旺老是这样一天到晚的睡觉不太好，但又没其他办法。不过幸好陈旺身体看起来很健康，没有问题，不然陈奶奶都要强行把陈旺送卫生院看看了。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大队上的粮油站已经加班加点的修建好了，只等各种机器从县城送过来安装，然后陈守敬和陈守文就能上班拿工资了。还有陈琳的人生大事也决定好了，明年8月11，那时候陈琳虚岁已经21，正适合结婚。这接二连三的喜事让老陈家所有人都高兴不已，但陈旺最高兴的还是经过1个月的预定，老陈家的第1辆代步工具凤凰牌自行车终于买到手了。开学他就是有专车接送的人了。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月后的陈旺帮助大队开办起了小学。今天的涪陵生产大队格外热闹，因为县里送书和教学工具来了。拖拉机停在涪陵大队外面的公路上，早早等着的大队长和学校的3位知青老师立马迎了上去。下面的人赶紧把独轮车推了过来，
然后就开始往里面装书。小心点，别弄坏了。那独轮车上的筐子是不是还有水？哎呀，快擦擦，别把书打湿了。轻点轻点，那是粉笔，不能压。放心吧，老书记，我特意放上面了，没压着。那就好，那就好。这些东西都很宝贵，都小心仔细点。完了之后，大家伙又帮忙把书往大队小学送去。此时盛夏已过，热得大家汗流浃背，但每个人都笑得合不拢嘴。两边田间地头干活的村民都听见了那高兴的笑声。看来是接到书了，这回正往学校里送呢。太好了，孩子们终于能用上新书了。这还是要多谢旺仔啊！听说他校长就是因为他才特意帮我们大队小学申请的新书，不然孩子们也只能用别人用过的旧课本了。是吧？有好多学校孩子不仅用旧的，书不够还只能几人合起来看一本呢。那还真的是多亏了旺仔呀，是得谢谢旺仔。我家梨子熟透了，晚上我就给他摘2个去。全大队的梨子树就我家那棵最甜了。那我自留地里种的花生可以吃了，我摘点嫩花生送去，煮出来可香了。我家那顽皮猴天天都闹着想吃，旺仔肯定也爱吃。我自留地还种了小半边的苞谷，可惜才抽须，不然也能送2个过去。看来只有再等等了。等等好呀，我们都一起送旺仔都吃不完，你晚点送刚合适。陈旺不知道白天外面发生的事，所以傍晚时分，好多村民提着瓜果蔬菜上门来感谢他，10人都懵了，一进来就把陈旺团团围住，嘴里说着感谢的话，手上还不停往陈旺手里塞东西。人群里的陈旺脑子虽然没有反应过来，手和嘴已经忙活上了。哈哈哈，谢谢大家。旺仔，这梨子可甜了，你拿着吃啊。我们大队多亏了你，才能办起学校，又开了粮油站啊。对，婶子也要谢谢你，要不是因为你，我家那窜天猴指不定什么时候才能读上书呢。来，这甜瓜你拿来吃着玩。这时老陈家的人才明白过来，原来大家都是送东西来感谢旺仔的。哎呦，那真是太谢谢了，咋送这么多东西过来哟？老大媳妇，旺仔他妈，老三媳妇，快把东西收一收。老大，你们哥3个再搬几根凳子来。不用，陈大娘不用了，我们就是过来送点小心意，感谢一下旺仔而已，不用客气，这就走了。对，家里都还有事。大家放下东西正要走，大队长、老书记还有许志清竟然也都上门了。哈哈，咋这么多人了？陈奶奶解释了一下村民们过来的原因。大家做得对，我们大队能有现在，确实要感谢旺仔。大家送点东西表示一下也是应该的，而且不仅你们要表示，我们大队也要表示。旺仔呢？旺仔快过来！奶，你叫我。乖孙快过来，是老书记找你。旺仔啊，大队学校和粮油站都多亏了你才能办起来，粮油站分了2个工作给你们老陈家，算是感谢。学校这边也要有所表示。我之前听人说你去公社读书的免费名额是你3叔砖瓦厂奖励的，既然这样，大队学校也奖励你2个免费的读书名额。陈旺期待的眼神立马就暗了下去。这表示我拿来有什么用？总不能不去公社读书改去大队。好像也不是不可以啊，反正有系统，我哪里读书都一样。如果就在大队读书的话，就不用走那么远的路了。不过随即一想，老陈家都有自行车了，现在转学也没必要。而且最主要的是，大队小学现在就开设了个1年级，总不能再单独给他开个5年级吧？老书记说完，一直在等陈旺的反应。结果陈旺在脑子里跑马1圈回来了，才发现谢谢老书记，谢谢大队，谢谢学校的奖励。老陈家的人也都笑容满面感谢，2个免费的读书名额，这一下子家里准备去读书的2个娃都不用交钱了。后面的陈敏吉姐妹听到也开心不已。太好了姐，这下有2个免费的名额，说不定奶就会同意让你也去读书了。到时候我们求求奶。陈旺同学，另外我们学校还有个小小的请求，你可以答应吗？什么请求？后天我们开学，你能来给同学们做个演讲吗？我希望大家都能以你为榜样，向你学习。许校长为了让陈旺去大队小学演讲，特意把开学时间都提前了1天，这让陈旺怎么拒绝？大队小学开学这天，此时已经来了不少报名的学生和家长。让人惊讶的是，竟然还有隔壁大队的孩子过来报名读书。孩子们被安排得整整齐齐地站在下面，而家长们都舍不得走，围在一旁。老陈家更是全家出动，连最小的安安都被抱来了。陈旺往那边看了一眼，大家都用鼓励的眼神看着他。许清讲完开场白之后，陈旺提起一口气站了上去。宿主，你同手同脚了。我不紧张。对，你不用紧张，稿子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你一定可以完美流畅的演讲出来。对，我可以的。陈旺深吸一口气，面带微笑。大家好，我叫陈旺。那就是陈旺啊。是他，听说这个学校能重办起来，就是因为他考了片区第1名呢。现在人家可是全县城第1名了，那横幅还在他们学校外面挂着呢。那他真是个天才，竟然能考全县城第1名。对呀，真羡慕福林大队，竟然出了个天才。听到这里，福林大队的孩子们立刻挺直了腰杆。本来他们对陈旺其实是有些不满的，因为家里大人总是夸他，还让他们跟他学习，天天逼着他们看书写字。他们觉得是陈旺害了他们，但这一刻他们才知道，原来陈旺带给他们的这一切竟然这么让别人羡慕。
孩子们立刻双眼亮晶晶的看着讲台上的陈望，那是他们大队的天才儿童。陈米、美凤、金凤，你们弟弟好厉害啊！是啊，我弟弟就是很厉害，你们只能羡慕哦。嘿嘿，你别点奖，我都看不见我弟弟了。老陈家的人此时也都目不转睛的看着讲台上的陈望，脸上都是骄傲自豪。学习只有不断努力才能有收获，同学们，只要我们有梦想，它就如同璀璨繁星，纵有阴霾，但始终熠熠生辉。所至隔山海，山海皆可平。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到此结束。陈望弯腰谢礼，底下顿时响起一阵热烈至极的掌声。讲得好，说得太对了，孩子们都要好好向陈望同学学习啊！你刚听懂陈望讲的啥了吗？听不懂，就听见他说考了全县第1了。他还说他要去把山海都平了，山海都要弄平。天才儿童的梦想果然不一样。都说让你自己写了，都是没上过学的孩子，你背那些他们根本听不懂。想着好歹是正儿八经第一次演讲嘛，总得正式点。陈望不知道他走后，几位老师竟然把他最后2句话写下来贴在了教室里。此时县城里，周康正带着周家阳拜访秦正明。秦吉，我们决定了，家阳他们这学期不在学校正常上课，而是集中培训，一定要考上省城一中的特优班。你们一共几个孩子参加培训？现在就3个，家阳和他同学，还有钢铁厂小学的许田。再加个4晚吧，他妈妈那里我去说。好，没问题。你们什么时候开始？3天后请的老教授们就过来了。问问陈望那孩子愿不愿参加吧。那孩子天赋倒是有，就是这培训的费用可不低，不知道陈望他家里。没事，他要是愿意参加，我帮他垫付。1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学期第1天，刘心怀脸上挂着笑容，脚步轻松地走进学校。一想到陈望，刘心怀都有些迫不及待想见到他了。一个暑假没见，也不知道那孩子长高没有。这样想着，刘心怀走到了自己办公室，结果办公室里早已经等了好几位老师。罗老师，你们这么早在办公室等我是有啥事？罗玉萍没好气地瞪了一眼鲁明峰。哼，刘校长，你还是问卢老师他们俩吧。那个我想等陈望那孩子。你还要接那孩子探讨问题啊？那倒不是，我这不是想着新学期了吗？陈望4、5年级的知识都学完了。学完了又怎么样？学完了就要跳级吗？他才9岁，你不看看你那个班的孩子基本都是多大的？人家陈望要是去了你班，连个同龄朋友都没有，万一陈望没跳级的想法，你们俩守在这里，那不是就是逼着人家跳级吗？刘心怀听完明白了罗玉萍的意思，也理解他的心情。好了，罗老师冷静一点吧，这陈望还没有来，大家都别着急啊。一切以尊重孩子的意愿为前提。我看卢老师就不尊重他，这明明就是……话没说完，桌子上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您好，永兴公社小学校长办公室，我是刘心怀。哎，秦局您好，您说。几位老师听见这称呼面面相觑，这边刘心怀脸上的笑容已经消失，严肃地挂了电话。好了，这下大家不用争了，说不定陈望都不在我们学校读书了。为什么？是啊，刘校长，为啥啊？去县城参加培训。刘校长，这培训是啥啊？你们不知道，培训也是正常的，因为这也是我们县城第1次搞这种学习方式，是有几个天赋较好的孩子父母提出来的，为的就是侧重培养孩子数学能力，好考入省城一中的特优班。陈望听到这里已经打定主意拒绝了，这绝对是能看出他实际智商的地方，坚决不能去。这省城一中的特优班又是啥？这是专门为中华科大培养输送人才的地方，只要进了特优班，那就能被推荐进大学，而且有很大可能直接进中华科大。旺仔，那我们参加吧，你听见没有？只要考进去就能直接被推荐进大学，当大学生了。不，那个爸，这个我培训肯定要钱，我们没有钱。这个培训是特意从省城请过来的老教授上课，确实需要费用，而且不低。看，爸，还不低呢，我们就算了吧，而且交了钱也不一定就能考得进去。刘校长，多少？每个月300，培训6个月，一共1800。旺仔，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万一钱交了考不进去就亏了。对的，到时候就要血亏1800。但是我们局长说他可以帮忙给陈望同学垫付这个费用。陈守敬先是狂喜，随后又犹豫起来。这1800真的不是个小数目啊！他1个月20块，这1800那不得干好多个月。刘心怀虽然很舍不得陈望提前离开学校，但说实话，这条路对于现在的环境来说真的是登天梯了，所以他是赞成陈望去培训的。既然秦局都愿意帮陈望垫付，说明他肯定也觉得陈望有天赋。陈望，你就是天才儿童，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你一定可以考上一中的特优班的，而且你完全不用操心钱的问题。刘心怀把3位校长想买资料的事说了。300块，卖少了吗？没有，够了，完全足够了。再卖贵点他都要心虚了。所以钱的问题也不是多大问题啊。陈望心里把头摇出残影，对于他来说脑子是个问题，但钱也是个大问题。再好的老师也比不上系统里的老师，
而且还是1对1，这1800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乱花冤枉钱。可这时候回过神来的陈守敬就心动了。旺仔，要不我们……其实我完全可以自学，然后直接跟他们去参加考试就行，这样就不用花钱去参加什么培训小组，也没有暴露真实智商的风险，还不用跟那些卷王一起卷，哈哈哈！我简直是个天才。反正最后没有考上的话，我就承认有老师教和自学果然还是有差别的，是我自大了。不可以啊！刘心怀和陈守敬对视一眼，陈守敬心虚的移开了视线。那个刘校长，我不是舍不得钱，就是吧，我觉得旺仔自己一个人好像也学得挺好的，毕竟他睡着睡着就跳级了。陈旺爸爸，可是培训的知识跟我们平时上课学的完全不一样，那是数学竞赛，别说我们学校的老师，就是县城里的老师都搞不懂，人家小组请的可是省城的老教授来教学。可以借他们的书看吗？陈旺，我相信你真的是天才儿童，但是那真的不是我们平时课本上的知识能比的，没有老师教，就算我帮你借书回来，你也不一定看得懂啊。我想试试。刘心怀看陈旺这是铁了心不去参加培训小组，只能无奈至极的点点头。好吧，我会跟秦局说，他应该会帮你这个忙。谢谢刘校长。此时一直等在外面的罗玉萍深呼吸一口，终于放下心来。太好了，陈旺不去，我又可以多教1学期了。只是刚庆幸完，里面的陈旺就开口了。对了，刘校长，我今年可以跳级去5年级了吗？罗玉萍浑身一僵，满脸绝望。看来我得多准备些数学方面的书了，陈旺同学以后肯定能用得上。罗玉萍听完气得牙痒痒，狠狠瞪了鲁明峰一眼，气冲冲回了自己办公室。罗老师，要我开导你吗？我是过来人。罗玉萍刚刚本来是只是气，现在是真想哭了。陈旺又要跳级，虽然所有老师都觉得陈旺完全可以读5年级，但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于是陈旺又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做起了卷子。为了公平起见，没有用上期末的县统考卷子，而是5年级老师献出的题。于是数学卷子没有应答题，只有满篇的计算题。哈哈哈哈！我相信陈旺的实力，做点计算意思就行了。而语文卷子更离谱，不仅没有阅读理解，连作文都没有。我这是为了节约时间，反正陈旺都会做2道选择题算了。看到我上学期对你多好了没？陈旺至少做的还是县城小学的卷子，他们现在这是演都不演了啊，欺负人啊！没用到半个小时，陈旺就做完卷子出来了，然后就对上了哭得快晕过去的罗玉萍，还有泪流的隐忍的马锦华。没事，你走吧，陈旺，我会安慰好罗老师的，老师有经验。没事的，王老师，我也有经验。说完就走到罗玉萍面前，眼神无比真挚。罗老师，以后虽然不在你们班上了，但一日为师，终身为师。谢谢你上学期的辛勤教导，我会永远记住你的，罗老师。罗玉萍听完哭得更大声了。陈旺，我太感动了，老师没有白教你，确实有经验，连说的台词都一模一样。那2张放水放得跟太平洋一样多的卷子，陈旺自然是考了满分。最后在几人欢喜几人愁中成功跳级去了5年级。陈守敬见陈旺已经成功跳级，就离开学校回家去了。陈旺则跟着他现在的班主任鲁明峰一起去了5年级。陈旺一进去，首先看到的几个超高个的男生，暗想自己可不能跟他们坐一起当矮冬瓜。然后才看到前排空了3个空位。班长，这3个空位的同学呢？报告卢老师，他们3个家里都不让来了。鲁明峰叹了口气。陈旺，那你随便挑一个坐吧。好的，卢老师。3个座位正好是连排，陈旺一屁股坐在了中间，左右都没同桌，简直就是他发呆走神的绝佳好位置。这边刘心怀才给秦正明回了电话，教育局里，秦正明一脸可惜的挂了电话，然后又给周康打了过去。他竟然不参加那个秦局，我能问问原因吗？是陈旺自己不想参加，还是因为某种原因他父母不愿意？刘校长说是陈旺自己不想参加，会不会是他不知道这个特优班的含义，或者不明白中华科大？他说他想自学参加一中特优班招考。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旺在县统考中脱颖而出，秦局长想保送他进县里的学习小组，可他却只想自学参加考试。怎么了爸？陈旺参加吗？你知道秦局刚跟我说什么吗？他说陈旺想自学参加一中特优班考试，真不知道该说他是自大还是无知。既然想自学参加一中特优班招考，他当数学竞赛是儿戏不成。周家阳听完面色复杂，说实话他是不服陈旺的，他的强项是数学，语文本就不擅长，但即使不是他擅长的科目，他也有能力考到接近满分，只不过恰好遇到了连作文都能满分的陈旺，所以才丢了县城第1名。周家阳看过陈旺的那篇作文，确实写得好，但由此他也认为陈旺应该是偏向文科一些，毕竟从那篇作文就能看出他平时应该看了不少文学方面的书，既然看书偏向文学，那肯定对数学就没有那么擅长了。陈旺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别人认为无知又自大了，此时的他正在空间里学英语。阿班的，这几天一共得到13个小时的有效时间，陈旺一股脑的全部用来开发逻辑推理能力，于是逻辑推理能力已经被他开发到了 11.8%， 脑域开发度也达到了 32.7%。 看着脑域开发度又提升之后，陈旺才信心满满的开始学习英语，不过2分钟后就原形毕露。不是，我以后又不出国，这鸟语就不能不学吗？那你还高考吗？
行，我学。于是拿着戒尺的中年女老师操着一口正宗的英吉利伦敦腔开始教学。哎，陈旺生无可恋。哎，发音标准点，嘴角向两边呀。你嘟个嘴怎么读标准？小才，人家英语老师都是漂亮洋气又温柔的小姐姐，为啥我这个就是教导主任？因为因材施教。多挨了几戒尺之后，陈旺一下子老实了，嘴角也不抽风了，态度也端正了，不仅完美的发出了伦敦音，连腔调也拿捏上了。看吧，这就是因材施教的效果。一个晚上过去之后，我感觉我现在就是土生土长的伦敦人了。只会200个单词的伦敦人吗？伦敦文盲应该都不止认识200个单词吧？好了，闭嘴。但是小才的嘴毒影响不了陈旺打败英语这头拦路虎的好心情，一去学校就开始乱招呼。Hi, hello, good morning, nice to meet you. How are you? 被打招呼的同学一脸懵逼。好了，快收起你的神通吧，都知道你学完英语的第1单元了。哎，没一个对得上的，真是高处不胜寒啊。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萧雪，你会英语？我只会这一句，我听收音机里的外国人就是这么说的。那个，你已经在学初中的知识了吗？你真的好厉害。嘿嘿，一般般吧，就是提前学着玩而已。反正5年级的知识已经学完了。你脑子要是有这么能装，你上辈子估计都考起清北了。真羡慕你，脑子那么聪明，不像我。那个，我想起我还有事，那个萧雪再见，我先走了哈。陈旺说完就赶紧大步走了，他有预感，接下来的场景不是他能应对的。进到教室之后，陈旺开始自己记单词，鲁明峰也跟王秀珍和罗玉萍一样，完全由陈旺自己学习，他们只尽最大的努力给他找书来就行。最开始鲁明峰还时不时的告诉陈旺，数学上有什么不懂的就来问他，但后面陈旺跟他讨论过几道难题的解法之后，就变成他时不时去问陈旺了。陈旺也乐得有人跟他探讨数学题。毕业班确实跟之前1年级、3年级都不一样，现在还能留下来坐在教室里的都是想认真读书考中学的，所以即使大家都对陈旺很好奇，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埋头认真学习。这周把英语学完，陈旺进行了英语考试，看着那鲜艳的100分，陈旺都不敢相信那真是他考出来的。小才，上物理。物理书封面就是咱们工人有力量，撸起袖子扛起铁锹加油干。陈旺看到这句话就感觉血液沸腾了起来，仿佛翻开这课本，他就是为中华民族崛起而读书。陈旺郑重地翻开第1章，照明电路。很好，我们生产大队都还没有通电，学了之后我就要给我们大队通电了。课本知识本来就很基础，以陈旺现在的智商一路畅通无阻地看了下来。凌晨5点，陈旺终于了解了基本原理和实用方法。小才，我好像知道我以后想干什么了。想做什么？想干电工。小才你咋了？没事，烧了一个小小的电子元件而已。啥被烧了 ？CPU。那你是不是要挂了？这样的 CPU 我有1亿8千万个。不过经过这么一打岔，陈旺的电工梦也被他抛到了脑后。老陈家现在也是有4个读书娃的家庭，现在有了自行车也不用那么赶时间，再加上陈明吉姐妹因为读书要早起之后，大家吃早饭的时间又凑在了一起。对了奶，昨天我们刘校长把卖资料的钱给我了。等多少？300啊！上次我爸回来不是说了吗？真给了300啊？是啊，整整30张大团结，卷起来都好大一卷。不知情的老陈家人果然被陈旺这副毫不在乎的样子给唬住了。旺仔可真厉害，这钱都快抵上以前家里1年的收入了。所以啊，还是要读书才有用啊！你看这才读多久的书，买笔买本子的钱那不早就挣回来了吗？三弟妹说的是，旺仔这脑子就适合读书，别人去读花钱，他就能挣钱。就是他当时写那资料的时候，我还以为他写着玩呢，谁能想到这么宝贵值钱啊！旺仔，你真的太厉害了，比我爸都还挣得多。嘿嘿，一般。你自己挣的那你自己就收好，以后想买什么就买什么。那个旺仔啊，这300块是很多很多的钱，你自己可要收好啊。放心吧爷，我藏得好好的。你爸知道吗？哇，你说这话啥意思？家里就你小时候有过前科，肯定要防着点啊。不就偷偷拿了1分钱吗？而且买的冰糖我哥我弟都吃了，凭啥只说我一个人？陈旺去学校的一路上都很高兴，路上还闻了一阵桂花香，瞬间让他想起了桂花糕。他决定下午放学后就去供销社买点回去跟大家一起吃。他不知道爷奶有多少存款，但感觉自己已经是老陈家中最有钱的人了，得大方一点。一想到这个，陈旺就止不住的开心。我有317块1毛的存款了，我是真正的百元大户。旺仔啊，咋啦三叔？到学校了，你一个人坐后面笑啥呢？哦，想到一个笑话来着，那我进学校了，再见三叔。不过进学校之后，陈旺就笑不出来了。刘心怀给他借的书到了，小心翼翼的把一摞书递给陈旺。这些书都是秦姐花大力气帮你找来的，好多都是国外译本，十分珍贵，你看的时候也要小心爱护。好的，我知道了。陈旺一边说着，一边表情复杂的看着第一本书代数。他现在就学了个方程不等式，不知道算不算入门。再翻一本，
解析几何？看不懂，完全看不懂。随意再翻翻下面的初级微积分代数的5次方程式之解法。天书，简直就是天书，这不是我该看的书。怎么了，陈旺？这些书都看得懂吗？呵呵，要回去看看才知道。要是看不懂，你就……说到一半，刘星怀才想起他们学校估计也没老师看得懂。你就再多看2遍吧。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金局长见识过陈旺的智商后，打算送一些初中资料给陈旺复习，结果手下却阴差阳错的把大学资料送了过去。多谢刘校长，也帮我谢谢秦局长，那我就先走了。刘星怀看着陈旺走出去的背影，叹了口气。我那天还是应该再劝劝陈旺，这竞赛学的知识确实太难了，就算陈旺脑子再好，没有老师领路，估计也很难进门。他那么好的脑子，要是不能进中华科大就太遗憾了。这是啥书啊，陈旺？代数？这是啥？数学吗？初级微积分，这也是数学吗？咋我们一个都看不懂啊？天哪，陈旺你不会要学这些了吧？没有，就先看看。哇，你也太厉害了，不愧是天才儿童，竟然学那么高深的知识。是啊，我们一点都看不懂。呵呵，我也看不懂啊。此时县城教育局秦正明办公室，小朱，我之前让你找书送给陈旺找了吗？秦局，我已经让办公室的王干事送过去了。那就好，出去吧。朱琪回去路上正好碰到王干事。王干事，我让你送到永兴公社小学的书确定送过去了吧？放心吧，朱秘书，你吩咐的事我肯定用120个心。昨天下午我亲自送过去的。哎呦，坐了好久的汽车，可把我这把老腰。麻烦你了。不等王干事邀功完，朱琪就径直走了。哎，那个朱秘书，你慢走啊，再见。牛气什么？咦，王干事，昨天有人捐的几本大学用的高等数学资料，咋变成初级数学入门了？我记得第一本书是代数，这咋成了加乘法原理了呢？完了，他送错书了。算了，都是数学，把这些登记入册也一样。说完就抱着书要走。哎，等等，咋了，王干事？主任还等着我呢。没事，就是想叫你中午一起去吃饭。行啊，等我弄完回来啊。反正那书是送给下面公社一个小学生看的，小学生能看得懂个什么？估计送啥都一样。下午放学，陈旺把几本天书小心翼翼地放进书包，然后背出去挂在了自行车龙头上。旺仔，今天书包咋这么重？刘校长帮我找了几本书看。又要提前学初中的知识了。三叔，我们先去供销社一趟吧，我想买点桂花糕。行，三叔可只带了3毛啊，不知道够不够。没事，我带了3块。陈守明忘了旺仔可比他有钱多了。陈旺带回去的桂花糕十分受陈家几姐妹的喜欢，结果安安比谁都吃得快。你是不是又偷偷长牙了？不然怎么吃的那么快？他正长牙，嘴里口水多，这桂花糕放嘴里就化了，当然吃得快。哼，怪不得。我告诉你陈安安，你现在吃的桂花糕可是我买的，以后长大挣钱了也要给哥哥买，知道不？1岁多的安安扭过身子，用屁股对着陈旺，然后一口把剩下的桂花糕全部塞进了嘴里，吃得跟仓鼠似的。吐出来，给我吐出来！空间里的小才已经给他找来了一模一样的书。陈旺看着这几本书，觉得之前学的数学和现在学的物理简直就是幼儿园知识。小才，你说这两者怎么能跨度这么大呢？那县城里的培训小组也学的这个，应该吧？不是教育局长找的书吗？肯定没问题。哎，我反正考不上，那这些书其实学不学都无所谓吧？对，到时候考试交白卷不写名字就行，就是不知道到时候几个人去考，不写名字有没有被认。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学，先不说考不考试的问题，最主要的是这些书都是人家辛辛苦苦帮我找来的，我总不能辜负了人家心意。有道理。但是目前以这种级别的天书，以他现在的脑域开发肯定不够，剩下的物理先放一放。小才，先给我拿百科知识全书来。陈旺决定先薅初中阶段百科知识的羊毛，多累积点有效学习时间。转眼陈旺桌子面前就多了一本百科全书之伟大的数学家。一晚上过去，陈旺从阿基米德看到牛顿、爱因斯坦，从刘辉、祖冲之看到现在的数学家华先生，心中的震撼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难道不是你文化不高，组织不了语言吗？你有没有静音功能？可以把你的声音屏蔽了。怎么？你想试试？你看你说的什么话？这空间里就我们俩能说话交流，把我声音屏蔽，你不孤单？不孤单。还有1个小时就要起床了，考试不？考。所以之前开发感知记忆能力是有好处的。百科知识之伟大的数学家100分轻松拿下，这种纯靠记忆就能掌握的知识点得到的有效学习时间就很多。今天一晚上就得到5个小时，陈旺马不停蹄全部用来开发逻辑推理能力。逻辑推理能力从11.8%开发到了12.3%，脑域开发度也达到了33.2%，还是太低了啊，不够用不够用。小才，还有点时间，快再拿一本百科全书给我。转眼陈旺面前的桌子上又出现一本百科知识之宇宙的秘密。2分钟后，陈旺眉头紧皱，这哥白尼不是伟大的数学家吗？怎么有宇宙秘密里也有他？他提出了日心说，发表了天体运行论，有他很正常啊。接下来的时间，陈旺开启疯狂薅羊毛模式，为了争分夺秒，在学校甚至演都不演了，天天上课都在睡大觉。实在束手无策的鲁明峰只能去找王秀珍、罗玉萍请教。上课睡觉，陈旺吗？不可能，那孩子最爱学习了。
卢老师，你是不是不知道该怎么教陈旺？你把他还回来。这又不是借了颗白菜出去再还给你。没事，卢老师，陈旺这种情况我有经验，陈旺这种情况就是不用管他就好了。鲁明峰站在教室外面，看着教室里睡得香甜的陈旺。希望陈旺这阵子的睡意快点过去吧。此时的陈旺丝毫不知道外面的鲁明峰已经为他操碎了心。他正在做百科知识之人体奥秘试卷的最后一道题。人体的附属消化器官包括哪些？陈旺提笔毫不犹豫地写着：牙齿、舌头、肝、胆、胰以及3对唾液腺。小才，交卷。卷子消失不到2秒，就又回到桌子上。100分。陈旺现在看见满分已经习以为常。这10多天来，他一共累积了120个小时的有效学习时间。陈旺想也不想的全部用来开发逻辑推理能力。于是他的逻辑推理能力直接从 12.3% 的开发度狂升到了 24.3%， 脑域开发度也达到了 45.2%。陈旺看着屏幕上的数字，激动的泪流满面。虽然身体精神不疲劳，但是心理上是极度疲惫的。有时候陈旺从空间里出来都有一种找不着北的感觉。睁开眼睛看到有同学从自己面前走过，因为大脑一时半会没有适应，他下意识打的招呼：嗨，好久不见。那个我说错了，我是想问下节课是什么课。我操！难道你要上课了吗？难道我不该上课吗？你不睡觉了？不睡了，我。同学们，太好了，陈旺要上课了，他不睡觉了。天，你终于不睡了，你再睡下去我们都熬不住了。就是你以后可千万别再上课睡觉了。从你上课开始睡觉后，只要不是卢老师的课，他几乎每节课都来看你一遍，弄得我们一点神都不敢走。而且前几天只有卢老师一个人来还好，这几天不知道为啥，刘校长还有你之前的2个班主任也来了，我们上课好有压力啊。那可不是，呼呼睡大觉的是你，受监督的却是我们。本来心里就不平衡的结果，转头你还要考100分，太气人了。1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毕业后的陈旺每天都在上课睡觉，可是他每回考试都能考100分，而同学们却是苦不堪言。呼呼睡大觉的是你，受监督的却是我们，结果转头你还要考100分，太气人了。都怪我，以后我再也不在课堂上睡觉了。真的？那太好了。实在对不起，为了补偿你们，我决定把我珍藏的升级版5年级练习题贡献出来。我操！陈旺给上个毕业班整理的复习资料已经费了他们半个脑子了，还有升级版的。我想起来了，下节课是体育课，我先去操场了。啊，对，我也走了。我跟你们一起走，以后我也要上体育课。啥？你要上体育课了？对，我觉得锻炼身体很有必要。行吧，你快点。顺便路上我再跟你们说说练习题的事。体育课上，陈旺没有把他的升级版练习题送出去，因为同学们都觉得太珍贵了不敢要，那他只有给卢老师了，而且还得让卢老师保密，不告诉同学们练习题是他给的，不然估计同学们还是不敢要。自从认识了那些为人类做出贡献的伟大人物之后，陈旺觉得自己的思想都升华了，如此的无私奉献，还要深藏功与名。陈旺，别光坐着，过来打篮球啊！说着把手中的篮球抛给了陈旺。真的是这样？真的是哪样啊？圆周运动与运动方向相垂直的作用力就能引起圆周运动，你看到没有？你刚刚抛给我的球是抛物线，它为什么是抛物线而不是直线曲线呢？就是因为地球有重力，它与球的运动方向相垂直。陈旺兴奋地把球又抛给体育委员，但是因为用的力大，球直接越过体育委员掉到另一边去了。你看到没有？我抛的力气比你大，球飞出的距离就远。是挺远，不过你这不废话吗？是的，力气大，球当然扔得远了。不，你不知道，这里面蕴含着大道理，这叫圆周运动。你信不信，要是这球能达到某种速度，它绕地球1圈都不会停下。然后呢？你要打篮球吗？不好意思，我不打你们玩嘛。这时班上几个女孩子拿着野菊花走了过来。陈旺，你看这花好不好看？说着好心的送给陈旺一朵。谢谢。不过你知道，其实这菊花的种子也蕴含着奇妙的数学知识吗？你们看到菊花的种子了吗？它是以花盘中央为圆心呈螺旋状排列，而且排列旋转的方向或左或右。你要是拿笔跟着这些轨迹画曲线，你就会发现靠近花盘里层可以画出21条逆时针旋转曲线，而远离圆心的外层可以画出34条顺时针旋转曲线。而这些数字正好是斐波那契数列的某一项，而斐波那契数列的 n+1 与 n 项的比值与黄金分割率越来越接近，几乎接近最完美的比例，当然很漂亮。女生们惊恐地走了，还不忘拿走陈旺手中的花。你别说话了，他们开始讨厌你了。呵呵，瞎说，我给他们分享知识，他们感激我还来不及呢。你感觉不到，是因为你现在逻辑推理能力太高，而空间观察能力和全面注意能力太低了。你现在就像高能的自闭症患者，思维很强，但对周围的感知却很弱，只要人家不直说，你就不知道。所以说我现在就是个高智商的傻子。虽然很残酷，但描述的很准确。所以经过10多天不要命的努力，他又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傻子。但这只是暂时的，只要把其他数据也提上去就好了。那我当傻子期间怎么办？只能让我帮你了。
算了，那还不如我一直保持沉默呢。放学时，大家看着独自走出校门的陈旺感叹：也许天才就是这样的吧，我们常人不能理解。对，其实我觉得陈旺这样才像真正的天才。以前我只感觉他是个学霸，其他的跟我们普通人差不多。哎，你还真别说，我也这么感觉。陈旺不知道自己变傻之后，反而成了同学们眼中真正的天才。他一路憋着自己脑中不断出现的知识想法，然后回到家中之后，一股脑的说给了安安听。啊，现在也只有你不嫌弃哥了，那以后哥都讲给你听啊。陈安安直接背对着陈旺，看得出来他是拒绝的。刚刚说到这个双扭线，双扭线就是动点距离两定点的距离之积满足一定条件时动点的轨迹，用方程 x 的平方。旺仔，你跟安安聊什么呢？他睡着了。陈旺把背着他坐的安安扭转过来一看，小家伙睡得就差打呼了。小才，你说我给安安取了名字，他不会真和上辈子的我一样吧？放心吧，肯定比你高。那他咋坐着就睡着了？你这讲的跟念经一样，换谁来都要睡着。那你的意思是，只要我讲的抑扬顿挫，感情充沛，他就不会睡了？咦，还真睡着了。以前哄都哄不睡，今天竟然天还没黑完就睡了，真是谢谢你啊，旺仔，帮了三婶好大的忙。不客气。旺仔现在真是越来越能干了，连哄小孩也会了。奶，不是，我没有。好了，别坐这里了。周琦给你写了信过来，还送了好多饼干、牛轧糖，放在堂屋里呢，快去看看。陈旺还想解释一下，但陈奶奶拉着他就往堂屋走去。今天魏海那孩子特意送过来的，还说是他大哥吩咐的，说感谢你暑假对周琦的辅导啥的，反正说了好多感谢你的话。魏海还送了好多其他东西，这周家人真是不错。快瞅瞅周琦那孩子给你写啥了。陈旺好奇地打开信看了起来。我暑假补完课，开学过后，老师同学都说我不一样了，不仅高质量完成了暑假作业，开学考试更是直接从倒数第3名冲到了班上15名，直接把老师同学震惊了。旺叔，你不知道我当时的心情。陈旺眼睛落在旺叔2个字上，面色复杂，倒也不必对他如此尊敬。所以真的太谢谢旺叔你了，没有你就没有我。但是唯一遗憾的就是我爸不信，而且还怀疑我作弊，不仅没有奖励我，竟然还差点揍了我一顿。陈旺皱起眉头，觉得周琦他爸这样确实有点过分了，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人呢？所以我都没钱给你买东西。看到这句话，陈旺觉得下次见面是该跟周大哥聊聊了。周琦给你写啥了？咋还严肃起来了？奶，你别打听了，反正是严肃的事。哈哈，行，奶不打听了。你们2个小娃娃还有秘密起来了。今天魏海那孩子还跟我说呢，周琦那孩子调皮得很，仗着考试考好了，把他爸的铁扳手都拿废品站卖钱去了。幸好人家认识他爸，又给送回去了。你说这孩子咋啥都敢卖呢？所以差点被揍的原因是这个吧？看来下次见面是得跟周大哥好好聊聊了。嚯，旺仔，周卫华竟然送了1罐麦乳精给你。陈旺也惊讶，现在1罐麦乳精可不便宜，上次他在县城百货商场问过，这么小一罐就要35呢。看来周大哥根本没怀疑周琦考试作弊，不然也不会送他这么贵重的东西。此时县城周家，我妈买的麦乳精呢？让你二叔带回去给陈旺了。什么？为啥？你不是都用我零花钱给旺仔买饼干了吗？咋还把我麦乳精送了？人家为了把你从倒数第3教到15名人都瘦了一圈，你老子不得给人家补啊？那我也要补，不然下次我就不考15名了。行啊，不考15名是吧？周卫华拿过一旁的扳手，哈哈哈，我开玩笑的吧？我这身体还补啥补？再补下去，我同学都以为你和妈在国营饭店干活了。那啥，我还有作业没做，你好好修工具，我做作业去了啊。陈旺吃完晚饭后就喝上了麦乳精，不过味道跟他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感觉已经甜得发腻了。喝了小半碗，陈旺就让陈奶奶给大家都尝尝。这是人家给你的，我们喝啥喝？而且麦乳精就是给小娃娃喝的。这上面写了只能给小娃娃喝了。陈旺假模假样的看一圈，没写吗？不用写，大家都知道。陈奶奶说着就要收起来，她就想留着给陈旺一个人喝。哎呀奶，别舍不得了，以后我还要给你买大房子小轿车呢，这1罐麦乳精算什么？好了，别给我留啊，你们冲起来喝光。陈旺说完就跑去睡觉了。于是屋里的老陈家人都看向陈奶奶，特别是活泼的美凤，看起来都馋得吞口水了。去给我拿个盆来，今天我们就听旺仔的冲一大盆，每个人都尝尝这金贵的麦乳精到底是个啥味儿。我去拿盆，我去提保温瓶，我去拿碗。还愣着干嘛？快去屋里把安安叫醒抱来，也让他尝尝。不对，我马上去。1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培养有天赋的孩子，秦局长让手下找几本初中的复习资料给陈旺，而手下却阴差阳错将大学课本送到了陈旺手里。空间里的陈旺学完了剩下的物理并考完了试，以他开发到 24.3% 的逻辑推理能力做初中1年级的物理卷子简直就是信手拈来。得到的5个小时有效学习时间却不敢再开发逻辑推理能力了，全部拿来开发了空间观察能力，开发到了 1.9%， 还是太低了，得再多开发1点才行。小才，帮我找老师吧。
我要开始学习代数了。好的，那我们现在……哎，等等，你给我找个幽默风趣点的老师。数学是一门很有趣的学科，我不想跟着古板的老师学习。行，那我们……再等等，等不了了。话音一落，一位头上裹着白色头部、长满络腮胡的外国人就出现在了陈旺面前。小才，我让你帮我找一位幽默风趣的老师，指的是性格幽默风趣，不是长得幽默风趣。呵呵，人类果然是善变的。前几天还说人家伟大，这才过去几天就说人家长得幽默风趣了。我啥时候说人家伟大？等等，那这位不会是我以为的那个吧？对，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阿尔花剌子拟，代数学的创造者。世界上第一本代数学就是他写的。你让他来教我代数？难道你想要更早一点的丢番图，或者刘辉来教你？不过我给你说，虽然丢番图写的算术和刘辉注释的9章算术很厉害，但是这2本书都是整理的问题和答案，没有论述。花剌子拟这本不仅有定义，还详细的论述，前2者就像练习册，而后者是教材解析。我觉得你这才开始学，没必要一上来就做练习册吧？不是，这是练习册和教材解析的问题吗？陈旺围着花剌子拟绕一圈，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描述自己此时的心情。这就是历史上伟大的数学家花剌子拟啊！是啊，花剌子拟。哦，我明白了，你是觉得你不配让这种伟大的数学家来教你？他死了2000多年了。放心吧，我还没有厉害到能召唤灵魂或者让人起死回生的地步。这是数字模拟。我当然知道，这不是太突然了吗？毕竟都是逝去的先驱，这乍的一下出现在你眼前，能说能笑的谁能适应？何况他这说的话我也听不懂啊。我刚没有调语言翻译，现在好了。小娃娃，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一起遨游数字的海洋吧。陈旺愣了一下，赶紧坐回凳子上。老师您请讲。首先我们学习的是1元1次方程和2元1次方程。就在陈旺开启数学之旅时，周家阳、许田等4人也在挑灯夜战。白天他们跟着省城来的舒教授、沈教授学习，晚上就自己做题查漏补缺。舒教授和沈教授一生都在研究数学，在现在的数学界都是颇有名气的数学教授。能有这样的老师，周家阳他们都十分珍惜。4人之中最得2位教授心的当然是周家阳，他本身智商卓越，又对数学极其感兴趣，不管是张考还是周考，他次次都能拿满分。而2位教授也对他越来越看重，觉得以周家阳的勤奋和天赋，考进省城一中的特优班绝对没问题。虽然2位教授这样说，但是周家阳依旧很努力。陈旺也要参加考试，他一定要在考试中以绝对的优势超过陈旺，他要证明陈旺不是天才儿童。家阳，你怎么还不睡？已经快11点了，明天再做吧。学习很重要，但是身体更重要。我马上就睡。对了，这学期的半期考试马上要到了，我问许田他们都要参加，你要参加吗？还是全县统考吗？上次统考已经有经验，而且秦局觉得统考更能看出差距，促进大家相互学习。以后考试应该都是统考了。我知道。怎么样？要不要跟许田他们一起参加？反正5年级知识你们早就学完了，考试应该也没问题。不用了，浪费时间。其实我也觉得你没有参加的必要。虽然沈教授他们都说你一定能考上特优班，但还是不能大意。家阳，你的目标只有特优班，只要考上，你会发现县城第1名根本不算什么。好的吧，我知道。第2日，陈旺去上学，刚进校门口就被刘新怀带去了办公室。那个陈旺啊，我听老师说你昨天下午上课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了？刘校长，我身体没有。他是在替你上课睡觉找借口，别一根筋犟着，直接顺着梯子下来。身体之前确实有些不舒服，老毛病了，现在好了。那就好，那就好。还有件事啊，那个书能看得懂吗？实在不行，我就帮你再去跟秦局说说，让你加入培训小组。我听说来授课的老师可是省城的舒教授和沈教授呢。舒教授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当初帮着华先生组织了我国首届数学竞赛，后来回到我们省城担任大学教授，又组织了好几届数学竞赛，可谓是我国数学竞赛的领军人物。我也是完全没想到他们竟然能请来这样的人物当培训班的老师，不然当初说什么也要让你参加。华先生被后世誉为华国现代数学之父，能跟华先生一起组织数学竞赛，舒教授的实力和地位当然毋庸置疑。可陈旺现在最不缺的就是老师，后面还有祖冲之、内皮尔、高斯、牛顿、爱因斯坦等着教他呢。没关系，刘校长，我慢慢学应该没问题。你能看得懂那些书？慢慢看，看得懂一点了。真的，你不要觉得怕麻烦我，这件事是关于你人生的大事。真的，谢谢刘校长的关心。你也知道，上学以来我几乎都是自己提前学习的，我觉得自学可能更适合我，只要找到了思路和方法，我相信我能把那几本书的知识都学完。好吧，既然你这么有信心，那我就不再提这个了。但如果真的遇到怎么也学不懂的地方，一定要告诉我。不去参加培训班，但就请教1-2个问题，舒教授肯定还是会答应的。好，谢谢刘校长，那我先去上课了。去吧。此时走出去的陈旺丝毫不知道自己错过了最后一次换回初级竞赛书的机会，因为他根本不知道4元方程和微积分那都是大学才学的知识，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初中竞赛。
而刘心怀对数学也是一知半解，拿回来的书也没明确标注是哪个阶段用书，又想着是秦正明差人送来的书，根本没怀疑过书会拿错。再加上县城2个不负责的办公室干事，这看似荒唐的错误还真就发生了。开始学数学之后，陈望更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松懈，1分1秒的时间都被他安排得明明白白。晚上在空间里跟着老师们学知识理论，白天就在学校争分夺秒的计算验证。他要跟着老师的思路，把他们发现的公式定理自己推算一遍，真正理解其中的奥义。陈望又在写天数，我看着还是像数学。不，我觉得他是在画符。你看那些弯弯扭扭的符号，跟我之前看的一本禁书上面画的东西大差不差。放屁，上面好多数字，我看还是数学。10月一晃而过，沉浸在学习之中，陈望对时间的流逝感觉迟钝。孟玉娟给他拿出一件薄棉袄穿，他才知道今天竟然已经立冬了。早饭桌上，陈奶奶给陈望端了一碗党参炖猪肚，这是党参炖的，以前山上挖的，可珍贵了，你快点把它吃完。都说冬补，你把身体补好，等到大冬天的时候就不会长冻疮了。听到这里，陈望端起碗，忍着气味几口就喝了个干净。他是真的不想长冻疮了。还有猪肚呢，全部要吃完。于是，在陈奶奶监督的目光下，陈望只好老老实实把剩下的猪肚也吃了。今天陈望一进学校就感觉校园有点安静。陈望走进教室，有些奇怪地问同学，结果同学们听完脸色比他还奇怪。今天办期考试啊？对啊，今天办期考试，昨天放学卫生就打扫完了，而且一大早刘校长就在操场巡视，谁敢去打篮球啊？办期考试今天吗？你不会不知道吧？那这次考试也是县统考，你也不知道吗？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3月后的陈望两眼一闭就是学，全然不知今天是5年级办期考试。可他最近学的全都是秦局长给的大学资料。陈望，考试准备好了吗？我听王老师和罗老师说你复习也有自己的节奏和方法，所以我也没有过多过问，就是怕给你造成压力。而且我看你最近都十分努力，每天都埋头在做题，怎么样？这次有信心再考一个县城第1名吗？鲁明峰只看着陈望，没有注意到周围同学们的表情，那叫一个复杂。我努力。哈哈哈哈，老师就知道你有信心。那个陈望，你复习了吗？没有，真的一点都没有。没关系的，陈望，你是学霸，就算没有复习，肯定也没问题。对，以你的实力，不复习应该也能考进县城前。安慰的同学说到一半说不下去了，因为他绝望地发现陈望就算考不了县城第1名，那名次也不知道甩了他多远。我安慰你干啥啊？我还是先提前安慰安慰我自己吧。其实没复习，陈望也不是太担心。我只是这学期没有复习，又不是一点都没复习。就算县城几个卷王跟我一样跳级了，但他们不都去参加培训班去了吗？那肯定不会参加考试。只要他们不参加考试，我还是有信心再考一个县城第1名的。1个小时后，陈望坐在考场里开始做语文卷子，考试时间甚至都没过半，陈望就全部做完了。语文都这样简单，那下午的数学那不是分分钟就能做完？下午的数学他确实分分钟就做完了，但除了最后的附加题，而且还不简单。虽然考的知识点一点都不难，就是除法运算法则，但转了很多道弯，要从最后的余数倒推回去。出这道题的老师真厉害啊！与此同时，县城给培训小组上课的2位老教授正坐着喝茶聊天。佳阳那孩子应该要不了多长时间就能算出来了，不知道考场的许天他们做的怎么样了？题不难，难的就是看他们会不会转换角度思考。数学是灵活的，脑子死板的学不了。你啊你，嘴还是这么厉害。我们国内数学竞赛停了10年了，而且你这种是国际上奥赛的新题型，孩子们别说错了，见估计都没有见过。秦局也只是让我们帮忙出一道能检测优秀学生实力的题，结果你倒好，直接出道奥数题。那也没办法，5年级的题都太简单了，不出一道难点的人人都考100分，那能看出来什么？正说着，身后的房门推开，周家阳拿着算出来的答案走了过来。舒老师、沈老师，我算出来了啊！这才不到20分钟，算得很快嘛。将就就吧。今天许田他们不在，我们就不讲新知识了。那里有几道奥数题，你先自己试着做一下吧。周家阳听到这句话，心情一下子激动起来了。他听说过国际奥数学竞赛，听说去年漂亮国也派人参加了，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国家什么时候能参加。对的，不错不错，听舒老师的去做题吧。好，谢谢2位老师。当周家阳开始尝试着做奥数题的时候，这边考场上的陈望也正在奋笔疾书的计算，而且还写了满满5张草稿纸。这也太难了吧！正好是监考老师的王秀珍走过来，看看墙上的时间，刚刚过去20分钟，再看看陈望的桌子，满篇的鬼画符。陈望，你在这儿写啥呢？你数学卷子呢？王老师在这里。王秀珍拿过数学卷子一看，题倒是做完了。题做完就好好检查。王老师，我检查了啊。检查完了就再多检查几遍。说完又压低声音。时间还这么早你就开始乱写乱画的玩儿，要是被周围同学看见了，压力得多大？无奈陈望又老老实实把卷子再检查了一遍。这回王秀珍终于没有再说什么。陈望啊，你自学初中知识老师很赞成，但是这个英语不比其他学科，你最好还是等到了初中再跟着老师学。你看你这英语老师都知道写错了啊？
啥写错了？你看你这个 M 都写错了，这个 F 也是。王老师虽然不懂英语字母，但拼音我还是知道的，两者几乎都长得一样。你看看你这个是不是写错了？陈旺低头一看自己的求和符号、西格玛和积分符号。王老师，这个不是英语，这个是数学符号。这是数学。王秀珍自己闹了个笑话，顿时感觉脸颊有些发烫，跟陈旺说了2句后，脚步匆匆的走了。出了考场，正好碰上同样监考完的鲁明峰。卢老师，没想到你们数学还学那么复杂的符号，看着跟英语似的，真佩服你。啥英语？可惜王秀珍已经大步流星的走远了。此时的5年级同学还在讨论最后一道附加题。我的天，这道题根本不可能算出来，就一个余数，咋能把被除数那些全算出来啊？我也觉得，说不定题出错了。哎，有可能。正当大家提议去问问卢老师时，陈旺抱着他的草稿纸终于回教室了。陈旺，最后一道题你做出来了吗？陈旺，最后一道题是不是题出错了？就是，根本不可能算出来吧？你们拿去自己看吧。陈旺算出来了。不可能吧？这怎么算出来的？验算，快！验算一下就知道对不对了。别吵，我来验算一下。学习委员拿着草稿纸一步一步验算了起来。是对的。不会吧？让我算算呢？我也看看。一连几个人都不敢置信的检查了一遍，可结果都是一样。陈旺的答案是对的。快问问陈旺怎么做的啊？结果大家一回头，陈旺都已经背着书包走了。陈旺怎么走这么快啊？看来只有读书时才能问他了。咦，他桌子上有张纸。同学们连忙拿起来一看，竟然是这道题的推理过程。陈旺丝毫不在乎大家的崇拜夸奖，怕大家不明白这题，还默默地写了过程讲解才离开。这一刻，陈旺离开的背影突然就变得高大潇洒了起来。嘿嘿嘿，同学们肯定都觉得我帅毙了。而此时县城里的许田和陆思婉却因为这道题郁闷至极。舒教授咋出那么难的题啊？我一点思路都没有。我是时间不够，我刚有点眉目，结果考试时间到了，不然我肯定能做出来。还是你脑子好，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想到这里，陆思婉对考一中特优班更没了信心。别沮丧了，不是我们不聪明，是这道题真的很难。刚刚交卷的时候，我问了我们班上几个成绩好的，没一个做出来的。我们班上的同学也没有做出来，他们知道我在学竞赛，还都跑来问我做出来没有。结果我不仅没有做出来，还一点思路都没有，好丢脸。有什么丢脸的？我们都做不出来，肯定没人做得出来啊。那现在我们直接去找周家阳问吧，他今天肯定也做了这道题，他肯定能做出来啊，他脑子那么好使。刘思婉说着都有些嫉妒周家阳了。哎，你说那个什么陈旺，他做出来没有啊？我看你是真的做题做傻了，我们跳级了啊。他现在才4年级，哪有机会做这道题？好像是哈，我都忘了这件事了。你以后也别再关注那个陈旺了，他成绩是很好，但是我们走的路不一样，都成为不了竞争对手，没有关注的必要。也是，算了不说了，走吧，我要去看看周天才到底做出来没有。你别叫他周天才，你不知道他最讨厌别人叫他天才了吗？啊，我不管，我就叫。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金局长为了选拔出有数学天赋的学生，竟然在平平无奇的半期考试里出了一道奥数题，这导致了全县的5年级学生全军覆没，只有陈旺和周家阳做出来了。两人结伴来到周家阳家里，发现他果然把这道题做了出来。周家阳，你把你脑子给我一半吧。其实你脑子也不笨，只是没找到方法。你用了多少时间算出来的？20分钟左右吧。我当时第一个思路错了，浪费了不少时间。周家阳，你还是不是人啊？才20分钟你就算出来了？可舒教授说这时间将将就就，因为这道题计算过程并不复杂，难的就是解题思路。如果是有数学天赋的人，可能10分钟之内就做出来了。怎么可能？舒教授说他有个朋友的学生只比我们大1岁，也是5年级，但只用了8分钟就算出来了。许田和陆思婉听完都沉默了。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天才吧？或许是吧。舒教授都说那孩子智商超群。好了，你们干什么呢？就算他智商很高，我们也不低啊。而且我们才刚刚接触竞赛，人家说不定从小就学呢，这么低落干什么？所以他什么时候开始学竞赛的？这我没问。这不就得了？他肯定是从小就开始学了。舒教授不说了吗？他朋友的学生，那肯定是从小就教起走的。好了，那么失落干什么呢？之前那个陈旺抢了我们俩第1名的时候，大家不也说他是天才吗？结果呢，连培训都不敢来参加。我舅舅说陈旺不参加是因为家里没钱，不是不敢。就因为这个不参加培训，放弃一条康庄大道，我看他脑子也没有多聪明。好像也是，我舅舅明明说了可以帮他垫付的，这样他都不参加，他怕是个傻子吧？孟玉娟立马过来重新把陈旺被子两边压好了才回去。陈旺感觉到他妈来帮他盖了盖被子，出去幸福的又回来继续做卷子，卷子做完嘴角都没有下来过，直到分数下来98分，嘴角一下子拉下来了。陈旺赶紧去看自己哪里做错了，结果发现有道填空提问植物细胞的结构包括什么和细胞核，陈旺一写就停不下来，不仅写完细胞膜、细胞壁、细胞质、液泡、叶绿体、线粒体之后，又写了一个细胞核。这道题考的就是嬉戏，你思维力太高，
脑子转得快，空间观察能力和全面注意能力又太低，这导致你有时候写兴奋了，连问题是什么都没注意，只顾着写脑子想到的答案。这道题也是给你提个醒，防止以后再犯这样的小错误。陈旺听完才明白过来，幸好小才提醒了他，不然在空间观察能力和全面注意能力上来之前，他都很难意识到这个问题。小才是我误会你了，没想到你竟然……哼哼，现在知道我好了吧？竟然良心发现了。不，我是同情你，又变成了傻子才好心提醒你的。呵呵，等我各项数据上去之后，我一定对的你哑口无言。前几天的方程式已经学完，这次不知道系统又要给他派什么老师。小才，开始吧。话音刚落，一个穿着红色大袍也裹着头巾的白胡子老人就出现在了空间里。你好，请问您是？我是欧几里得。一个名字就让陈旺肃然起敬，他立刻起身鞠躬。你好，老师。欧几里得，一位被后世誉为几何学之父的伟大天才。他除了著有几何教科书、几何原本以外，还著有已知数、图形的分割、圆锥曲线、曲面轨迹等等说不完的书。可惜这些书大都失传了，所以当陈旺看着自己手中的图形的分割时，那种激动兴奋的心情简直无以言表。此时各个学校的老师们也在批改试卷。凌晨2点，鲁明峰批改完最后一张卷子，硬生生熬了大半夜，本应十分疲惫的他却精神抖擞，兴奋的红光满面。满分，陈旺数学考了满分，而且附加题也做出来了，110分，全班只有陈旺一个人做出来了。鲁明峰激动地把陈旺的卷子翻来覆去的看了一遍又一遍，而此时的楚师也激动无比。陈旺的语文卷子不仅基础题全对，而且连阅读理解的答案跟标准答案都差不了几个字，最主要的是作文也写得十分优秀。他教学生涯这么久，还从没有批改过这么完美的语文卷。两位老师因为陈旺的卷子兴奋激动的一宿没睡，第二天顶着2个黑眼圈就去学校了。你们卷子都批改完了吗？怎么这么早就来学校了？卷子都批改完了，所以我们想早点把成绩报上去。这么快就批改完了，两位老师很敬业啊。鲁明峰说着就把成绩单递给了刘新怀。刘新怀赶紧接过来一看，快，给我拨通秦局的电话，这会秦局应该刚到单位，正好有时间。哎呀，秦局，你看我怎么拨到您这里来了？我原本是想给白主任打电话汇报成绩的。行了，你什么时候也学到田校长他们那一套了？不是汇报成绩吗？说吧，我听听。嘿，陈旺这次半期考试语文100，数学110，两门又都是满分。等等，刘校长，你刚说陈旺数学多少分来着？110分啊！我们学校唯一一个把附加题做出来的学生。陈旺跳级了啊？是啊，他现在5年级。我没说过吗？我以为我说过呢。你知道数学那道附加题谁出的吗？谁出的？舒教授，国外出的奥数新题型。我昨天问了一小的周校长，他们毕业班几乎全军覆没，没一个人做出来。这时候刘新怀才意识到陈旺做出这道附加题的含金量，他还以为是他们学校教学质量不行，所以才只有陈旺一个人做出来呢。我晚上正好有事要去找舒教授，到时候我跟他提一提陈旺，如果陈旺身上真的有数学天赋，就让他加入培训小组，到时候费用由县里教育局承担。真的？好的，秦局，我等你好消息。刘校长，秦局说啥了？你那么高兴？哈，秦局说，如果舒教授觉得陈旺有数学天赋，就让他加入培训小组，而且所有费用都由县里教育局出。鲁明峰和楚师听完，顿时也不敢置信的瞪大眼睛。费用全部由县里教育出？天哪，那可是一笔不小费哦！所以秦局这是多么看重陈旺啊！不过两人惊叹之后，都由衷的为陈旺感到高兴。他们现在也看出来了，陈旺这样的学生确实不是他们能教的，他们根本帮不上一点忙。鲁明峰此时心里都有些惭愧，他不仅帮不到陈旺，而且好多数学资料还要借用陈旺的，他真是一个拖后腿的老师。不过现在好了，陈旺有了更好的路可以走，他们虽然帮不上忙，但可以真心的祝福他。此时的陈旺被拉来他们大队学校帮忙批改卷子了，因为今年大队学校才重办起来，各方面要跟上公社小学都挺困难，所以这次半期考试就由学校的3位老师自己出题检测。许清担任临时校长，但是他也是真心想把福林小学办好，所以许清一大清早就提着鸡蛋来找陈旺帮忙了。呵呵，不是为了鸡蛋，那你怎么知道人家提了28个来？嘿嘿，因为我偷数了啊，就去帮忙改试卷，再提意见就能得28个鸡蛋，这么轻松的活不干是傻子。后面去了学校之后，他果然是傻子，这活竟然才给28个鸡蛋。早上9点就去了学校，陈旺下午5点才从学校出来。我竟然因为28个鸡蛋上了一天朝9晚5的班。你想想你爸，他1个月才20块呢，我爸一天竟然连1块都挣不到。正好下班出来跟在陈旺后面想叫他的陈守敬，虽然被儿子扎了心，但陈守敬很快收拾好心情。旺仔，爸，你咋在我后面？你下班啦？刚出粮站就看到你身影了，你怎么这时候才从学校出来啊？嗨，别说了，帮许校长他们整理教学资料呢。哈哈，我儿子真厉害，竟然已经可以帮老师的忙了。是啊，所以爸你得努力啊，一天连1块钱都挣不到也不是个事儿啊。我看粮站经营得很好，附近大队都来我们这儿榨油打谷子的。那大队长有没有说过什么时候办粮油加工厂啊？嘿嘿，这个我还真问过，大队长说最晚要明年2、3月份才能定下来。
那爸，你们这几个月可得努点力，争取在过年干出一个漂亮的成绩，这样办粮油加工厂就是板上的事了。对，我也是那么想的，我都和你大伯商量。陈守敬说到一半愣住，随后反应过来，大笑着一把抱起陈望叔的肩膀上，哈哈哈，好小子，你现在书读多了，还管起你爸来了？咋的？担心我以后没钱给你交学费啊？陈守敬突然这一下把陈望吓得不轻。咋不说话了？是不是还想着去县城培训的事呢？要是真想去，爸，就算你有钱，我也不想去。我如果真想去县一中那什么特优班，我自己也能考上。有志气，不愧是我儿子。那爸就等着了。那你担心爸的工资干嘛？20块一个月还不够你吃喝啊？光够吃喝哪里行啊？我以后还要给爷奶他们买大别墅小轿车呢。对啊，你买啊，关我什么事？咋不关你的事啊？我要是钱不够，不得从你那挪支2个。要是你没有咋办？不是，你不够咋要在我挪支2个？你是我爸，我不找你找谁啊？而且爷奶也是你爸妈啊，你不也得孝顺？好像说的有道理，旺仔，那你以后也会给我买大别墅小轿车吗？你也找你孙子买啊？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穿越后的陈望再次凭实力夺得县统考第1名，远在县城的几个学霸被震惊到怀疑人生。怎么样，旺仔？你看我考了多少分没有？语文89，数学90，数学90。陈美凤激动地跳了起来，哈哈哈，我数学90分哎！人家旺仔回考满分都没你这么激动，你才考90分高兴啥？还有那啥，语文咋才89啊？我看这进步空间大得很。奶，我咋能跟旺仔比啊？他脑子聪明，我脑子又不聪明，考这么多分已经很厉害了。陈奶奶摇摇头，美凤这丫头真是从小就没心没肺，一天都在傻乐，也不知道在高兴个啥。敏娃和金凤能，旺仔你看没有？3节语文97，数学100。陈奶奶听完点点头，终于有个不错的了。我语文才97嘛，就是97。她可没有假公济私多扣分，那3分是实打实答案错了她才扣的。旺仔，那你看到我的分没有？你考的也不错，语文99，数学99，一点都没偏科，是不错。因为老陈家3姐妹办期考试成绩都不错，所以今天晚上老陈家伙食不错，炒了2个荤菜。我们老陈家现在日子也终于好起来了，这要放以前不过年不过节的难能吃上2个荤菜哦。就是爷爷，上次我同学跟我炫耀他吃了什么省城才有的麦丽素，我直接就告诉他我们老陈家喝麦乳精都是用盆喝的。你个死妮子，下次可不准这么说了，不然别人还以为我们老陈家发大财了呢。就是，我们可是老老实实18代贫农，这光荣身份可不能丢。嘿嘿，不会的，他们都以为我吹牛呢。吃过饭后，陈望开始进入空间学习。此时秦正明正在跟舒教授和沈教授谈起他。舒教授，这道题全县城就3个孩子做出来了，另外2个孩子我特意问了问，都有运气的成分，他们是一个数试出来的，但陈望这孩子肯定不是。金局长这么肯定是因为这孩子有什么特殊吗？呵呵，这孩子说起来还颇有传奇之色，他是我们县城底下公社学校的学生，听说他报名读书以前还是个傻子。听完秦正明的话，舒景文和沈茂对陈望确实起了点兴趣。这孩子如果真如秦局长说的一样，全部都是自学然后考满分跳级，那智商肯定不低。是啊，自学容易，可是自学完还能跳级考满分还是有难度的。何况他还是一所公社小学的学生，平时可能都没什么资料课外书可以看。秦正明虽然没有见过陈望的孩子，但从刘新怀口中也能知道他是一个勤奋努力上进的好孩子。他一直坚信搞教育就是培养祖国需要的人才，而现在陈望在他眼中就是值得培养的好苗子。那舒教授要不要看看这孩子？如果这孩子真的有数学天赋，我想让他也加入培训小组。那真是抱歉了，秦局长，如果早几天这就是件顺手的事，可是省城大学那边突然有事，我和沈教授明天一早就要赶回去。这么急？是啊，如果那边的事一时半会完不了，嘉阳那几个孩子都只有跟着我们去省城上课了。毕竟答应过你和周校长，我们肯定会教他们到考试之前。这没什么，2位教授的事最重要。如果秦局长那么看重那孩子，也可以让那孩子一起来省城。如果他有数学这方面的天赋，就和嘉阳他们一起上课吧。转眼刘校长就接到了秦局长的电话。好的，秦局，我问问陈望那孩子。好，到时候给你回话。陈望一来到学校就被叫进校长办公室，还以为刘校长找他说成绩的事，结果是问他要不要去省城参加培训小组。陈望还是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不去，之前在县城我都不去，现在更不可能去了。我是想去县城省城享受，但前提是得有自己的屋子，不然我宁愿就待在福林大队。这次可不要你们出钱，如果舒教授愿意收下你的话，你所有的花费都由教育局出。说实话，陈望很心动了，不过要是能折现就更好了，但显然不可能。不了，刘校长，我爸从小就教育我做人要老实本分，不能占别人的便宜。哎呦，这哪里是占便宜啊，这是人家秦局看中你，愿意培养你。别说了，刘校长，我知道，你替我谢谢秦局长，是我辜负了他的期望。再说他就要忍不住问能不能折现了。
哎，你这孩子就是道德水平太高，优秀品质太多了，有时候做人也不能太恪守这些。刘校长说的是，但这些已经刻进了我骨子里，很难改变了。我觉得刘校长是不是有点老花眼了？不然怎么会眼瞎到这种地步？刘校长，那我就先走了，我想去看看成绩。哈哈哈，对，被这事一耽误，我都忘记告诉你了。你语文100分，数学110，又是全县第1名。陈旺听完嘴角就开始上扬，但远在县城的许田和陆思婉心情却正好相反。不可能，全县第一怎么可能不是许田？老师，你一定是看错了。思婉，把电话给我吧，我和老师聊2句。那你跟老师说吧，我觉得老师肯定看错了，你再问问呢。王老师，麻烦你能帮我看看第1名是谁吗？电话那边的老师说了个名字，许田听完眉头却皱得更深了。方便看看他的分数吗？好，我知道了，谢谢王老师。怎么样？是不是老师看错了？周家阳没有参加考试，第1名怎么可能不是你的呢？陈旺也跳级了。啥意思？陈旺也跳级了？这次县城第1名又是他？而且我刚刚问了王老师，他分数语文满分，数学110，所以他也做出了那道附加题。谁做出了那道附加题？就是之前抢了你第1名的那个陈旺，他也跳级了，而且还做出了那道附加题，抢了许田的第1名。说完满屋子的寂静。我是不是说错话了？没有，你说的是事实。良久之后，许田又拿起电话，不知道给谁打了之后问到了刘心怀的电话。周家阳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许田想干嘛。你想跟刘校长打听陈旺？难道你不想知道他用了多少时间算出这道题的吗？陈旺知道成绩后就准备离开，恰好桌子上的电话也响了起来。刘校长，那我就回教室了。快回去吧。哎，等等，陈旺，咋了？刘校长，这里有个学生向我打听数学那道附加题，你花了多少时间做出来的？你正好在，你直接过来跟他说。陈旺一愣，从刘心怀手中接过电话。喂，陈旺，我是，你哪位？你不用知道我是谁，我就想知道算出那道附加题你用了多少时间，你能告诉我吗？这有什么不能说的？但是陈旺自己都不知道确切的时间，大概3分钟吧。说完电话里只剩沉默。喂，还在吗？好，我知道了，谢谢你。陈旺一脸莫名其妙，听这声音像是学生，不过这孩子打听这个干什么？不知道，可能是无聊吧。那啥，刘校长，我走了哈。好的。陈旺不知道他转头就抛之脑后的事，却令远在县城的周家阳3人震惊无比，心绪久久不能平静。房间里，周家阳和许田就这么呆愣愣的坐着。陆思婉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左看看右看看，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次2人好像是真的被打击到了。1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日后的陈旺做出了所有学生都束手无策的奥数题，学霸们却觉得陈旺只是运气好，而得知陈旺只用了3分钟就做完时，却被震惊到怀疑人生。那个其实我觉得陈旺就算是个天才又怎么样呢？跟我们也没多大关系。许田，你不是说了吗？反正我们都不是一条路，也成为不了竞争对手，那么在乎他干什么？在知道这个消息以前，我也是那么以为的，但现在不确定了。3分钟做出附加题，连舒教授那朋友的天才学生都比不上。许田，你的自信哪里去了？我们家庭条件优渥，出身就接受最好的教育，现在更是有舒教授、沈教授这样厉害的人教我们，你们还怕考不过一个偏僻公社学校的学生吗？竞赛又不是普通的考试，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就算智商再高，他也不一定能做出来，何况我们智商也不低。周家阳听到这里，抬眼看向陆思婉，而且一道题根本说明不了什么，万一他只是运气好，第一个解题思路就恰好对了呢。家阳，你不也说了吗？因为第一个解题思路错了，所以才用了那么长时间。确实，我第一时间没有想到倒推最简单，这不就得了？如果我们就因为这么道有意外因素的题被打击的一蹶不振，那我看索性还是别去省城给舒教授他们添麻烦了，直接放弃考特优班算了。不可能，我不会放弃的。考特优班不仅是为了证明我自己，也是我的爱好，我以后一定要从事数学研究。那许田你呢？还要不要去省城？当然要，我以后想要当上科学家，只有考特优班去中华科大。既然这样，未来的数学家、科学家，那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继续做题啊！明天去省城可要交作业了。好。房间外面，听到这里的周康面带欣慰的点点头。思婉这孩子真是太通透了，真感谢家阳能有他这样的朋友。周康带着妻子回了客厅。他们3个孩子中，思婉可能智商不是最高的，但情商一定是最高的。你看他平时总说自己笨，然后一副经常被打击的样子，那是因为许田和家阳本就是性子好强又骄傲的人，他要是不插科打诨的做个调和剂，3人友情不可能这么牢固。是啊，这次家阳和许田被打击，反而是他振作起来鼓励2人。所以啊，人生的1、2知己朋友是何其重要的事啊！你这会感叹了，我当初结交思婉他妈妈的时候，你还说我精明算计，想攀附人家秦局长呢。我们中年妇女之间就不能有点纯友谊了？哼！你看你
咋又说起这件事来了？真是，哎，我说错话了，对不起，我的错。你没错，你今晚就睡书房吧。今天发半期考试的成绩，除了数学最后一道附加题，班上同学都考得挺不错。而那道数学附加题全县3个人做对，有2个人据说还是走狗屎运蒙对的，那实际上就只有陈旺1个人做对。陈旺又以满分的绝对优势稳坐县城第1名的宝座，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怀疑过陈旺天才的名头。而且这次半期考试，他们公社小学依旧是公社片区第1，即使平桥毛公他们用了陈旺的资料，也没有考过永兴，但公社小学跟县城小学平均分之间的差距却越变越小。由此可见，陈旺的资料确实很有用。同学们听完鲁明峰的话，才知道原来平桥毛公那些以前让他们仰望的好学校，竟然也开始用陈旺的资料了。天哪，陈旺真的好厉害！窗边的陈旺拿着笔依旧在埋头计算，好像已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根本不在乎外界发生了什么。对，他肯定又在思考问题，不愧是天才。陈旺确实在心无旁骛地思考问题，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又考了县城第1名，但为啥学校还没给我发奖励？嗨，早知道早上就该直接问刘校长了。让你装。不过该来的始终要来。陈旺终于在放学前1节课拿到了奖励，一张第1名的奖状和5块钱的奖金。陈旺在确定只有5块之后，心情顿时就不好了。果然第1名不能考多了，不然就不值钱了。你这是被上次期末奖金把胃口养大了。陈旺听完想想，好像也是。之前学校奖励个2块3块的他就能高兴半天，现在都奖励5块了，他竟然还觉得少。所以啊，人得学会知足。所以我不能跟上次60的奖金比，我要和之前2块的奖金比，这样一下子就快乐了。随你怎么想吧。回到老陈家，陈旺才又高兴起来，因为陈奶奶一如既往的抱着他好一顿夸奖，还奖励了1块钱给他。晚上陈旺就把今天得到的6块钱一起放进了存钱盒里，加上之前的60，陈旺小小的存钱盒里竟然已经有了373块1毛的巨款。悄咪咪的亲了一口存钱盒，陈旺才又进入空间开始学习。陈旺跟着欧几里得掌握基本知识以后，他就要跟着不同领域的大佬更加深入的学习。而此时的周家阳3人完成习题之后，也开始收拾东西。他们将去省城进行长达5个月的竞赛学习。此时他们都在为各自不同目的努力着。时间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飞快流逝，转眼1学期就这么结束了。期末考试，陈旺当然毫无悬念的又拿了县城第1名。毕竟那几个卷王好像直接去省城连试都不考了。现在陈旺考个县城第1名简直不要太简单。这学期期末考试，陈家3姐妹也十分争气的得了奖状回来。陈敏和陈金凤分别是第1名和第2名的奖状，而陈美凤则是优秀班干部。空间的李陈旺则眉头紧锁，不仅桌子上铺满了草稿纸，地上也全都是草稿纸。9801再除以3119.755189，就等于3.1415926。对的，是3.1415926。拉马努金这个公式真的太牛了，用它来计算，直接就能得到正确的圆周率，比莱布尼茨的圆周率快多了。而且它的还不一定能正确导出，光验算出来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你有本事证明出来。这公式现在还没有被证明出来呢。不过有苏联的数学家已经在研究怎么证明了。真的？不过这也太难了，不是我这种小虾米能证明出来的。我用脚都能想到证明过程，肯定是天文级的计算量。陈旺因为沉迷在拉马努金公式中无法自拔，拿起笔又开始往后计算。他想看看自己到底能把圆周率算到哪一位去。就在陈旺沉迷在圆周率计算中时，此时中华科大却收到一封来自国外华裔著名物理学家的一封信。科学发展是国之大计，一定要重视。今天已经是腊月27，陈奶奶带着3个媳妇今天就开始在厨房忙活准备东西了。陈旺听见丸子炸好了，急匆匆的往厨房里跑进去，看见灶台上的丸子就想用手拿。我刚还听见你说自己在蹲坑，手都不洗就要拿东西吃了，看见好吃的就急得跟猴似的，都10岁的娃了。我忘了。哎，等一下，别用冷水洗手，妈给你舀点热水进去，省得又长冻疮。这旺仔也是碰着好吃的才像个孩子，平时硬是像个小大人似的。可不是，上辈子估计是投贪吃猪。有3个工人的老陈家现在也是支棱起来了，再加上今年算是陈林在老陈家的最后1个年，所以菜准备格外丰盛。于是陈旺就像老鼠掉进了大米缸，硬是吃了肚圆儿才出来。这会儿吃饱了，等会晚饭又吃不下了。不会，我现在正在长身体，等会就消化完了。最近饭量比以前大了不少，陈旺觉得自己应该是要长个子了，所以只要肚子饿了就吃，生怕营养跟不上以后真成一个矮子。快乐的日子总是很短暂，过不了几天都又要开学了。陈旺跟奶奶说自己要去休息一会，于是赶紧进入了空间。那现在要学习吗？学。你已经积攒了53个小时有效学习时间，准备开发哪项能力？那就空间观察能力开发2%，全面注意能力开发3.3%吧。话音一落，陈旺的这2项能力的数据立马发生了变化。空间观察能力开发到了3.9%，全面注意能力开发到了4.8%，脑域开发度达到了51%。很好，离较高脑域开发度阶段的最高值60%也只差9%了。哼哼，只要超过60%，我应该就是真正的天才了。纠正一下，是普通的天才。你别管，我自有定夺。1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现在已经是76年了。中华科大自从接到那封信之后，
信上面的内容得到了所有人的一致认可，都觉得当下华国最重要的就是发展科技，只有科技才能强国。我们现在迫切的需要一批拥有数学才能的有识之士，在科技、工程、国家建设等多个领域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搞掉那些错误思想，让学校回到最原本的样子，重视科学知识的培养。省城大学教职工大院，舒景文看完手中的信，脸上一片笑意。老师，什么事那么高兴啊？一件大好事。什么事能让老师都觉得是大好事啊？中华科大透露出着重培养学科人才的消息，这意味着说不定暂停了10多年的数学竞赛又将重启了，而且有极大可能会重新恢复研究生教育。真的？舒教授，这是真的吗？明确的文件自然没有，但这是一个风向。我们已经落后太久了，只有大力发展科技才能追赶上别人。要发展科技最需要的是什么？自然是科技人才了。这几年大家都是偷着藏着，生怕被发现了。但是从今年开始，教育事业应该会慢慢好转。有好多所高校已经明确表示要恢复研究生教育。那真的太好了！如果真恢复了，我一定要读研究生。我也是，我就希望能通过竞赛招几个有真才实学的人。有些被推荐来的学生简直啥都不懂，我都要怀疑他们到底上没上过高中了。要我说，还不如嘉阳他们小学生知道的多呢。你怎么拿他们跟嘉阳比？嘉阳那智商多高呀？我们学院能有几个比得上他的？说的也是，他脑子太聪明了。哎，舒教授，你可以把嘉阳输到门下，让他高中毕业之后直接来我们大学啊。对啊，到时候我们如果真的能读研，有什么课题就可以找嘉阳了。就是，舒教授，你可不能放过这样的天才儿童。嘉阳那孩子的智商确实挺高，但算不上天才儿童。你们别老是夸他，这样对他也不好。而且他立志要去中华科大，我是很支持的。周嘉阳这都不算天才儿童，那天才儿童能聪明成什么样子？2岁数到100， 3岁背诗200首，4岁认字1000个，5岁下棋打遍周围无敌手，6岁就能吟诗作对，7岁读完中医就能开药方。这样的人才称得上是天才儿童。舒教授，这真的有这样的神童吗？此时书房里的周嘉阳、许田和陆思婉3人也无比吃惊。他们本来做完了题，正准备去找舒景文批改，结果在门外就听到这段话。我觉得舒教授刚刚说的那神童肯定就是他朋友的学生，就是8分钟算出奥数题的那个，应该就是他。就是没有想到他竟然那么厉害，这样看来陈旺比起他真的不算什么。我的天，世界上真的有这么聪明的人吗？好想亲眼见一下啊！好了，他这样的人以后肯定也要进中华科大。你努力考上一中特优班进中华科大的话，肯定就能看到他了啊！但是好难啊，而且这才过完年回来，你们怎么能这么快就恢复状态呀？我还想着玩呢。离考试还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思婉，你该紧绷起来了。哎，我觉得我就该和潘星元一样，直接放弃这条路不来省城。这后面真是越学越难，我都快跟不上了。哪里跟不上就问我们，是你鼓励我们来的，你自己又怎么能放弃？好啦好啦，我就是说说而已。过完一个舒舒服服的年，鲁明峰看着走进教室的陈旺，笑得嘴都合不拢。因为这学期是他上学以来唯一没有跳级的一学期，因为再跳就是初中了，那得考才行。于是新的学期一开始，刘兴怀办公室里的电话就没有停过，都是县城几个中学的打来问陈旺的，其中竟然还有平条公社中学的招生老师，这可把刘兴怀气得不轻。他的县城第一怎么可能去一个公社中学读书？要是真去公社中学，那也是去他们自己公社的中学，哪能轮到他们平桥？可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过气归气，刘兴怀还是决定现在就找陈旺聊聊升学这个问题。读哪个学校？是啊，去年3中不是给我们打电话了吗？幸好没答应。这不，刚一开学，1中和工厂中学都给我们打电话了。陈旺想到那几个卷王好像都走了，那自己去1中或工厂中学应该都碰不到他们，那选哪一所学校好像都无所谓。这种情况自然是谁给好处就去谁那里啊。那个刘校长，这几所中学都有什么优待啊？刘兴怀第一次听学生问这个的，因为以往都是大家挤破头往中学考，现在县城中学提前来招收，说实话他都有些受宠若惊。看刘兴怀表情，陈旺就知道学校那边肯定没有收，不过他也能理解。刘校长，你也知道我家境贫寒，读书的开支对家里是不小的负担。要是哪所学校能减少或免去我的学费，那我肯定就直接去读那所学校了。慎重慎重，读书也不能光看这个。但是你想为家里减轻负担的想法，我完全能理解。那这样，我先问问再做决定。好，麻烦刘校长了。但我真的特别想为家里减轻负担。你这孩子就是太懂事了。说完，刘兴怀就拿起电话，挨个给中学负责招生的老师去了电话。没一会就都得到了答复，县城3中愿意直接给陈旺免去学费，每个月还有生活补贴。那我就去3中，之前也是他们第一个打电话过来，这样诚意满满的学校我不能辜负了啊。你别着急，1中和工厂中学虽然没有生活补贴，但也愿意给你免去学费，前提是你毕业考试能考县城第1名。我还是觉得3中好。见陈旺铁了心要去3中，刘兴怀急在心里，他哪能让3中用1顿饭就骗走他的县城第1名？这个还是先别急，你不是还要去竞赛吗？哦，对，竞赛是4月份，这还有不到3个月时间就到了。
那我们等竞赛完了再考虑这个问题吧。说实话，刘心怀对陈旺的竞赛没有抱太大期望。陈旺再怎么聪明，没有老师教他，觉得那些知识也很难学会，所以才会提前跟他商量升学的问题。但是这时为了拖延时间，也只能拿来当借口了。陈旺倒无所谓，反正到时候不出意外，他还是会选3中。不过刘心怀的话倒提醒了他，参加竞赛的时间要到了，可他的书还没有看呢。于是这天晚上回去，陈旺就赶紧把书拿出来开始学习了。可翻开之后，眉头就皱了起来。不是，考个中学就要学这么难的知识了吗？看来那几个卷王日子也不好过啊。幸好这些知识我都跟着天才大佬们学过了，不然还真看不懂。你到底在担心什么？而此时几名中华科大的大一学生终于赶到了北岩县城教育局门口。信上写的地址应该就是这里了，我们进去找工作人员问问吧。教育局竟然来了几位中华科大的学生，这一消息直接惊动了秦正明。秦正明亲自接待几位学生，说明了来意。捐赠的数学资料。是的，秦局长，当初李老下放的时候，为了保住那几本珍贵的数学资料，就把它托付给了当地的一位曾先生保管。后来李老没有坚持下去，只在信中提及此事，嘱咐我们以后情况好了一定要找回那几本国外著作。前些日子我们才找到那位曾先生，结果他说他已经搬到了外省，而书则捐赠给了教育局，所以我们这才上门打扰了。没有，既然这样，你们稍等，我去让工作人员找来。真是麻烦秦局长了。哪里，不过你们是为了这些书特意过来的吗？是的，因为太过珍贵，其中有一本已是绝版。半个小时后，朱秘书带着2个惶恐不安的办公室干事走了进来。什么情况？2人把我给陈旺找的竞赛书和捐赠的数学著作弄混了。王干事把那几本珍贵的数学著作送了陈旺，而徐干事为了偷懒将错就错，把竞赛书收编入了库。那个叫陈旺的是什么人？住在哪里？我们现在立刻去找他。1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年级的陈旺在学完大学资料后才发现资料送错了，而几名中华科大的学生因为找不到资料急得焦头烂额。大家先别着急，这陈旺是我们公社小学5年级的学生，这孩子是一个爱学习的人，拿到书就算看不懂也应该会好好爱护。我这就给他校长打电话，叫他把书送过来。于是第2天陈旺一到学校就被刘心怀急切地叫去了办公室。刘心怀昨天接到秦正明电话，听到这个消息后差点没被气晕过去。陈旺见状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开始回想自己有没有干什么惹刘心怀生气的事。什么？书弄错了？陈旺气得不行，简直想把那2个人抓来大卸8块，这害他吃了多少苦啊！是啊，要不是人家中华科大的学生专门过来找书，我们到现在都还蒙在鼓里呢，也不知道我现在去把书换回来，你重新学来不来得及。不过回想起来，这样他是不是就能名正言顺的不去参加竞赛考试了？毕竟书拿错了，他一点竞赛知识都没学嘛。陈旺，书你都带着吧，你快给我去县城给你换回来。带着的。说着，陈旺就从书包里把书拿了出来，递给刘心怀的时候，陈旺总觉得自己有什么事好像做了一半没做完，只能看着刘心怀装着那几本书着急忙慌地赶去了县城。昨天秦正明安排好几位学生住进招待所之后回来，直接把2位干事给开除了，没有留一点情面。2位干事霎时就呆住了，他们以为这次错误最多就是被批评教育一顿，结果竟然丢了工作。刘心怀不知道秦正明昨天就干脆利落地把那俩害人精给解决了，气冲冲先跑到办公室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人，出办公室正好碰到朱秘书，才知道那2人已经被开除了。刘校长，你书带来了吗？秦局和那几位中华科大的同学早就等着了。带来了。2人一进办公室，沙发上几个年轻学生迫不及待站了起来，眼中全是期待。刘心怀见状就知道这书应该真的十分珍贵了，他小心翼翼地拿出来，几位同学赶紧过去双手接住。书都在这里了，一共就5本，陈旺那孩子保护的也很好，没有一点点损坏。谢谢，太谢谢您了。这书真的很重要，当初翻译这书的老师已经去世，我们现在很难找到再能翻译的这么精准的老师了。不用谢。此时秦正明拿着5本真正的竞赛资料走过来。抱歉刘校长，因为我们办事人员犯的错，才让陈旺浪费这么多时间，这几本书就直接送给他作为补偿。还有，虽然必须要学完竞赛资料才能去参加考试，但他如果想去试试，我会想办法帮他争取一个名额。我回去问问陈旺吧，不知道剩下这半个月时间他能学多。话说到一半，刘心怀突然想起一件事。同学，你们是数学系的学生吗？对的。那你们手上这几本书是很高深的数学知识吗？我是说如果就是脑子很聪明的话，自学能看懂上面的知识吗？如果看懂了，那去考竞赛有没有问题？几位中华科大的学生听完一头雾水。那要看这脑子聪明到什么程度，还有这自学的人有没有数学基础。小学5年级应该算有数学基础吧？青年听完眼神错愕，差点以为眼前的校长是在跟他开玩笑。那孩子脑袋真的很聪明，
他所有的知识几乎都算得上是自学的，而且当时我问他看得懂这些书不，他说他看得懂。刘校长，如果没有大学的数学基础，又没有数学专业的教授上课的话，一个读5年级的孩子应该很难看懂。这些上面都是一些定理、公式、猜想，属于整个数学界都需要共同探讨的问题。要自学懂这些知识，除非他是第二个华先生，除非他在数学上有极高的天赋。但这样的数学天才，100年来我国也才出了一个华先生。刘心怀听完，心中这才真正失落起来。不过如果那孩子真的聪明，那他应该能很快入竞赛的门。竞赛跟做数学研究不一样，他是用特殊方法解决特殊问题。如果思维逻辑强，有人专门培训的情况下参加中学的竞赛应该没问题。有人培训的情况下没问题，但关键是他们就是没人培训。刘心怀愁眉苦脸的抱着书回去了。陈旺得知后心情那叫一个激动。放心，秦局长给我保证了，他一定想办法给你弄一个竞赛名额。你也别担心自己考不好，人家中华科大的那些学生都说了，只要脑子好，培训一下参加中学的竞赛还是没问题的。但是我相信你就算没有老师培训，自己也能看懂这些资料，毕竟你也说自己更适合自学，所以别放弃，我相信你，也要相信自己。陈旺生无可恋的抱着书出去。陈旺这孩子就是稳重。晚上陈旺双眼呆滞的坐在空间里。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之前学的那些竞赛完全用不上，现在还得跟竞赛老师从头学起？也不是完全用不上，只是两者不是一条赛道。但是你掌握的那些知识肯定能帮你扩展思维，增加解题思路。而专业的竞赛老师是要教你竞赛中更实用的东西，比如培养竞赛的技巧，深入讲解数学思想方法，让你见识更多常见题型，加强。停，是不是只要我学完这些，这次竞赛就能糊弄过去了？绝对没问题。行，我学。5天后，距离竞赛还有11天，陈旺终于掌握完竞赛知识和竞赛技巧。今天就是我解放。话没说完，小才甩了一本砖头厚的书出来。放的什么东西？这是上面不写着吗？陈旺定睛一看，奥数竞赛历年真题选。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听完理论知识该刷题了。我不刷，不刷也行，大不了就是被刷完题的卷王们按在地上摩擦爆掉天才马甲，然后灰溜溜的回到学校接受全校。刷。陈旺含泪开始刷题，然后2分钟一道，2分钟一道，一个晚上就干了大半本。你是不是拿错题了？我感觉不像奥数题，像练习册上的题。你快别说话了，都哑成什么呀？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一晚上到青春期开始变声了呢。我这是霸道总裁音。发现刷的奥数题也不难之后，陈旺又精神起来了。那种分分钟就能做出来的题做一做又何妨？小才见状默默掏出升级版奥数真题卷。我劝你不要成为讨厌的系统。你做不做无所谓，反正上面好多题当年都没人能解出来，你估计也解不出来。我不信，我要试试。半个小时后，哈哈哈，你不说很难吗？区半个小时我就解出来了，我果然是天才。后面还有好多道呢，解开一道算什么？你等着，今天我就要让你心服口服。陈旺忙着让小才心服口服，没注意时间，转眼就来到竞赛前3天。陈旺，你东西收拾好没有？啊，收拾啥东西？衣服和日用品啊！我上周不是告诉过你吗？秦局长拜托舒教授把名额申请下来了，我们要提前3天去省城准备啊，明天就出发了，你不会忘了吧？没有，东西早就收拾好了。他不是忘了，他是根本就没听进脑子里，鬼知道他当时在想什么。好，记得啊，明天不上课，早上7点我们就得坐班车去县城。我记住了。于是放学一回去，陈旺就叫他妈帮他收拾衣服。收拾衣服？收拾干嘛？我和我们校长去省城参加数学竞赛，估计要4天时间，你看着帮我收拾2件吧。陈奶奶摘菜的手顿住了。啥？旺仔，你刚说啥？要去省城干啥了？啊，我爸回来没给你们讲吗？10多分钟后，陈守敬被陈奶奶拿着扫把追得满院子跑。老娘今天就要打死你！旺仔要读书，不管多少钱，老娘就是砸锅卖铁也要送他去。你拒绝干啥？那可是省城的中学啊！要不是旺仔自己争气，那不就白白错过了？你站住！第2天，陈守敬亲自把陈旺抱到自行车后座上面。我就知道我儿子最棒，是爸的骄傲，好好考就行，考差了。不会说话就闭嘴，净说不吉利话。旺仔啊，好好考，一定能考好的。奶，我知道了。此时孟玉娟恋恋不舍地半抱住陈旺，这还是陈旺出生以来第一次离开他身边。儿子加油，争取一下子就考上，然后去省城读书去。妈，我会想你的。好了，旺仔这出息了，哭啥哭，笑起来。我知道，我就是舍不得。话说完没？说完我们就走了。走吧，等会时间晚了。好嘞，那我们走了哈。旺仔加油，旺仔加油，好好考。旺仔，记得考试之前买1根油条2个鸡蛋吃啊。知道了，奶。1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从陈旺学错竞赛书之后，仅仅学了半个月就来到省城参加数学竞赛。原来这就是省城啊！哈哈，是不是很繁华？刘心怀拿出秦正明写的招待所地址，
我也只来过2次省城，等会出了车站，估计还得问路才能找到这个地方。陈旺看着车站门口前的人群，嘴角上扬。刘校长，等会我们应该不用问路了啊？为啥？因为有人来接我们了。说着，陈旺给刘心怀指了指人群中的3个孩子，他们高高举着手中的牌子，上面清晰的写着永兴公社陈旺6个字。是不是我们县城来省城培训的那3个孩子？应该是，我之前见过他们。那几个让他恐惧了好久的卷王，没想到他们竟然会来接他。此时人群中的周家阳3人也看见了北沿县城来的汽车，车进去了，也不知道刘校长和陈旺看见我们没有。他们要是坐窗户那边，估计就没看见。我们应该再做一块牌子站对面去的。对啊，我们之前怎么没想到？哎呀，等会他们要是没看见我们，直接从对面走了怎么办？关键是我们又不认识他们，不然还可以分个人站马路对面去。等着吧，反正都是1/2的概率。许田，你关注到对面，只要是看见有一老一少组合的，你就大声喊陈旺的名字。你们好，我就是陈旺。3人短暂吃惊过后，很快反应过来。你好，我是周家阳，您就是刘校长刘伯伯吧？您好，我爸爸是周康，您应该认识。哈哈哈，当然认识，家阳是吧？你好，你好。我叫许田，钢铁厂小学5年级学生。刘校长好，刘伯伯好，我叫陆思婉，秦正民是我舅舅。好，你们好。简单的相互认识了一下，3人就带着2人往外走去。你们怎么来接我吗？陆思婉看了陈旺一眼，苏教授叫我们来的，怕你们找不到路。但其实他们也想看看传说中的陈旺到底长什么样子。说实话，陈旺长得确实跟陆思婉想象中的样子不太一样，白白净净、斯斯文文的，还有那气质一点都不像乡下的孩子。哎呦，那真是谢谢苏教授和你们了，要不是你们来了，我和陈旺还真找不到路。到了招待所之后，刘心怀和陈旺就赶紧把东西放好，而周家阳3人对视一眼。刘校长，我们能不能带陈旺出去走走啊？我们有点事想跟他聊聊。那你们就在屋子里说吧，我正好有事要出去一趟，还怕陈旺一个人待在屋里无聊呢，你们正好陪陪他。等刘心怀出去以后，陈旺正襟危坐，完全不知道这几位卷王要找他聊什么。结果3人问的竟然是他学错竞赛书的事。所以你到现在满打满算就学了半个月的竞赛书，而且还是自学的。他们3人之前听舒教授说了一嘴，还以为听错了。如果陈旺真的拿错书耽误了那么长时间，那应该完全没有来的必要了。但现在依旧要参加，那说明他还是学了不少时间，有信心才会来。差不多学了14天。学了14天你就敢来参加竞赛了？3人彻底不淡定了，觉得陈旺简直把他们看中的竞赛当成了儿戏。当初说自学就算了，现在因为拿错书只学了半个月，竟然还要来参加。而且秦局和刘校长他们也不管，还由着他。看着3人突变的脸色，现在已经能看得懂点眼色的陈旺知道他们肯定在生气，但又不知道自己哪句话得罪了他们。毕竟秦局长把名额都申请下来了，我不来不太好吧？我舅舅让你来的。对，应该是潘思源不参加，秦局觉得我们县只有3人参加不好看，所以才加上陈旺的。这样一说好像有点道理，不过陈旺这样子去考，要是考得太差，我们北沿县城脸上也不好看啊。那确实是，虽然是个人竞赛，但到时候除了省城各县之间的竞赛成绩，肯定还是会被拿来比较。不是我，但是3人完全没给他说话机会。后天就竞赛了，要不我们这2天就给陈旺来一次加强培训？可以，我把我整理的资料带过来。如果陈旺能在明天之内把上面的题做完，应该不会考得太难看。算了，你那些题太难，还是拿我的吧。看着3人说完就要走，我很谢谢你们这么关心我，但是我觉得就2天时间了，加强培训啥的就没有必要了吧。他这14天过得已经够加强了。你是怕麻烦我们，还是破罐子破摔，已经彻底放弃自己才不想接受加强培训的？我怕麻烦你们。没关系，我们不怕麻烦。许田翻开自己整理好的竞赛题基本摆在陈旺面前。我们也不知道你的具体情况，这一页是最基础的题，你先做做看，做完我们心里也好有个底。要是这上面的题陈旺都不能做对，那他们也没有培训的必要了，直接劝他放弃还好点。那我就做了啊。给你1个小时的时间吧。那不用，我10。司马，秦局来楼下接你了，好像是你妈妈生病送省城医院了。我妈妈生病了。陆思婉一脸惊慌，听完就直接冲了出去。周家阳和许田对视一眼，然后纷纷把资料都放在桌子上。陈旺，这些都是我们整理的竞赛题，我们可能帮不了你什么了，你自己这2天多练练吧。许田，我们走。然后2人也急匆匆地跑了出去。好，那希望秦阿姨身体无恙啊。现在就没人帮你培训了。那这样的话，他可就要出去买东西了。明天都考试了，你去哪里买东西？啥？明天就考试了？是啊，明天就考试了，所以你今晚好好休息，争取明天有个好状态，快睡吧。好的。嘴上这么说着，倒下就开始催。快，再把那升级版的奥数题拿来给我刷刷。他现在发现刷题挺能缓解紧张的心情，不过他也不紧张，就是想单纯刷题而已。第2天早上，1中门口已经聚集了很多前来参加考试的学生。陈旺怎么还没有来？他不会是记错时间了吧？他来了。陈旺背着书包小跑过来。
你们怎么来这么早啊？是你来晚了，这马上就要进去检查身份证明了，你再来晚点都进不去了。哎，怪我，是我早上肚子痛耽误了时间。肚子痛，刘校长是吃坏肚了还是水土不服啊？都不是，我是太紧张了。三人惊讶地看了一眼放松无比的陈望，再看一眼确实紧张的发抖的刘心怀，一时分不清到底是谁要去考试了。陈望跟刘心怀挥挥手，就跟着三人进去了。放轻松啊，陈望，别紧张。我知道了，刘校长比你紧张多了，我看该放轻松的是他吧。他是有点紧张。路上陈望还记得陆思婉妈妈生病的事，顺便问了一嘴。幸好虚惊一场，没什么大问题，不然我今天估计都没心思考。那就好。给你的题都做了吗？能做起吗？做了。做了多少？上面有答案和过程的，你纠正。北岩县城的同学来了。陈望见状偷偷松了一口气，卷王果然是卷王，给人压力太大了。四人验完身份就去了各自的考场。陈望一看自己的考场，第6考场11号。没想到这个竞赛参加的人这么多，考场竟然都有6个。因为每个县城都有学生参加，我们北岩县城估计是参加人数最少的了。你看其他县最少都有5、6个，加起来当然多了。哦，原来是这样。只是陈望没想到他们县参加的人少点也会被人家嘲讽。哈哈哈！你们看到北岩县城参赛的人没有？只有4个。看见了，笑死人了！一个县城只能凑4个人出来，看来真是没人了。就是才4个人，到时候一个都没考上就好看了。那你们这么多人参加，是知道自己质量不行数量来凑吗？1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那你们这么多人参加，是知道自己质量不行数量来凑吗？那几人面色顿时一僵，因为他们认出了陈望，没想到人矮嘴皮子还挺厉害。陈望自以为队赢了，头一昂就潇洒走了，结果冤家路窄，其中2人都跟他同一考场，而且前后桌。于是陈望就老实等着发卷子。同学们，这次竞赛我们改变了赛制，不再按以往的方式招收学生。此时省城教育厅，江宁省各县来参加会议的教育领导都陆续进了会议室。秦局，你座位排在这里。原局到的挺早。招呼秦正明的是潼关县教育局领导袁谷秋。这次1中的特优班招生，你们派了几个人去？4个。你咋才派4个？你看上面风向一变，大家都想方设法的多加人，就你老老实实还按要求选人。可不是，我一察觉到立马就加了人，足足派了13人。呵呵，是吗？那真是恭喜邮局啦！消息挺灵通吗？嘿嘿，哪里。今天的会议召开得很突然，大家都坐进会议室了，也不知道会议内容是什么。直到领导开口，竟然是逐步着手恢复各中小学竞赛和大学研究生教育的议题讨论。为今之计，只有重视科学人才的培养才是教育之重点，所以经各研究组讨论，决定于今年9月份重新恢复省城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其次，关于我们停了10多年的数学竞赛该不该恢复，也进行了充分讨论。最后决定以本次1中招生考试为实验对象，恢复以往的竞赛模式，看看效果。底下各县的教育领导们都露出了惊讶表情。恢复以往的竞赛模式是啥意思？现在跟以前不一样吗？肯定不一样。之前竞赛停了之后，各地都不准再举办。当时1中的老校长就把竞赛改了个名头，叫招生考试，模式也改了。我记得以前的竞赛非1是2是啥的，现在就是统一考1张卷子就完了，只是题很难就是了。那么复杂，要不怎么能选中有数学天赋的人才呢？所以我们各级领导都十分重视这次考试，加上这次考试人数变多，教育组已经派人过去帮助1中老师监考，也为了能实时传回考试结果，这也是对大家工作的一次检验。工作有没有因为某些原因走错方向？在座的各位同志有没有担起自己的职责？等考试结果出来就一目了然。听到这里，大家顿时表情各异，有心虚的，有眉头紧蹙的，有淡定沉稳丝毫不慌的，还有自以为干得不错洋洋得意的。我看现在要不是还在开会，邮局都要举杯庆祝起来了。他们县派了13个人参加，他估计以为能靠人数获胜。他本来就是从其他部门转过来的，不了解竞赛也正常。不过你应该可以放心了，你们县那几个尖子生培养得很不错，这次考试估计会有亮眼的成绩。那几个孩子可是我精挑细选培养的，当初只是为了以后推荐几个有真才实学的学生去读大学，谁知道还能峰回路转，重新遇到竞赛恢复的一天呢？你倒是有些可惜了，要是早2年升上来，说不定还能多培养几个好苗子。其实这次来的4个孩子都挺不错，就是培训的时间短了点，还有一个因为家庭原因没有参加培训，但我还是挺期待孩子们的成绩。秦局长心态倒是挺好。为表重视，这次竞赛取得冠军的同学将由我亲自颁发奖状和证书，并给予丰厚的奖金。这意味着这次竞赛不仅仅是考不考得上特优班的问题，而是荣誉的问题。就在各位领导都激动不已时，参加考试的学生们却有些忐忑担心。不再按以前的方式招生啥意思啊？不知道啊，不会我们培训的东西都没用了吧？同学们顿时都在交头接耳惴惴不安的讨论，只有陈望做的四平八稳，倒不是因为他胸有成竹觉得自己胜券在握，而是他本来啥都不知道。正所谓无知者无畏。今年的竞赛将恢复最初的竞赛模式，分为1试和2试。1试要求在1个小时内解答5道题，主要考你们的基础知识和演算速度。
所以一试都通不过的人将直接淘汰。神马，为什么弄成这样啊？安静，这次考试不仅仅一中十分重视，上面领导也十分重视，还派了工作人员前来巡考，所以大家诚信考试。最后说一点，此时考试允许提前交卷，时间也会按比例计入总分，意思是总分70分，在全队用时又短的情况下，有同学可能考到75分去。陈旺听到这句话却恨不得鼓掌，他回去一定要讲给王老师听，人家提前交卷还加分呢。很快考试铃声响起，陈旺拿到卷子一眼就把上面的题看完了，就这么5道题，5道题里竟然还有1道选择1道填空，所以正儿八经需要演算过程的只有3道，但是题少难度肯定大。于是陈旺深吸一口，决定全力以赴面对这张试卷。结果发现这张试卷的2道填空题和选择题都太简单。第一道选择题是从1加到17等于多少？说真的，这种题做了太多，陈旺都快把1到100之间的连续自然数相加的合计到脑子里了，连公式都不用套。第2道填空题是98乘98的积是多少？陈旺毫不犹豫地填上答案9604。现在100以内2位数的平方他背都能背出来，直到最后一道应用题才有点难度，考到就是不动点定理。但这道题陈旺也只花了8分钟的时间来绘图，因为陈旺频频抬头看时间，监考都注意到了他。于是他在检查完再抬头时，就对上了监考老师锐利的眼睛。陈旺被审视的手一抖就举了起来。老师，我交卷。话音一落，不仅监考老师目光惊讶起来，周围的学生更是一脸吃惊见了鬼的样子。安静，自己做自己的。于是陈旺就在一众考生震惊的目光中走出去了。此时的刘新怀正跟陪考的家长或老师们坐着休息，他们坐在一起闲聊关于竞赛的事情。刘新怀一个偏远公社的小学校长，对竞赛这事儿了解的实在不多，别人聊的话题他也插不上嘴，只能坐在旁边听。但越听心里越没底，原来竞赛还有这么多门道和讲究啊，而且还有从小就开始培训的。那他家陈旺这种只自学过10来天的，是不是已经没希望了？这位老同志，你家孩子学培训几年了？啊，当哥，才半年就来参加竞赛了。哎呦，可真有信心。是啊，你这是在哪位老师那里培训的？是1中的徐老师还是3中的刘老师？这时刘新怀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自己好像做错阵营了。这里好像都是省城本地的人，正犹豫着要不要换个位置，一个年轻小伙子着急忙慌地跑了过来。重大消息！重大消息！一声惊呼，所有人都围了过来了。1中这次招生考试又改成以前竞赛的模式了，有1试、2试，上午过了1试才能参加下午的2试。下午还要考？大妈，要是你家孩子下午不考，说明他1试就淘汰了。哎呦，那可要考，我孙子下午一定要考。年轻人，你哪里听到的消息啊？教育局啊！而且你们知道吗？这次竞赛教育局领导都重视得很，说要亲自为这次竞赛冠军颁奖，还有奖金。真的？当然是真的，我有亲戚在里面工作，现在各县教育局领导都被喊来在里面等成绩出来呢。哎呦，真的，我孙子要是能得冠军就好了。哪有那么容易？你不看看这次考试有多少人，感觉足足比往年多了1半。下午人就少了，1试估计就能淘汰1半。那这个1试啥时候结束啊？不会也要中午去了吧？不会，听说就1个小时时间。那还早。是，感觉考试铃刚响不久。天哟，谁家孩子这么快就被淘汰出来了？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哎呦，谁家孩子这么快就被淘汰出来了？哎呦，吓死我了！幸好不是我家孙子。但旁边的刘新怀感觉天塌了，因为出来的竟然是陈旺。陈旺还没走出去几步，就见刘新怀苦笑着走过来接他了。刘校长，你咋了？没事的，陈旺，淘汰了也没关系。其实我们县城1中也挺好，离毕业考试还有段时间，只要我们回去努力，争取再考一个县城。不是，等等，刘校长，谁说我被淘汰了？你没有被淘汰，那你为什么这么早出来？老师说可以提前交卷，我就出来了。你卷子都做完了？啥卷子做完了？就是孩子咋就你一个人出来了呢？陈旺只好把可以提前交卷的事讲了讲。所以你不是被淘汰了，是因为把卷子做完了，提前交卷了才出来这么早的？对。那啥，时间用少真的会加分吗？老师是那么说的。天哪，提前这么多时间交卷，这孩子得加多少分啊？嘿，大家让让，时间这么早，我们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刚说完，一个老师从学校里面小跑出来。同学，你是考完试的学生吗？对，是这样的，因为大家要等1试成绩出来才知道下午还要不要考试，所以我们学校开放了食堂，大家可以在里面坐着等成绩，饿了也可以吃饭，也省得大家来回奔波耽误时间。那好，我们就去食堂等。贵校真是考虑周全。应该的，那你们跟我来，我先带你们过去。于是陈旺和刘新怀就成了第一批去食堂等着的人，剩下的人只能看着刘新怀和陈旺离开的背影羡慕不已。但是又将近等了10来分钟，学校里才出来第2个学生。第2个出来的人还以为自己是交卷最早的一个，出来时面带笑容，等着大家上来夸奖。哎，那孩子你杵那干嘛？你挡住我们视线了。对啊，快去找你家长吧，后面还有学生出来了。陈旺趴在食堂窗口边，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对，猪肉粉条也要，再要1个青椒肉丝。刘校长，你还要点啥不？够了，
再多就吃不完了。再要一个糖醋排骨。于是周家阳和许田一进食堂就看到了陈旺和刘心怀。陈旺刚啃完一块排骨，抬头就看见食堂门口愣着的周家阳和许田。这里，快过来啊！菜都点好了。两人神色复杂的走过去，还以为陈旺跟陆思婉一样没出来，结果菜都点上了，看样子是出来不少时间了。陈旺，你什么时候交的卷啊？考试后18分钟。18分钟就交卷了？怎么了？没什么。不过你题全部都做完了吗？做完了，就5道题，我还检查了一遍，应该没有漏掉的。那个有啥问题吗？没什么问题，只是他开始回想自己18分钟的时候在做哪道题，不出意外应该是第4道题。于是本该热热闹闹吃饭的桌子上竟然诡异的安静了下来。陈旺虽然觉得场面有些奇怪，但是菜点都点了，于是拿起筷子继续吃饭了。刘心怀见状也默默吃自己饭。于是陆思婉走了过来，陈旺，你竟然都比我先出来。陈旺不仅比你先出来，也比我和许田先出来，他是第一个出来的，只用了18分钟，18分钟就做完了，你蒙的吗？那么快？前2道题不用算，后2道太简单，就最后1道绘图用了点时间。你们是怎么花那么多时间的？哈哈，交卷早又怎么样？以为只有提前交卷就能加分呢？就是有些人可能连规则都没听懂，脑子里就想着加分题，随便乱做一通就交卷了。陈旺放下碗，扭头一看，又是那几个人。你看你们果然质量不好，竟然拖到时间到了才交卷，不会以为交卷晚就能得满分吧？几人被陈旺踩中痛点，脸色瞬间黑成锅底。但是碍于有刘心怀这个大人在场，再气也是能瞪陈旺一眼，然后憋憋屈屈的走了。结果陈旺一回头，却对上了几人惊讶的眼神。你们怎么了？从外表真是看不出来你这么会对人。呵呵，是吗？因为你看起来就像伊利夫人的3好学生。我刚刚也没动手啊。3人很快调整好心态，不过他们实在没有陈旺那么松弛，还能吃得下饭，还是要等到成绩才能心安。这边考试铃声一结束，卷子立马按考场和时间分批到了阅卷老师手中。学校领导要求所有卷子在1个小时内批改完成，然后半个小时内统计完成绩。老师们的笔杆子动得飞起，就怕耽误了时间。陆思婉看到其他桌的同学已经开始互相对答案，我们要不要对下答案？没有必要，还有几分钟成绩就要出来了。话音刚落，食堂的广播就响了起来。应该听得见吧？好了哇，那我开始了。此时食堂里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全神贯注地听着。大家好，我是一中校长李光华，谢谢大家的耐心等待。现在仪式的成绩已经出来，考虑到大家想看成绩的急切心情，现在就由我直接为大家播报，稍后也会有成绩单贴在操场公示栏上，大家可以自行查看。有对成绩有疑问的，可以到1楼办公室找老师询问查验试卷。好了，接下来我将以县为单位开始播报成绩。第1个岳岩县通过人数3人，分别是庄启航、潘宇涛、邱子聪。天，我过了，哈哈哈！我也过了。对，你也过了，刚听见你名字了。下一个安阳县，一连播了好几县都没有到北岩县，陆思婉紧张的手心都冒汗了。我的天，这也太煎熬了，什么时候到我们啊？下一个就是了。下一个北岩县，3人顿时惊诧地看向陈旺。通过4人，分别是陈旺、周家阳、许田、陆思婉。耶，过了，都过了，我们全过了。对，我们全过了。原来只有4个，不过人家来4个过4个，还是很厉害了。也是，说明选的确实是厉害的人来，不像有些县来13个，通过了2个，哈哈哈。嘘，小点声，等会人家靠人数打过来，我们可打不赢。所以刚才为什么你会知道下一个就是轮到我们县城？因为它是按拼音字母顺序播报的。我们北岩 B 开头肯定在第2序列，江宁省 B 开头的县一共就5个，他都念了4个了，下一个肯定就是我们了啊！这么紧张的气氛，你竟然还有心思注意到这个？我不紧张啊！3人听完，表情顿时又复杂起来。以上就是所有县城通过仪式学生的名字。那我们走吧，应该播完了。另外，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恭喜以下10位同学在仪式中取得满分的好成绩。而周家阳默默握起了拳头，刚刚起身的许田又坐了下去，很明显都在紧张。只有陈旺趁所有人不注意，把不小心掉在桌子上的糖醋排骨挤进了嘴里。此时广播里已经在开始念名字，已经念到了第7个，但是陈旺他们的名字一个都没有。周家阳和许田神情也越发紧张。还有北岩县城的周家阳、许田同学，恭喜以上同学。刘心怀虽然有些失落没有陈旺，但是仍然笑着祝贺2人。周围的同学更加惊讶了，这个北岩县城就来了4个人，结果不仅全部都通过仪式，而且还有2人是满分。实力这么强吗？太恐怖了点吧。周家阳和许田相视一笑，一颗心总算真正落回肚子里。这时陆思婉高兴过后，看见陈旺一直低着头，以为他在失落。陈旺，没关系的，下午还有。陈旺听见自己名字，下意识摇头，顿时反应过来嘴里还有没嚼完的排骨。陆思婉安慰的话一下子就卡在了喉咙里。那个我。现在我们用更热烈的掌声恭喜仪式的第1名。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难道刚刚满分的都不是第1名，还有更高的分？周家阳和许田猛然看向陈旺，
心中突然有种强烈的预感。你们看着我干嘛？我吃的不是掉桌上的。1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及北岩县城的陈旺同学以75分的高分成绩勇夺第1名。我没有听错吧？比满分还高5分。所有人都不敢置信地看向北岩县城的4人。天，这北岩县城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不过他们有4个人，除去刚刚考满分的2人，还剩下一个女孩和一个小矮子。那到底哪个是陈旺啊？陈旺是谁？对呀，你们谁是陈旺？大家兴奋又好奇的视线在露丝婉和陈旺身上扫来扫去。我不是陈旺，那就是那个小矮子。老天爷，他怎么能考75分啊？应该是提前很多时间交卷吧？我知道，听说一个做了18分钟就交卷的牛人，肯定就是他了。尽管周家阳和许田极力控制表情，但还是能察觉脸上的失落。他们本以为接下来的2试就是跟同样满分的8人竞争，结果陈旺现在直接比他们都高出了整整5分，听起来似乎很少。这5分在下午的2试中将变得尤为重要。2人看着现在被人围起来的陈旺，心绪混乱不已，默默退到了一旁。刘心怀也顾不上高兴，赶紧护着陈旺离开了。2人都出了学校，才想起周家阳3人好像还没有出来。他们应该没问题，要不我们还是找个地方休息吧。下午2点才2试呢。好的，刘校长。刘校长，朱琪的旁边还有舒教授，他走过来赶紧给几人做了简单的介绍，而舒景文则满意的打量起了陈旺。陈旺被看得头皮一紧，总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舒教授好，朱秘书好。早知道上次我就该多留1天，让秦局长带你来见见我的。10多分钟前，教育厅的会议室里，彭书记，一试成绩出来了。下面本来还窃窃私语、交头接耳的各位领导立马正襟危坐。成绩已经出来了，由这张轻飘飘的纸我们就可以看出很多问题。我们今天按下这些问题不说，各位领导先自己听一下这成绩吧。安岩县参加人数6人，通过人数3人。下面安岩县领导听完悬着的一颗心又开始七上八下，因为不知道后面的成绩，他也不确定这一半的通过率是高还是低。不过再多听了几个之后，安岩县领导的心就开始慢慢落回肚子里，因为后面基本都是参加8、9个通过1、2个，可听完下一个，他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北岩县参加人数4人，通过人数4人。所有人都惊讶地看向了秦正明，结果还有令他们更吃惊的，其中满分2人。大家惊讶的目光直接变成了嫉妒，这还要不要他们活了？好旺，原来带了4个炸弹来啊！我说你咋这么稳如泰山的呢？我跟你说了，我挺期待他们成绩的。看来北岩县城这几年的教育工作做得很不错啊！1试的第1名竟然也是你们县的，不错不错。陈旺同学以75分的成绩取得1试的第1名，只有他一个人得到了时间的附加分。这孩子不错。这话不仅把所有人震得瞪大了眼睛，就连秦正明自己都很惊讶意外，突然有种他们县真的要出一个天才的预感。上面彭瑶还在继续，可秦正明已经听不进去了。他把朱琪叫过来，低声吩咐了2句，然后朱琪就出去了。呵呵，秦局真是藏得深啊，不仅有炸弹，还有杀手锏啊！老实说，陈旺这孩子你培养多久了？我等会说实话，你又不信。秦局，你之前说还有一个因为家庭原因没有参加培训，不会就是这个陈旺吧？呵呵，袁局记性不错。袁古秋感觉自己脑子都要炸了，真的一点都没有培训。秦正明看着已经在崩溃边缘的袁古秋，实在不忍心再打击他。确实没有培训，没培训，秦局就敢直接申请名额来竞赛。秦局对这孩子很有信心吗？其实我对那孩子也不算了解，甚至到现在都没有见过他。主要是我们县公社学校老校长拍着胸脯给我保证，那孩子真的有读书天分，我相信老校长而已。那孩子成绩肯定还是不错吧？秦正明这人为人正直，但是说白了就是古板。要是那孩子自身没点本事，他不信秦正明会费力申请名额让他来参加竞赛。区县城第1名而已。舒景文听完之后比秦正明还吃惊。舒教授，这边秦局的意思是麻烦请你过去临时给陈旺讲讲竞赛的技巧和知识，毕竟他没有经过专业的老师教导，秦局怕他在2试因为这些吃亏。好，哎呦，现在都这个点了，那我们快走，抓紧点时间。路上朱琪把陈旺的自学经历又给舒景文讲了一遍，这也是秦正明的意思，他希望舒景文对陈旺更重视一点。哎呦，上次就该让你来说，不然我肯定要在北燕县城多留1天，这样也不会错过这么好的苗子了。可陈旺不知道原因，他听完一头雾水。舒景文见状，好心的给他解释了一遍。说完，陈旺恍然大悟：你是不是也觉得有些可惜？陈旺赶紧低头藏住脸上的表情，因为他不仅不觉得可惜，甚至还有点窃喜。但是没关系，不管接下来2试成绩如何，我都可以免费帮你培训。哈哈哈，那真是太感谢舒教授了。陈旺都高兴的说不出话来了。没一会，周家阳3人也走出了校门。3人见到舒景文都有些惊讶。朱琪见状，简单的解释了2句，不过没有说是特意为陈旺来的，只说是来帮他们讲讲下午2试的方法跟技巧。2试是2个小时的答题时间，但都是十分有难度的大题，主要考察思维创新能力，就是看你们脑子灵不灵活。所以当一道题你觉得毫无解题思路的时候，你要换个角度。这些话周家阳3人在培训的时候早就听过了，这时他们才意识到，舒教授也许是专门为陈旺而来的。这一刻，他们对陈旺的嫉妒心达到了顶峰。喂，
你们发什么呆呢？快听啊！舒教授说很可能考这种题型呢，你们快听着啊！周家阳和许田看着那道他们已经做过无数次的题，心里突然生出一股羞愧。他们在心里嫉妒他，甚至有一些不好的想法，但他却连一道题都想着他们。两人心里顿时一惊，这才发觉长久以来的掌声和夸赞早就让他们变成了优越感极强、自负又自傲的人。遇到比自己优秀的人时，他们第一时间想的不是向人家学习，而是想方设法去找别人的缺点，然后用自己外在的优势去战胜。发现不能之后，又开始嫉妒别人。陈旺不知道因为他的一个举动导致周家阳和许田开始对自己进行反思。他见两人好像还在走神，一个气不过直接举手。舒教授，你能坐这边来讲吗？我怕周家阳和许田听不见。周家阳、许田先是一愣，然后就更加愧疚了。陈旺竟然这么为他们着想。下午20人果然直接就少了一大半，而且每个人脸上或多或少都有些紧张。看见陈旺他们4人眼神都有些忌惮，毕竟他们可是有2位满分选手和1位分数已经遥遥领先他们的第1名。等会考试可千万别紧张，就正常做题就行。你已经有75分了，只要下午不考太差，肯定能考进一中特优班的。可是他根本不想进特优班，因为不仅有掉马甲的风险，而且肯定还很卷。听说这次竞赛冠军不仅会被省里领导亲自颁奖，而且还有奖金呢。你已经比别人多5分，努力说不定还可以想想。不用想，刘校长，这个冠军我要定了。好样的，陈旺，你一定可以的。然后陈旺就目光坚定地走进了考场。冠军，他势在必得。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下午的20果然跟舒教授分析的一模一样，而且题比上午不知道难了多少倍。但是对于打了鸡血的陈旺来说，那都不是问题。从卷子发下来开始，陈旺手中的笔就没有停下来过，一路畅通无阻地做到最后一道题。陈旺又头也不抬地从第1题开始检查，然后1分钟后举起了手。这种考试刚过30分钟就举手的，一般是要去上厕所。那位同学举手有什么事？老师，我交卷。上厕所必须要老师。你要交啥？交卷。老师，我交卷。听清楚后，监考老师一脸怀疑人生的过来收了陈旺的试卷。收之前特意检查了一遍，确定所有题都写好答案之后，才让陈旺离开考场。同考场的人先是很吃惊，但回头一看是陈旺之后，又都松了口气似的继续埋头计算。什么？时间不能加分了？对的，贴成绩的公告栏上你没看见吗？所以题你做完没有？做完了，我还检查了。对，肯定是对的。但就是那不知道用大学才学的公式去解初中的题算不算犯规。于是剩下的时间他俩就只能坐在休息区等。但是大家对陈旺都太好奇了，不断有人过来打听。当陈旺被问得快要失去耐心的时候，朱秘书送走舒教授回来了，然后3言2语就打发走了好奇的家长们。领导的秘书果然是人情练达的高情商人物，陈旺又羡慕了，他也想要这样的情商。朱秘书也很奇怪陈旺为什么这么早出来，但听完陈旺的乌龙原因之后就沉默了。秦局还指望着陈旺考个冠军呢，现在怎么弄？要不提前回去给秦局做个心理准备，毕竟陈旺要真的因为这个错过冠军，感觉我家局长能气晕过去啊。最后朱秘书也没回去，因为恰好碰到一中认识的主任，然后连同陈旺和刘新怀一起被请到他办公室里休息。忘了问你们了，下午的20也不过才过去40来分钟，人怎么就出来了呢？孩子题做完了，这么快的？对了，我记得早上仪式第1名就是你们北沿县，不会就是这孩子吧？是，就是这孩子，叫陈旺。对，是叫陈旺，原来你就是陈旺，仪式可让我们开了眼了。20又这么早提前交卷，小同学很有实力吗？20成绩没有落定之前，陈旺可不敢接这话，万一被打脸，现在感觉就不仅仅是丢他一个人的脸了。他脸好像跟北沿县城挂上了，不过那个主任好像有事出去了。陈旺瞬间放松多了，反正在20成绩出来之前，他都保持沉默。为了避免刚刚的事发生，陈旺拿出草稿本开始埋头解题，沉浸在解题中，时间过得很快。你这密密麻麻写的什么呀？然后陈旺就生无可恋，把自己闹的乌龙说了出来。你们别这种表情，没事的，不用同情安慰我。我们凭啥同情安慰你啊？我们同情安慰自己都来不及。就是你自己听听你说的啥话，因为想快点做完，所以选择了用大学才学的公式解了题。你都解出来了，还担心什么呀？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也想用啊。我最后一道题都没有做出来。旁边的周家阳看着陈旺手上的草稿纸，脸色复杂。然后你因为无聊又把这道题的另外2种解题方法也写了出来。不止这一道，每道题我都写了2种。3人已经彻底被陈旺打击自闭，可陈旺根本没注意到。所以你们觉得用这种方式解题会被老师扣分吗？这边阅卷室里，阅卷老师们一拿到卷子就马不停蹄开始批改起来。下午的时间比上午更紧迫，因为20的题十分有难度，阅卷老师全都换成了数学老师。不仅如此，一中还特意把刚退休的老教师岳秋刚请回来坐镇。岳秋刚是最早一批出国留学的人，回来就投身一中的教学事业，就连舒景文和沈茂看到他都要尊称一声老师。现在已有70岁高龄，真是麻烦老师走这一套了。主要是上面领导太重视，我们也不得不绷紧头皮，就怕出一点差错不好交差。有您在，我们就心安多了。这有什么？我出来活动也好，只要不是回来继续上课就好。现在人老了，不能天天上课了。看老师说的，哪里老了？
就算您真的愿意回来上课，我也不敢让您天天上课。这次来参加招生考试的人多，特优班的人数怕是比以前都多。您抽空过来给他们讲讲课，都是他们的福气。算了，人老了站不住，不说这个了，你去忙吧，我看也没什么事让我帮。白校长、岳老师，你们快过来看看这位学生的解题方法，他好像用了什么公式，跟答案上的2种方法都不一样。我瞅瞅呢。岳秋刚虽然已经70岁，但是眼睛一点都没花，拿着卷子就这么看了起来。我操！长崎，老师，我在呢。这卷子是谁做的？我能不能见见这孩子？老师，这会怕不能知道是谁做的，这姓名条都封着呢。但是等会统计成绩就能知道了，到时候我一定带他过来见你。好，我要看看这孩子。说完，岳秋刚又把卷子上的其他题看了一遍，目光中的兴奋和喜悦藏都藏不住。岳老师，这种解法可以吗？我看他算出来的答案倒是对的，过程也是对的，这是拉格朗日乘数法。这孩子用这个公式直接求出最小值，虽然很讨巧，但是他竟然知道并且能运用这个公式，就说明这孩子的数学至少已经学到了大学。大学？可这次来参加招生考试的都是5年级毕业班的学生嘛？是啊，所以这孩子在数学上绝对有天赋。岳秋刚又拿起卷子看了一遍，眼中十分遗憾。但是竞赛就是竞赛，要求参赛者从拓展思维角度去思考和理解，这使用大学知识解题确实不符合要求，扣5分吧。老师，这会不会太严格了？虽然模式是竞赛模式，但毕竟没有明确说过有这种要求啊。来参加的人都是经过培训的，怎么可能不知道？虽然我很欣赏这孩子的数学天赋，但不能对其他孩子不公平。记得统计分数后把这孩子带来给我看看。说完就背着手走了。按岳老师说的做吧，扣5分。说完可惜的叹了口气，他看这张卷子其他题都全对，1分没扣，要是不扣这5分，20就又能出一个满分了。可1个小时后才知道，那不是又能出一个满分，而是唯一一个满分。岳老师，20就这扣了5分的孩子最高分，那5分要是不扣就是唯一的满分。要求就是要求，不能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开始统计成绩没？快让我看看这孩子是谁。他已经有些迫不及待要见到这个极有数学天赋的孩子了。白长期被老师的变脸弄得哭笑不得。您老别急，马上就拆封。封条在教育局工作人员的见证下被当场拆开，白长期从中直接抽出了那张65分的卷子。这孩子叫啥？哪个学校的？又是北岩县城的，名字是陈旺。陈旺怎么了？怎么那么惊讶？岳老师，你不知道，这孩子也是上午的第1名，唯一加了少10分的考生。这样说来，他也算是满分冠军了。此话一出，大家才瞬间反应过来，这样一来确实等于没扣分。老师，我现在终于能理解你刚刚坚持扣那5分的原因了，因为冠军始终是冠军，这样得来的冠军才是真正的实至名归啊！妖兽啊，我干嘛死古板非要扣那5分啊？不然我们就能出一个145分的竞赛冠军了。天，这陈旺20的考号不会是11号吧？就是11号，咋了？他20考了31分钟就交卷了。老师已经激动得满面通红，此时所有人这次不仅瞪大了眼睛，还惊掉了下巴。31分钟交卷，这2句话真的是能放在一起的吗？此时岳秋刚已经兴奋的手都抖了起来。快，长崎，快带我去找这个孩子。1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10岁的高龄老教师看了陈旺的试卷后，激动的手抖个不停，想要立刻见到这孩子。只因陈旺用大学的知识解开了5年级的竞赛题，而此时陈旺正在跟3个学霸讲题。你们看，这就是拉格朗日乘数法，能快速求到最小值，真的很省时间。不是，你们坐那么远干嘛？你们坐过来点听啊！陆思婉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许田也一脸拒绝，只有周家阳在努力思考，试图跟上。陈旺正准备挪屁股过去，门口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然后就见门口突然呼啦啦的涌进一大群人。气喘吁吁的岳秋刚视线一从4人身上扫过。你们谁是陈旺啊？我就是陈旺。岳秋刚看向陈旺的目光瞬间炙热起来，他赶忙走到陈旺身边，想要亲口把他得冠军的事告诉他。陈旺，恭喜你得了冠军！陈旺，你是冠军！岳秋刚气得太阳穴一跳，谁抢他话了？陈旺，你是冠！办公室里10几双眼睛齐刷刷地看着他，空气就这么莫名其妙安静了几秒。刘校长，你刚说什么？我刚听到的消息，你是冠军，你真的得了冠军？真的？考了140呢。陈旺就知道，果然扣了5分。你好，你就是陈旺的校长吧？我是一中校长白长崎。你好，我是刘新怀。刘校长好，这位是我们学校岳秋刚老师。岳老师自一中开办特优班开始就担任负责人，是一位非常资深且优秀的老教师。他对陈旺同学十分感兴趣，所以我们才一起过来了。原来是这样。岳老师你好。孩子，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陈旺头皮一紧，只能硬着头皮答应。可以。岳秋刚此时兴奋激动的心直接到了顶峰。20最后一道题你用的是拉格朗日乘数法，这是大学才学的知识，你怎么知道的？我学过一点大学的知识。岳秋刚兴奋的一连3个问题。跟着谁学的？
具体学了多少？什么时间开始学的？陈旺见状，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于是开始瞎编。其实也不是学，就自己看了2本书，这次考试恰好蒙。嘿，什么就看了2本书？你那明明就是自学完了高数。啥意思？自学完了高数？是啊，之前拿错书了，说是很珍贵的数学资料呢。我家陈旺只用了差不多5个月就学完了。自学，然后5个月就学完了？可不是，我们都震惊了。结果这还没完，你们知道陈旺来参加这次竞赛学了多久的竞赛知识吗？多久？14天，就学了14天，而且都是自学，没培训。没培训你们就来参加竞赛了？嗨，本来我们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希望来的，哪曾这么容易就得冠军了呢？嗨。刘新怀讲完之后，众人愣了很久都回不过神。所以这样的孩子应该不仅仅是有数学天赋了吧？那啥，其实刘校长略微说的有点夸张。哪里夸张了？我还没说你自学课程跳级，然后回考第1名，最后考了县城第1名的事呢。天才儿童，这孩子绝对是天才儿童。同时目光灼灼地看着陈旺，他没想到自己有生之年竟然还能遇见一位真正的神童，这简直是所有校长老师都梦寐以求的事。而旁边的岳秋刚整个人都兴奋了起来，他听见年迈的心脏突然又有力跳动起来。他为钟爱的教育事业贡献了一生，教出来的学生没有1万也有9000，其中也不乏一些天赋极强优秀的人。但像陈旺这样的天才儿童还没有遇到过。收到1中特优班，一定要收到特优班，他要亲自教导。他有一瞬间都想大喊出来，就是怕把陈旺吓到，以为他是个老疯子怎么办？于是岳秋刚极力克制住狂热的心情，弯下腰跟陈旺平视。孩子，你愿意来1中的特优班吗？我亲自给你上课，你不用怀疑我的实力，我当初可是格勒诺布尔大学毕业的优秀学生。岳老师，你愿意回来上课？这就要看陈旺同学了，如果他愿意来1中，我就回来。那他肯定愿意啊，是不是陈旺？刘新怀听到这话也赶紧点头，然后他一看陈旺表情，脸上的欣喜猛地一惊。陈旺，这可是1中特优班，你快答应啊！对啊，那可是1中的特优班，以后那不是天天卷成狗。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我来省城了，那我就离家很远了。种种原因，陈旺都不想来省城读特优班，反正他有系统，在哪读都一样。陈旺的沉默让周围人都震惊不已。陈旺肯定是担心学费的事，这孩子从小就懂事，一心想要为家里分担，他估计是怕来省城读书给家里造成太大的负担，是不是陈旺？是的吧？这有什么问题？学费、伙食、住宿全免就是。陈旺这个冠军完全值得这个待遇。陈旺开始绞尽脑汁想办法拒绝。每月还可以给你补贴，虽然不多，但你日常花销肯定没问题。陈旺开始犹豫。别人住8人间，我可以给你申请1个单人间，屋子可能不大，但有自己的私人空间。陈旺开始翘脚趾头。特优班会定期考试，如果每次你都能保证考第1名，奖金10块。岳老师是吧？以后就请您多多指教了。陈旺答应之后，所有人都高兴，岳秋刚和白长奇更是笑得合不拢嘴。有这样的天才儿童，只要他们好好培养，还怕1中不能更上一层楼？刘新怀也高兴，之前还在纠结是县城1中还是钢铁中学，现在直接一下干到省城1中，而且还有这么多优待。而陈旺一想到以后可能要被卷成麻花就痛，但一想到各种免费和补贴又止不住快乐。恭喜你得冠军，也恭喜你提前被1中录取，太羡慕你了，陈旺你可真厉害。嘿嘿嘿，没什么，反正你们也要来1中，以后就让我们快快乐乐的当同学吧。我估计是没希望了，只能你们仨当同学了。陈旺张嘴就要安慰，幸好朱琪恰好快步进来打断了。陈旺，秦局让我带你过去领奖。就在3人去教育厅的同时，舒景文赶到了1中，陈旺竟然一举拿下了冠军，这让他现在无比坚信陈旺不仅有极高的数学天赋，而且智商也应该极其卓越。这样的孩子他一定要收为学生好好培养，就算以后陈旺不来省城大学，而是去中华科大，那也能叫他一声老师。可是当舒景文赶到1中时，别说收陈旺为学生了，就连陈旺的影子都没有看见。正遗憾时，转头就碰见笑得牙不见眼的老师岳秋刚。岳老师好，您这是有什么开心事啊？然后舒景文就得知他老师竟然要为了陈旺重返课堂了，这还让他怎么抢陈旺？说实话，以他现在的名声实力，只要他说他要当陈旺的数学辅导老师，特优班的老师肯定吭都不会吭一声就拱手相让。但是陈旺的老师要是岳秋刚，舒景文自觉的提都没提这件事，他怕他老师指着鼻子骂他。陈旺对1中发生的事完全不知道，他此时兴奋紧张的手心都在冒汗，因为此次领奖不仅有省城的大领导给他颁奖，竟然还有报社的人过来拍照，而旁边的刘校长激动的现在还坐在椅子上站不起来。衣服再整整，拉平一点，还有把这个口水垫带了，早知道那天就该买1套新衣服穿上。哎，要不我现在去买1套吧。1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旺以满分的成绩荣获数学竞赛的冠军，省领导都要亲自给他颁奖。好孩子别紧张，等会照相的时候一定要微笑，记得没？快走吧，马上要上台了。刘校长我记住了。刘新怀的眼睛突然就湿润了起来，这是他亲眼看着成长起来的孩子，但是今天可能就是他送他去的最大的舞台了，往后人生自然会有更优秀的人带领他。
直到他自己能独当一面。一定要照张最帅的照片啊！因为他要拿回去给所有人炫耀。偌大的讲台上，陈旺努力把腰背挺得笔直，但是腿还是止不住的抖了起来，因为这场面实在太大了。下面乌泱泱一片，全是他平时见都见不到的各县领导，所有的视线落在他一个人身上，而最后面报社还架起了照相机。陈旺感觉那相机现在就像是瞄准他的狙击手，但凡他有一点出丑，就会被拍下来，然后出现在明天的各大报纸上。听说省里奖金整整20张大团结，真的？你肯定骗我的，你在我脑子里我都没有听说过，你又是从哪里去听说的？不信算了呗。不过人家给你颁发证书了，快接着啊！哦，谢谢啊。这孩子果然不一般，这种大场面竟然一点不怯场，从容不迫，语气自然，确实不错。那可是省里的领导啊，我刚刚怎么能用那随便的语气跟人家说话啊？奖金红包来了，20张大团结啊！谢谢，真的太谢谢了。拿到红包之后，陈旺用手捏了捏，以他无数个晚上偷偷起来数钱的手感来看，确实有20张，立马心也不紧张了，腿也不抖了。反正刘校长特意嘱咐他拍照时要微笑，陈旺索性也不克制，左手拿着证书，右手拿着奖金，然后笑得傻呵呵地拍下了这辈子的第一张照片。叫你微笑，不是让你把嘴角咧到耳后根。可是那是20张大团结啊！秦正明在这次会议上因为竞赛成绩出尽了风头，4人参赛，3人考上特优班，还有一位竞赛冠军，简直把旁人羡慕的眼红，就连袁古秋都忍不住说了很多酸话。秦正明通通一笑而过。颁奖礼结束之后，他就脚步匆匆去找陈旺和刘兴怀了。两人这次给北岩县城争了大光，他肯定要请顿饭表示。这边朱祁早已按秦正明的吩咐把两人带到一边等着。陈旺摸着兜里的红包不撒手，刘兴怀则抱着陈旺的证书爱不释手，上面那排省城一中数学竞赛冠军10个小字真是怎么看都看不够。秦正明就领着两人往国营饭店走去，正出大门恰好碰见省城日报的人。虽然知道这次报道肯定是以为宣传省里的教育工作为主，但是陈旺的照片和取得的成绩肯定还是要占一定的篇幅。秦正明希望记者能为陈旺多琢磨几句，最好带上北岩县城。秦局放心，到时候我直接写来自北岩县城的陈旺同学就行。那个记者同志，那能不能再加一个学校啊？就比如北岩县城永兴公社小学的陈旺同学也可以。好的，记者姐姐，那北岩县城永兴公社小学福林大队的陈旺同学可以吗？看着记者明显犹豫了。那个我爷奶就盼着我出息，我要是能带着我们大队上一次报纸，那他们肯定会高兴的落泪的。陈旺这辈子确实长了张不错的脸，刚满10岁，脸上还有婴儿肥，眼睛大就不说了，睫毛还长。女记者被这双大眼睛激起母爱之心，心一软，竟然答应了下来。谢谢记者姐姐。然后两人才又高高兴兴跟着秦正明去国营饭店吃饭去。第二天一早，两人就大包小包的往回赶，幸好有刘兴怀在，他承担了大部分行李。可是当班车到了永兴公社，陈旺拖着大包小包从车上挤下来，一眼就看见了陈爷爷。爷，哎，旺仔，爷，你咋来了？来接你啊。啊，你咋知道我今天回来啊？就是不知道啊，昨天也来了，今天要是还没等到你，明天也来嘛，估摸着就这2天时间嘛。我自己找得到路回去，而且我都10岁了，你干啥大老远还来接我？10岁还不是我孙？你走这几天，你奶晚上都想你想的睡不着，每天天一亮就催我来公社看看，生怕你回来了一个人走回去。那现在不就成了我们2个走回去了？不用，等会爷爷骑自行车载你回去，让你三叔下班后自己走回去。那行。这时后面的刘兴怀也终于挤了出来，陈爷爷十分感谢刘兴怀，要不是他一心栽培陈旺，陈旺肯定没有去省城考试的机会。那面是陈旺这孩子自己争气，您老养了个好孙子啊！是，陈旺是个好孩子，您老还不知道吧？你孙给您捧了个冠军回来了。山军冠军啊，就是第1名，省城竞赛第1名。哇，旺仔又考第1名了！哈哈哈，可不是，而且给他颁奖的都是省里的领导，还照了相要上报纸来。所以你家陈旺这4个给我们北岩县城争光了。陈爷爷突然有些脚软，可惜就是报纸要晚2天才出来，不然我们就能直接带回来了。陈爷爷点点头，那确实有点可惜，因为陈爷爷来接陈旺，刘兴怀就在下车的地方跟两人告别了。旺仔，这些东西都是你的。陈爷爷得知这些东西都是陈旺给老陈家人买的之后，二话不说全都扛在了肩上，但被这些东西轻轻松松，只让陈旺背了个小书包。你咋买那么多东西呢？家里啥都不缺，你的钱就留着自己用。嘿嘿，你孙子我去省城又挣钱了，我现在可是我们小家里最富的。哈哈哈，又挣钱了！第1名的奖金啊，有多少啊？200块而已。我操，200块！嘿嘿，是不是挣大钱了？确实挣大钱了。他们老陈家以前只有一个工人的时候，刨去花销，1年到底也就能存个100来块。现在旺仔一场考试竟然就能挣200块，如果不是真的发生在自己孙子身上，而是从别人嘴里听到的话，陈爷爷信都不带信的。旺仔，我给你说，你回去之后不要在外面说奖金的事，知道没？我知道，才不外露嘛。我孙子就是聪明。陈旺这番思想，小才都惊呆了，他的宿主果然还是要开支了吗？小才，我现在真心发觉读书也不错，是钱不错吧？
嘿嘿，都不错。爷孙俩到砖瓦厂找陈守明拿自行车，结果铁门口不一会来了一大群人，都是来看陈守明口中的天才者长什么样子的。旺仔考得咋样？憨憨，第1名。省城考试又考了第1名，省城大领导颁的奖，省城的大领导还给旺仔颁奖了，还要上报纸呢。旺仔，你要上报纸了。三叔，其实也不是特意报道我，可能就几句话就带过了，只照了张照片而已。什么？竟然还照了照片？把自行车往陈爷爷手中一送，陈守明头也不回的转身走了。然后陈旺就听到他三叔在工友面前夸张的笑声，哈哈哈，没什么，我这2天不是去省城考试吗？就又考了第1名而已，还说那个什么省城的大领导给他颁的奖呢，也没什么奖励，就是上报纸而已。小才，我刚刚给我爷说话的时候也这副表情嘛。想听真话还是假话？假话。有过之而无不及。那真话呢？你三叔远不及你1/1000。算了，你还是把嘴闭上吧。于是爷俩又骑着车回到了福林生产队。省里的大领导都给旺仔颁奖了。陈旺从包里拿出证书之后，大家都伸长脖子稀罕的不得了。这上面写的是啥？好像是祝贺陈旺同学取得了江宁省一中数学竞赛的冠军。就在大家对陈旺这次省城考试好奇的不行的时候，陈爷爷小心翼翼地收起了证书。好了，旺仔今天刚从省城赶回来，累得嗨，我先带他回去休息了。众人一脸懵，他们还没听那省城大领导给旺仔颁奖的事呢。晚上大家吃完饭过来，我再让旺仔给大家好好说说，还有更大的惊喜呢。啥惊喜呀？我们福林大队要上省城日报了，惊不惊喜？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旺拎着大包小包从县城回来，陈奶奶一看到陈旺回来就激动地抱住了他，然后拉着他上下好好打量了一番。瘦了，在外面肯定没吃好也没睡好，才几天就瘦这么多。可是陈旺明明感觉裤腰都紧了点。陈旺赶紧把买的东西扒拉出来。奶，我给你买了副老花镜，你戴上看看。哎呦，我又不是什么文化人，戴啥眼镜？你戴上就知道了。陈奶奶刚开始还有点不习惯，眨了眨浑浊的眼睛之后，发现东西不用拿得老远也能看清了，一时惊得说不出话来。旺仔，这眼镜得花好多钱吧？是挺贵，花了整整15块。但陈旺摇摇头，贵啥？就2块。2块啊？2块也挺贵，但是戴上又看得这么清楚，想想觉得还是值。谢谢我的乖孙孙喽。陈旺见状又拿出胶鞋递给陈爷爷。爷，你试试合不合脚？哎呦，咋给我买鞋呢？我鞋多得很。买都买了，你不要就扔了。那怎么行？那我就试试吧。结果穿上有一点大，但陈爷爷把脚后跟往后挪，刚好抵住鞋后跟。哎呦，咋这么合脚嘞？就像比着买的一样。陈奶奶一瞧那鞋就知道大一码，老东西就爱口是心非，明明就想穿得不得了。旺仔，我刚回来路上听说你这次考试又考第1名了。真的？旺仔你又考第1名了？可不是，省里大领导还给陈旺颁奖了呢，而且奖金200块呢。陈奶奶听到完之后惊得嘴巴都合不上了。陈敏3姐妹也是满脸惊讶。陈旺赶紧把钢笔掏出来递给美凤、金凤。哇，钢笔，谢谢旺仔，谢谢旺仔。陈明本以为没有自己的，可是陈旺又从包里掏了一支，然后递到了他面前。给我的。买2送1，那还是谢谢你旺仔。刚把笔给完，院子外面又传来急匆匆的脚步声，原来是孟玉娟他们听到陈旺回来的消息，提前半小时下工了。陈旺给老陈家所有人都买了礼物，就连安安都得了一支波浪鼓，而且大家都觉得陈旺买的礼物特别好，都是他们能用得上的。没有，就是随便买的。但心里已经无比庆幸当时有刘心怀跟在旁边了。天知道他最开始想买的其实是饼干、瓜子糖之类的，因为陈爷爷的话，老陈家的人刚吃完饭就有人来串门了。哈哈哈，我估摸着你们就吃完饭了，快进来坐。刚坐下，院子外又陆陆续续来了一大波人，甚至有好多人还是端着饭碗自带板凳来的。老陈家的小院子瞬间坐得满满当当。最后来的是老书记和大队长，还有许校长和2位老师。我就是听说旺仔要带着我们福林大队上省城日报了才过来的。旺仔啊，你快给我说说，这是真的吗？是真的，不过就是在我名字前面加了一个福林生产队而已。这已经够了，好孩子干得好，我们福林大队的人都要谢谢你，要不是加在你名字前面，我们咋可能上报纸？对，旺仔，你就是我们大队的骄傲，因为你我们现在走出去多老有面子了。那可不，我娘家好多人都羡慕我嫁到福林大队来了呢，说福林大队既然能出旺仔这样的天才儿童，说明第2不会差，以后说不定我也能生出像旺仔这样聪明的娃。陈旺本来咧着的嘴一下子就收了起来，这可不兴跟他一样啊。但是正好怀着孕的媳妇们听完眼睛都亮了，立马开始跟孟玉娟要起旺仔小时候穿过的衣服来。曾燕见状抱着安安暗自得意的笑了笑，幸好他早就给安安穿过了，一定能沾上旺仔的聪明劲儿。送走了街坊邻居，陈旺累得眼皮都睁不开，但还是在睡觉之前把所有的钱放在一起数了一遍。他之前有373块1毛，去省城拿了100，就只剩273块1毛，买东西花掉90剩10块，但是奖金又得了200，所以现在总共就有483块1毛。陈旺看着手中的钱都不敢相信自己竟然都有这么多钱了。
读书果然比做生意好点，这简直就是无本买卖，稳赚不亏嘛。小财，你知道我存钱干嘛吗？干嘛？我想买房子。小财一愣，没想到他宿主还有这么大志向。现在房子便宜又不限购，我多存点钱买多点，以后就当个包租公怎么样？陈旺说完就忍不住向往上的那种日子，一脸美滋滋。初二知识还学不学？小财突然说起初二知识，他才惊觉自己好久都没有学新知识了。特优班又不是光搞数学，其他学科也一样要学。想要保住自己马甲，他就只能偷偷努力。第二天，陈旺精神奕奕的起了床，然后就在吃早饭的时候得知了一件极其不开心的事。什么？我还要去上学？这句话一出，老陈家所有人都惊讶的看着他，陈奶奶更是被吓了个不轻。旺仔，你难道不想去上学了？可是我已经被省城一中录取，9月份就可以去报到了，我还要去上学吗？你被省城一中录取了？我没讲过吗？说，所以你真的被省城一中录取了？你要去省城读书了？陈守敬感觉自己呼吸急促了起来。陈旺还以为陈守敬舍不得自己去那么远的省城读书。虽然我也不想去，但是人家给我免了学费、生活费、住宿费，还要给我生活补贴，我想着这样家里也不用为我读书花钱，就答应了。陈旺见状还想再解释2句，结果陈爷爷突然站了起来。你干嘛？饭吃完了出去上工呢。陈爷爷走后大家才反应过来，然后都高兴激动不已。你个傻旺仔，这么大的喜事你竟然忍到现在才说？就是啊，旺仔，你昨天咋不跟我们说呢？可不是，幸亏你老爸我身体还年轻，不然刚刚就能激动的撅过去。我还以为你舍不得我去那么远读书呢。嗨，有啥舍不得？又不是不回来，要是不方便回来，我就和你妈来省城看你。想得美，你就是想去玩。那我都30好几的人了，你能不能对我有点信任？老娘对你的信任早就在你几岁偷钱的时候耗完了。哎呀，你咋又提那件事？最后吃完早饭，陈旺还是背起书包跟着陈守明去了学校。他想就算以后不去学校了，也应该给刘校长说一声，然后跟几位老师告别一下。结果一到学校，哎呀，陈旺，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我就知道我就算没有提醒你，你今天也会来学校读书的，因为你是一个非常爱学习的人，肯定不会因为被提前录取就不来学校读书了，对不对？对。哈哈哈，好孩子，我是这样想的，我还是希望你能参加毕业考试，这跟你9月份去省城一中报到也不冲突，还能为自己的小学生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你觉得怎么样？陈旺觉得他小学生涯已经够完美了，不需要句号来点缀。最主要是，如果你能取得不错的成绩，比如县城第1名，县里和我们学校肯定都有奖励。刘校长，奖励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为我的小学生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1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大家再次以热烈的掌声祝贺陈旺同学取得省城一中招生考试第1名。嘿嘿，谢谢大家。陈旺，那你考了第1名是不是就被省城一中录取了？对，那你接下来是不是都不用读书，不用参加毕业考试了？好了，我一个一个回答啊。第一问题，我确实已经被一中录取了。就这样，陈旺被问了一个早上，耳朵都快起茧子了。幸好老师们没这么好奇，其实是因为老师们昨天早就去找过刘新怀了，所以才没有来找他，而且还商量好等省城日报的报纸下来之后，他们再拉横幅庆祝，到时候就不仅是他们公社，而是整个县城都能知道陈旺取得的好成绩了。这个可是让他们永兴公社小学一举成名的最好机会，没有哪天上学比今天更累。陈旺放学回到家就直接瘫在了椅子上，这时陈敏端着一篮子枇杷过来。吃不吃？我们刚刚放学后去摘的，挺甜。陈敏看陈旺那警惕防备的模样，面色复杂。真的，我有时候挺好奇你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明明读书那么厉害，但是啥？总有种看起来心眼很多，但是算又算不明白的感觉。你才算不明白，我算的可明白了，圆周率我都算到5000多位去了。圆周率是啥？嘿嘿，没学过吧？陈敏见状，把枇杷直接放在陈旺膝盖上。吃不吃在你，谢谢你的钢笔。说完扭头就走了。等陈敏一走，陈旺立马剥皮吃了起来。不吃白不吃，家里人对陈旺上报纸的事特别上心，特别是陈爷爷，简直等得望眼欲穿，早就算出要买多少份，结果连钱都准备好了，硬是过去3天了，报纸也没个消息。报纸是在第4天出来的，因为大队长他们也很关心这个事，早就给公社杨书记说过，如果报纸出来了，麻烦通知他们一声。北岩县城新鲜出炉的日报早已送到了各领导的办公桌上，领导们拿起报纸像往常一样了解最近几天的大事，结果却被右下角的一张照片吸引了注意力。这个笑得这么开心的小娃娃是谁哦？咋放到日报上来了？竟然还是我们县城的娃！好你个秦正民，这趟去省城取得这个大一个成绩回来，竟然不声不响。于是这边秦正民刚刚放下报纸，桌子上的电话铃就响个不停。哎呀，这是我们北岩县城的娃嘛，去省城考试竟然考第1名了，厉害！是哪个学校的？艺小还是钢铁厂小学的？都不是，是底下公社小学的永兴公社小学。艺小学校里，校长周康正笑得一脸无奈地跟钢铁厂的罗校长通电话。是啊，谁能想到那个孩子竟然能走到这一步呢？他没有培训，全是自学的，这孩子恐怕是真正意义上的天才啊！哎呦，真的是把我眼红死了。
你说我们平桥公社难道不比他们永兴公社强？这咋就没出个陈旺来啊？田树国今早看到那报纸的时候，差点没把自己急肚死。他还说最近刘兴怀咋没啥动静，结果整了个这么大的。田校长，我觉得这事其实对我们来说也算好事。这还算好事？他永兴公社小学霸占片区第一就算了，现在出风头都出到省城去了，对我们还算好事。这陈旺考这么好，肯定已经被省城一中提前录取了。那这次毕业考试，他说不定就不会参加了。田树国听完心里果然好受一点，只要没有陈旺在头上压着，他们毕业班还是能和永兴公社争一争的。报纸一出，陈旺这次可真的在整个北岩县城都出了名。周卫华最开始还不知道，还是周琦在学校里听说了回来给他讲的。正好明天休息日，你带上这罐麦乳精和这袋糖果和瓜子，早点出发接上魏海一起去道个喜，顺便再好好感谢人家一下。你儿子现在能考班上前20名，当初多亏了陈旺。周琦一听要去看陈旺，心里是又高兴又害怕。虽然他喜欢跟陈旺待在一起，但他怕陈旺一言不合又要送他礼物。于是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周卫华就带着周琦和周卫海到了老陈家。上次要不是魏海走得快，我都要把麦乳精还给你们，哪能送那么贵重的礼？这是庆祝陈旺取得好成绩特意送的。上次也多亏了他帮周琦补课，周琦才能考到班上前20去。要不是因为陈旺，我家那混小子才有考上初中的希望啊！你是不是要去省城一中读书了？是啊。那他们说的就是真的，你以后要去什么科大读大学，然后当发明，不是当科学家了。你咋又说这个？科学家哪里是那么好当的？对于我们来说肯定不容易，但你是天才儿童啊，你脑子那么聪明，肯定能当上。毕竟他牛都吹出去了。也不是所有的天才儿童都要去当科学家吧？那不然你以后想干什么？我以前觉得自己长大以后可能要接我爸的班，继续在钢铁厂干，但是我成绩好起来之后才发现，我原来不是只有这条路可以走。我爸说只要我能考上高中，他就能找关系把我推荐进师范大学，我读了大学就可以干很多工作了。那你想干什么？想当我们钢铁厂的主任，一天坐办公室里啥也不干，工资还比我爸高好多倍。陈旺眼睛一亮，他也想坐办公室。但是你肯定要去当科学家，为啥？因为事关他的面子。但周琦肯定不能这么说，因为当科学家可好了，真的。周琦只在老陈家待了大半天，但是陈旺感觉耳朵都快被他磨起茧了。小年纪怎么那么能念叨？陈旺受了罪，当然也不能让周琦好过。临走时把一套超级加强版的练习题偷偷给了周卫华，然后告诉他一定要回去之后才拿给周琦，这是他精心为他准备的惊喜。陈旺不知道周琦看见后会不会惊喜，反正周卫华看起来十分高兴。陈旺都看见他眼中一定要让周琦学完的决心了。周琦坐在自行车后面跟陈旺开开心心的说再见。陈旺一边挥手一边阿弥陀佛。晚上陈旺考完数学，看着卷子上鲜红的100分，有些好奇。你说当科学家真的那么好吗？小才正要回答，算了，我想这个干什么？再说这也不是我想当就能当上的嘛，还在读初中，想那么多干啥？快，先把这4点给我加注意力上去。此时中华科大数学系教授钟昂正在翻看学生找回来的几本数学资料，其中有一本是拉马努金长达168页的圆周率计算公式一本。这个公式到现在也没有被证明出来，但是运用这个公式却可以把圆周率精确的算出来，所以有无数优秀的数学家为之倾倒，一头扎进这个公式是要把它证明出来。钟教授，钟昂从书里抬起头，发现是学生梁又平。进来。梁又平走进办公室，把一叠崭新的草稿纸放在桌子上。这是您要的草稿纸，放着吧。说着话，钟昂继续翻下一页，却发现下一页书中有一张写着密密麻麻数字的作业纸。钟教授，当初这书被误送给一小学生了，这作业纸应该是他乱写的数字，我拿去扔了吧。等等，你把圆周率参照书第2页拿给我。梁又平虽然很疑惑，但还是把参照书的第2页拿了过来。然后钟昂竟然把那张作业纸上的数字和圆周率参照书对照了起来。梁又平苦笑，觉得自家教授这肯定是走火入魔了，竟然把一个小学生乱写的数字和圆周率联系了起来。钟教授，这不可能。对的，竟然是对的，这就是后200位的圆周率。这怎么可能？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翻阅后的陈旺随手将圆周率算到了后5000位。中华科大的教授看到陈旺的草稿纸后目瞪口呆。钟教授终于对比完最后一个数字，他深吸一口气，眼中全是惊叹。1342位，这整整算到了小数点后1342位啊！我记得人工计算圆周率的最高纪录也就是48年发表的808位了吧？虽然有传言说49年有人算出了1121位，但是这张纸上的数字已经完全超过了。这是已经打破记录了吗？钟昂目光落在作业纸上的最后一个数字上。不，我觉得应该远远不止。他猛然快速往后翻几页，发现没有想要的东西，甚至把书提起来抖了抖。钟教授，快把那几本书也找找，里面说不定还夹着有作业纸。梁又平赶忙拿过书翻找起来，可所有书都翻遍了，也没有再找出一张作业纸。不可能，后面绝对还有。钟教授，可这已经算到1342位了。当初第一台计算机问世的时候，最多也就能算出2000多位。这如果是人工计算的，
这本书从李老带下去到现在也不过3年时间，3年算出1000多位圆周率，计算能力已经相当惊人了。梁又平觉得这张纸上应该就是算出来的所有圆周率了，毕竟当初的牛人算到小数点后707位可是用了将近30年时间呢。这作业纸上的最后一个数字写得游刃有余，就像是你写很多数字无意发现纸不够写了，所以写完又换下一张纸继续写一样。梁又平特意看了眼最后那个数字7，要是他算到这里算不下去了，不管他对这成绩满不满意，至少笔尖肯定是会顿一下的。而这个7流畅没有丝毫停顿，见钟昂还没有放弃，梁又平也赶紧帮着找。最后2人什么也没有找到，但是钟昂却有了更惊喜的发现，他在书上发现了一大串的算式，经过他的初步验算，最后他十分肯定这些算式也是在试图证明拉马努金公式。看着这些跟他们现在研究的证明方向完全不一样的算式，钟昂眼中顿时涌出无限狂喜。又平，找到这个人，一定要找到这个人。陈旺揉揉鼻子，一脸郁闷，昨晚真不应该贪凉洗了凉水澡，今天起来喷嚏就打个不停。幸好不烫，看你以后还敢不敢直接用凉水冲澡？不敢了，不敢了。陈旺一进堂屋，就又看见陈爷爷站在贴报纸的墙上欣赏他的照片。爷，你要不还是把整张报纸贴上去吧，光剪我这小篇幅下来贴着感觉不太合适。主要是半身照，又是黑白色的，看着跟遗照一样。哪不合适了？你照的多好看啊！剪下来贴着不是怕着面墙以后不够贴你的奖状吗？整张的贴外面墙上呢？你外面都还贴了？当然得贴啊！这么大的荣誉，你姐他们还带了2张去学校贴呢。啥？你还让我姐他们带学校去贴？许校长刻意问我要的吗？陈旺听完松了口气，幸好不是他爷强行送的，但没想到更夸张的是他学校放1天假回来，陈旺看见那喜庆的大门口，差点以为是哪位老师要从学校出嫁了。你们学校门口咋还摆上鞭炮了？陈旺扣紧脚趾头，指了指上面鲜红的大横幅，上面写着热烈庆祝本校5年级陈旺同学在省城数学竞赛中取得第1名的好成绩。完了后面还有并被省城一中提前录取。陈旺以为他3书读完会笑话他。旺仔，你看，你给学校带来了荣誉，学校都以你为骄傲。旺仔，你真厉害，做到了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日子一天一天过去，离毕业考试的时间就越来越近了。这天，陈旺像往日一样正在给同学们讲题，却突然被同学告知刘校长找他。啥数字？就是上次拿错的书啊。秦局长刚刚打电话过来说，中华科大的教授在里面发现了一张纸，上面写的都是啥圆？圆周率。对，就是这个词。听说那边教授急着找写这个圆周率的人了。他们找我啊？不是，找这人干嘛？陈旺真是恨死自己这死嘴了，啥情况都不知道就敢承认。所以真是你写的？你这耳力也太好了啊！你说啥？啊！我说他们找我干啥？还真是你写的。我听秦局那意思，好像是那教授找你要证明啥东西。不过他们那边估计不太相信是你写的，先围着捐书的人找了一圈没找到人，最后才找秦局问的你。陈旺终于想起当初在还书的时候忘了啥了。他在那本书上的空白处试图证明拉马努金公式。那堂堂的中华科大教授找他，肯定不是为了让他证明拉马努金的公式，那就只剩下一个可能了。那本资料特别珍贵，而他在上面乱写。这是找我来赔偿来了吧？陈旺吓一跳，听着这铃声感觉像催命的。刘心怀倒很高兴接了起来，果然是秦正明来问结果的。对，是陈旺这孩子写的圆周率吗？对，这孩子从来不说谎。这下是真完了。秦正明挂了电话之后，立马给中华科大那边去了电话。中华科大数学系钟昂的办公室里，他焦急地在窗边走来走去。1个月前去找书回来的几个学生也都在办公室里，不过此时脸上的表情懊恼又后悔。我们真是粗心，当时拿到书的时候明明都大概翻了翻，怎么就没发现里面藏着的圆周率和公式呢？但是就算发现了那张纸，我们也不一定就能猜出它上面写的是圆周率，那密密麻麻的，要不是教授挨着对完，你敢猜那是圆周率我都不敢信。梁又平瞪了一眼说话的室友，你说现在都有计算机了，谁还那么无聊人工去算圆周率啊？而且你们真的觉得圆周率和那算式是拿错书的那个5年级小学生写的吗？这也太离谱了吧。几个同学听完也很认同，但是他们最先找的并不是这个小学生，而是围绕李老下放地方找的。连捐书的人他们都问过了，但仍然没有一点消息，这才不得不找起这个看似最离谱的人。梁又平对师友的不尊敬也心生恼怒，这人总是仗着自己有那么几分数学天赋心高气傲，目中无人。可这个小学生却靠自学考了北延县城第1名，夺得了省城数学竞赛冠军，这成绩就是你当年也比不上吧？不过是小学生考试而已，有什么含金量？喂，电话那边说了什么？钟昂期待的表情突然失落起来。谢谢秦局长，麻烦。钟教授，不是那孩子写的吗？秦局长说那孩子不知道。呵呵，就说了，世界上没有这么离谱的事。这边秦正明办公室里，这样隐瞒真的没问题吗？
只要他们不亲自下来找陈旺就没问题。上面情况不太稳定，这个钟教授我托人打听过了，当初他之所以没跟李老一起下放，是因为选择了其他路。现在这一派怕是要走到末路了。是啊，所以我不太想陈旺这时候跟钟教授扯上关系。但是既然钟教授这么着急的找他，说明他写的东西肯定很重要。那我们怎么办？我写封信给陈锦麟教授吧，就是不知道他有没有时间过问这件事了。朱祁听见这个名字就激动了起来。是我想的那位陈教授吗？科研院的那位。嘿，当初有幸在鹿城大学见过1-2面，他可能已经没有印象，但是为了陈旺，少不了得打扰他了。金局也是为陈旺煞费苦心了，这孩子值得。这边刘兴怀以为过不了几天就能接到秦正明的好消息，结果每天瞪着电话3-4天了也没下文，心里越来越没底。而陈旺的心情则恰恰相反，看见愁眉苦脸的刘校长还能安慰2句。没找过来是好事，我们还是好好准备毕业考试吧。这次我一定会全力以赴，保证拿下县城第1名。你考吧。什么叫我考吧？刘兴怀走到一半，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回头。这次就别提前交卷了，都是一个班的同学，不要给他们太大压力。1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终于来到了毕业考试，陈旺那天答题比之前竞赛都还要认真，因为他拿到卷子的那一刻才恍然发觉，这就将是他在永兴小学的最后一次考试。他的小学生涯从这里开始，也要在这里结束了。成绩是在3天后出来的，他一如大家所期望的那样又考了县城第1名。可这次的第1名却没有让他很开心，因为好多同学都哭了。陈旺拿着学校的奖金就准备还给刘校长，毕竟他们学校本身也不富裕。不过刚走在门口，听见刘校长说这钱可以找秦局长报销，陈旺转身就走，庆幸自己刚刚犹豫了下没走那么快。陈旺在一片依依不舍中都坐上自行车后座了。刘校长突然从衬衣口袋里抽出陪了自己多年的钢笔递给他。毕业以后我就不能陪着你了，以后就让这支笔陪着你吧，你要带着它走得更高更远，到时候也相当于带我去看过外面的世界了。刘校长，你好好保养身体，没事就多运动运动，等以后交通发达了，我接你亲自去外面看看。刘兴怀虽然觉得不可能，但陈旺的心意让他觉得花费在他身上的精力都值得。刘校长等着那一天，你也要好好吃饭，多运动运动，争取长高一点。好的，刘校长再见。陈旺抽抽鼻子，果断跟刘校长说了再见，他眼泪差点就掉下来了。回家以后，陈爷爷又把奖状贴在了墙上。这就是旺仔的最后一个县城第1名了。爷，我是不是很厉害？你看全都是第1名。是啊，旺仔最厉害了，幸好我留了位置出来，不然以后省里的第1名都没位置贴了。毕业之后的暑假是最快乐的，除了陈旺，因为他要开始运动了。你最好保证跳高真的能长高，不然我就就怎么样？我就不运动了。放心吧，你不信我还能不信科学。于是陈旺开始每天早上都运动，早上运动量有多大，下午他在老陈家人眼中就睡得有多香。陈奶奶为了激励陈旺，伙食那是一天比一天好。有时候陈守敬看着陈旺大口大口吃肉的样子，都深深怀疑自己那点工资到底够不够他选。幸好公社那边已经把涪陵大队建粮油加工厂的文件批下来，等粮油加工厂建好，老陈家的3个媳妇估计都能进去上班，这样老陈家才算真正的好起来了。这对于马上要结婚的陈琳来说也是个好事，娘家实力越强，结婚后她在婆家就越受重视。翻过7月，就到了陈琳的婚期，离陈旺开学去省城的日子也越来越近。陈奶奶有时候一想到家里一下子要走2个孩子，晚上醒了睡不着，就靠在床头一直坐到天亮，想着想着眼泪就止不住的掉。陈爷爷是有一天凌晨突然听见哽咽声，才发现陈奶奶醒了在哭，他赶忙坐起来。哎呀，你个老婆子，吓我一跳！我刚做梦梦见我老娘就听见哭声，我还以为我老娘来接我了呢。你个老东西活这么久了，娘来接你你就跟她走吧。你看你，我这才活多久？孙子孙女都还小，我走了这一大家子怎么办？你怎么办？所以我就不喜欢孙女。你看1个2个都嫁出去以后，家里一下子就变得冷冷清清，没点人气。陈爷爷这时才终于知道陈奶奶在哭什么，是不是舍不得邻民的孩子了？我有啥舍不得？男大当婚，女大当家，不嫁以后留在家里当老姑娘啊！陈爷爷恰好听见公鸡打鸣的声音，他直接起床了。你干嘛去？媳妇们这也刚起床做饭，吃饭还要等好一会儿呢。我起去给你握2荷包蛋。陈奶奶听了，眼里虽然还有泪，但嘴角已经翘了上去。以前年轻时候遇到不顺心的事，她也哭，一哭陈爷爷就去给她煮糖水蛋。那时候饭都吃不起，哪里来的蛋？为了给她换一个鸡蛋，陈爷爷要帮人家干1天的活。可也就是这样，陈奶奶才能无怨无悔的给陈爷爷生了3个儿子。所以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就是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像你爷奶这样，结婚后2人才能安安稳稳的过一辈子。刘东平在陈琳结婚的头一晚上，特意把2姐妹叫过来挨着睡，讲夫妻间的相处之道。陈琳听得很认真，而陈敏却不以为意，她就要靠自己。陈旺能凭读书走出涪陵大队，走出北岩县城，他也一定可以。所以第2天在送走接亲队伍之后，陈敏看了看身边的陈旺，我开学也要跳级，那三叔真可怜。啥意思？你跳级就得读3年级吧？是。为了提前学完2年级的知识，他几乎每个晚上都点着油灯熬到大半夜，为的就是有一天能跟陈旺一样跳级。
大队没有3年级，你要读3年级是不是就得去公社小学？然后三叔是不是就得骑自行车搭你？你可比我重多了，你说三叔可不可怜？陈旺看见陈敏气得满脸通红的样子，却十分满意。君子报仇10年不晚，而且跳去公社小学正好欣赏他留下的光荣战绩。陈琳出嫁的那天，刘东平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就连陈奶奶也拿着手帕不停地抹眼泪。低沉的气氛在老陈家持续2-3天才缓过来。不过大家刚适应，陈旺又要走了。孟玉娟则在给陈旺收拾东西，恨不得把整个老陈家都给陈旺带上。哎呦，他存了那么多钱，而且学校还包伙食又拿补贴，谁饿着都饿不着他，拿这么多东西干嘛？你不懂，这是家的味道。对，这是妈对我的爱。陈旺出发的当天，孟玉娟和陈奶奶就在灶房里给陈旺做饭。陈旺从来没有吃过那么丰盛的早饭，丰盛的说句不吉利的都像断头饭了。奶，吃这么好，不过年了。说什么话呢？快吃，等会赶不上车了。东西收拾好后，一大家子人才出了门。结果到大队口才发现大队长、老书记他们早就等在那里了。哎呦，老书记，你咋也来了？来送送旺仔，他小年纪就要离家去那么远的地方上学，大家都来送送。陈旺听完就感动了，平时他也没怎么跟大家相处，结果要去读书了，这么多人来送他。旺仔啊，出门在外要好好照顾自己，读书很重要，但是身体也很重要，记住没？我记住了，谢谢书记爷爷。好孩子，你永远都是我们福林大队的骄傲。对，旺仔，一个人在外面也别害怕，要是谁敢欺负你就回来告诉我们，我们一定去帮你讨回公道。咱不惹事，但也别怕事，我们福林大队永远是你的依靠。好，谢谢叔叔伯伯们。时间差不多了哦，我们这就走了。陈旺赶紧爬上他爸车后座，想起什么又一咕噜下来，跑去抱了抱孟玉娟。妈，你等着，等我放假回来给你买一条实心的布拉吉裙子。然后不待孟玉娟说话，又抱了抱陈奶奶。奶，你好好保重身体，等我回来。好，奶等着你啊。陈旺抹了把眼泪，直接回身爬上自行车，直到自行车骑出很远，他都不敢回头。2辈子第一次有了牵挂，却在10岁就体会了分别之苦。依旧是那辆去省城的汽车，陈旺和陈守敬摇摇晃晃坐了几个小时，终于进了省城汽车站。完犊子，这么多东西怎么搬到学校里去？这时候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不是你妈对你的爱吗？还不是只有你老爸扛，你提点小东西。陈旺，岳老师，哈哈哈！我打听到你今天来报道，特意借了辆车子来接你，就怕你东西多。真的吗？那真是太谢谢岳老师了。爸，这是岳老师，我以后的班主任。1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旺以断层领先的成绩被省城一中录取，甚至还有元老级教师亲自车接车送。哎呦，岳老师你好，我是陈旺的爸爸陈守敬，真是麻烦您了，太谢谢了。哈哈哈，不客气，走吧。但等父子俩过去后，顿时睁大了眼睛，竟然是4个轮子的小轿车。岳秋刚把俩人送到一中宿舍门口就走了。陈守敬把东西扛进宿舍，才知道陈旺住的竟然还是单人间。那今天晚上就不用去住招待所，可以节约一笔钱了。陈旺拿着盆子去打水，准备回来把灰尘擦擦。刚进水房就看见3个学生。你也是特优班的吗？那你知道我们班有一个天才儿童又要来一个神童吗？不知道。哎呀，天才儿童就是竞赛冠军陈旺啊。听说岳老师都退休了，为了他又重回学校上课了。但听说又来了个比陈旺还厉害的神童。怎么个厉害法？听说他2岁就能数到100，3岁就能背200首唐诗，4岁认1000个字。还有，听说他5岁下棋就没了对手，6岁能自己写诗，7岁看完医书就能看病开药方了。那他咋还读书？不直接去当医生呢？呵呵呵，那个我开玩笑的。我叫刘斌，这是周涛，他是张子浩，你叫啥？哦，我叫陈旺，你们好。说完就端着水出了水房。这个单人间可真好，旺仔，不仅有专门放衣服的柜子，还有个小课桌给你看书呢。说完见陈旺没反应，回头看了他一眼。咋了？接个水接的愁眉苦脸的。你不懂，我压力大得很。哈哈哈，你有啥压力啊？害怕考不到第1名了？没关系，考不到就考不到呗。省城那么大，一中学校又这么好，有些厉害的同学是肯定的。你像以前一样好好学习就行，爸不要求你次次都考第1名。这根本不是考不考第1名的事，而是他即将遇到一个真神童，万一到时候被真神童吊打，然后拆穿他是假冒天才儿童，陈旺想想都觉得绝望。咋了？还真怕了？那要不我们现在回县城去？反正刘校长不说县城一中后来打了好多电话让你去读书吗？也是啥都免费，还有生活补贴。不，我就要在这里，我不怕。主要现在灰溜溜回去，他真丢不起那个脸。好样的，不愧是我儿子。既然这样，那我们先出去吃顿好的，鼓励一下自己。走吧。啊，卫生还没打扫呢。等会回来弄。走吧，爸请客。那行。陈守敬走了之后，陈旺看着空荡荡的宿舍，突然就感觉有些孤单。看来你对那神童一点也不害怕嘛，竟然还有时间觉得孤单。陈旺头皮一紧，赶紧躺上床学习。快，先把我积攒的70个小时的有效学习时间全部用来开发。准备开发哪项？我瞅瞅我数据呢。话音一落，空间的大屏上就出现了数据面板。
空间观察能力3.9%，抽象创造能力6%，逻辑推理能力24.3%，感知记忆能力10%，全面注意能力4.8%，脑域开发度51%。还是继续开发空间观察能力和全面注意能力吧，每项开发3.5%，这2项也太低了。哈，于是数据面板上空间观察能力直接变成了7.4%，全面注意能力变成了8.3%，脑域开发度也达到了58%，还差2%就马上达到脑域较高开发度的最高值。但是陈旺现在一天没到60%，他心里就一天都没底。小才，还有百科知识给我学吗？没了，只有大学阶段才有了。那怎么办？以后没得简单知识学，那我不是只有死路一条了？你可以学高中的课本了。对啊，我怎么忘了还有2年高中了呢？快！先拿高一语文给我试试水。就在陈旺拼死想保住自己马甲而一头扎进学习中时，周家阳和许田已经在舒锦文家里见到了传说中的神童。毕竟陈旺一学就是1晚上，直到他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响了，他才看了眼时间，竟然已经7点了。今天公鸡咋没有打鸣呢？可能是因为一中没有养鸡。起床收拾好，陈旺正准备去食堂门，却突然被敲响了。周家阳、许田，你们怎么来了？过来看看你啊，怕你刚离开家不适应。许田提手中的保温桶。我妈妈熬的瘦肉粥，想着这么早你应该没吃早饭，给你带了点。谢谢，你们简直太好了。其实我们也没有那么好，最开始还对你有敌意呢。啊？什么时候？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没有啊，那时候我们都还不认识，你们就来接我了，多好啊！可是我们那时候还老是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指点你啊！你们那不是在帮助我吗？这时周家阳和许田终于认识到一个问题。他们县的天才儿童情绪感知方面好像有点迟钝，最后2人决定，不管陈旺有没有感受到他们的态度问题，他们都要跟陈旺道歉，不然他们心里过不去，以后也不能坦然跟陈旺做朋友。对不起，陈旺，可能你没有察觉到，但是我们还是应该给你道歉。对，我们已经反省过自己，希望以后我们做真正的朋友。其实陈旺能理解，毕竟人家从小就是天之骄子，况且除了态度这一点以外，人家对他有实际上的帮助也是真的，所以他就想装神经大条的糊弄过去，结果没想到2人竟然还正儿八经的给他道歉。行吧，你们非要觉得对不起我，那我就接受你们的道歉。不过这件事以后大家都不要提了，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周家阳和许田听完终于松了口气。咋只有你们俩啊？陆思婉呢？4晚没考上。陈旺突然觉得自己的情商好像还是没涨，这简直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你本来也长得也不是情商，观察力、注意力只能提高你情绪感知，不能给你正确的应对方法。你不知道也正常，你去领奖了，而且4晚也不伤心，他反而觉得轻松。那他以后在哪里上中学啊？他参加了一中普通班的招生考试，好像分到了3班吧。不过普通班要后天才开始报名，所以他要晚一点来。哦，这样啊。其实我都挺想去普通班了，真的，特优班简直太恐怖了。你猜上次竞赛周家阳排第几去了？第几？第6名。陈旺惊讶周家阳已经很厉害了，结果才排第6。而且你知道我们班还空降了一个神童吗？你们也知道了，我昨天来打水的时候听别人说了。我们不仅知道，而且已经见过面了。她叫毕姐，跟你一样10岁，是舒教授朋友的学生，隔壁省的，但因为父亲工作调动来江宁，所以就直接转来一中特优班了。这样一看，我好像是有点子没运在身上。而且你知道吗？他转来之前也做过我们竞赛卷子，跟你一样满分。再说下去，陈旺是真的有点想哭了。其实我们今天过来主要就是想跟你说这个，他应该是你在特优班最强劲的对手，你知道多一点也好，有个心理准备。毕竟一开学就要进行排名考试。啥排名考试？哪个好学校一开学就考试啊？你对一中特优班不会什么都不知道吧？呵呵，目前看来是这样的。那幸好我们今天来了。经过2人的科普，陈旺最后知道了特优班的特点，那就是考试，各种考试，周考、月考、半期考、期末考，而且每次考试都要积分排名，期末排名最后的就会被淘汰出特优班。周家阳和许田说完之后就准备走了。哦，忘了告诉你，毕竟1试2试的卷子加起来一共只用了40分钟，比你还快几分钟。谢谢，但真的大可不必告诉我。1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省城一中录取后的陈旺第一天就和另一个神童杠上了。当同学们还在菜鸡互啄时，2位天才已经开始神仙打架了。呵呵，看来你们都还挺精神，那就直面你们惨淡的成绩吧。90分以下2人，这2人放学后来我办公室坐坐啊。戚艳玉说完，视线从左到右把班上同学扫视一圈，压迫感十足。这下同学们纷纷缩着脖子，大气也不敢出了。90分到100分18个人，分数我就不念了下来，自己看吧。明白自己进步的空间还很大就行了。剩下12个同学，上了115分的就4个，周家阳116，齐思远116，毕锦119。我操！毕锦只考了119，只考了119。你们难道都跟陈旺一样考了满分120才看不起人家的119吗？全班目瞪口呆，他们刚刚没听错吧？陈旺是考了满分120吧？
戚艳玉不知道自己轻飘飘的一句话，已经为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画上了句号。大家顿时震惊无比的看向陈望，真厉害，语文竟然也能考满分，不愧是天才儿童，门门都是满分。听着周围称赞的话，陈望也有些懵逼。我这全班唯一个满分，就这么随便的说出来，是不是有点不受重视？那不然去广播室全校通知一声。那倒不用，就单独通知毕景就好。此时戚艳玉听见大家的夸奖声，才知道陈望和毕景在争第一名。这边陈望已经拿到了自己卷子，看着鲜红的120分，嘴角比 AK 还难压。嘿嘿，这可不是普通的120分，这是我打败真正神童的。正暗自得意到一半，毕景突然举起了手。戚老师，什么事？戚老师，我想知道为什么在我的120分后面要减掉1分？字太丑了。什么？我说你字太丑了，扣了1分见面分。毕景表情顿时变得痛苦起来，众人纷纷低头，使劲让自己不笑出声。不仅毕景一个人扣了卷面分，有好几个同学都扣了分。大家下来可以去看看陈望的卷子，字迹漂亮，而且整张卷子没有一个墨点。我不要求你们跟他做到一样，但起码字要给我写端正。这时候知道我让你练字的好处了吧？对对对，你高瞻远瞩，深谋远虑，远见卓识。下课之后，同学们都来围观了陈望的卷子，看完之后全都心服口服。大家越想越绝望，本以为他们跟天才儿童之间可能有一条河的差距，但现在才发现他们之间可能隔着汪洋大海。其实我想到一个啥？对于陈望来说可能会弱一点的东西。什么东西？英语口语。我赞同，我也觉得很有可能。我完全支持。说英语真的太难了，陈望就算书名英语满分，口语肯定也不行。而陈望此时正在办公室里跟毕景一左一右，大眼瞪小眼。陈望，这一点你要向毕景学习，你看他的解题思路跟方法就极其巧妙，你别老想着偷懒走捷径，动不动就套大学公式去做题，记住没有？记住了。毕景，你多跟陈望学学，看看人家那字那见面，别老是觉得答案对了就行。我给你说，答案对了字丑一样扣分，知道了没？知道了。后来两人一前一后被放出了办公室，陈望走在前面，手中拿着这次考试的积分排名。特优班的排名不是完全按照分数来，而是按照比重来，数学和语文的比重最大。要是这2科分数高，得到的积分就高，那排名甚至可能高于总分比你高的人。陈望看着自己只比毕景高出0.1的积分，无比庆幸，好悬，差一点他的奖金就要被分成2半了。嘿嘿，一中就是大方，这次开学考竟然给了10块的奖金，那以后每个月考一次，我不就相当于拿上工资了？陈望瞪大眼睛，赶紧扳着手指头算了起来，1个月10块，再加上每个月生活补贴5块，你走路都在算题啊？毕景看了眼他手，你这是在见细节几何？这都被你看出来了，不愧是神童。哼，你这是在讽刺我？我不是，我没有。他刚刚可是真心实意的夸奖。解析几何可不是中学数学会学的知识，毕竟知道间隙，至少说明他也了解过大学的数学知识。陈望，你很在乎这个第1名吗？那你说下个月考试我把语文的字写好，你还保得住你的第1名吗？保得住。那么自信？我给你说，字不是你想写好就能写好的，它跟智商没关系。我看了眼你的字。陈望露出一言难尽的表情，然后绞尽脑汁想了个委婉的表达方式。跟我以前的字挺像的。那你把字练好用了多久？2年多吧。所以你到底一天睡几个小时？这个问题把陈望吓得心一紧。啥意思？我每天睡5个小时，你一天睡几个小时？你每天只睡5个小时。对，你一天睡几个小时？不说多睡觉长得高吗？这毕竟一天就睡5个小时，正常睡眠时间都不够吧？咋还能长那么高？10个小时。结果毕景听完还脸色难看的直接走了。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毕景有点莫名其妙的？你看见没有？他刚刚表情一会笑一会沉的，跟川剧变脸大师似的。而且我觉得他对我有敌意，不然为什么对同学们都一直笑呵呵的，对我就冷脸？有没有可能你刚刚说的话确实挺像嘲讽？不可能，我看他肯定也是想要第1名的奖金。陈望把排名单拿回教室放在讲台上，大家一窝蜂的围上去查看起排名。陈望回到自己座位上，才发现陆思婉竟然来了。陈望，你太厉害了，又是第1名。你咋来我们班了？过来恭喜你啊，你可太给我们争气了，竟然连毕景都打败了。你不知道舒教授当时把毕景夸得有多厉害，简直就是天上有地下无的，结果还不是考不过你。毕景是真的厉害，那你打败了他更厉害。我跟你说，你现在可在一中都出名了，我们班上同学都知道你，门门满分的超级天才儿童。为啥要加个超级？因为你打败了神童了。他并没有打败神童。晚上陈望在空间里把岳秋刚给他看的毕景的解题方法写了下来，发现他的解题思路是真的很巧妙，可以说就数学解题方法上他是输给了毕景的。果然天生的脑子就是比后天改造的脑子好用，数学也要靠想象力，你看看你抽象创造能力才开发了多少。这句话让陈望猛地一怔，脑子里突然蹦出一句话：数学是严谨的、逻辑的，但也是绚丽需要想象力的。陈望一瞅自己的抽象创造能力6%，初始值是多少？现在就是多少？对不起，是我的错，每次都忽略他，我应该一视同仁，以后坚决不能犯这样的错误了。道完歉，陈望就开始考高1的语文。
他现在要专心致志为他的抽象创造能力挣有效时间了。此时的岳秋刚和白长奇也在讨论他。陈旺和毕锦两人智商应该都差不多高，但是陈旺这孩子缺乏一种灵性，这一点他不如毕锦。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陈旺好不容易战胜了不可一世的神童毕锦，可转头却得知这位神童有严重的心理问题。陈旺和毕锦两人智商应该都差不多高，但是陈旺这孩子缺乏一种灵性，这一点他不如毕锦。这做数学咋还扯上灵性了呢？给你打个比方吧，如果数学题是一块需要解开的几何题，毕锦这孩子总是能找到最关键的那一点，轻巧的拨动一下，这几何题立马就自动解开了。而陈旺用的方法就像是拿着大锤子直接暴力敲开，他掌握了很多大学知识，这就是他最强大的武器，啥都能给你快速砸开。快速砸开还不好，如果只是单纯的做题还好，但是如果参加竞赛就不行，这不符合竞赛要求，而且这也会限制他在数学一道上的发展。要想在数学上有建树，那必须得有灵性。历史上大多数学天才为什么在10多岁就能解开各种猜想，证明各大公式，那就是数学上的天赋灵性。陈旺已经自学到大学数学，岳秋刚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以后会往数学上发展。以陈旺的智商，以后想要成为数学研究者、教授之类的肯定没问题。我是希望他能走得更高，那这一点灵性就十分重要。有灵性，你在数学上就没有上限；没有灵性，就很难往高处走了。白长奇没有岳秋刚考虑的那么长远。陈旺在数学一道上能不能发展，他不关心，他只关心陈旺能不能去参加竞赛。岳老师，这竞赛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恢复了，那陈旺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他还没有参加过竞赛培训，培训过后解题应该没问题，到时候让毕锦一起，那孩子看问题的角度很灵巧，希望对陈旺有好的影响。白长奇犹豫了下，因为他不知道毕锦什么时候会转回去，但要是能对陈旺有帮助，一起学就一起学吧。那岳老师，陈旺就麻烦您了。这不用你说，我亲自招来的，我比你上心。还是要谢谢岳老师，您对一中的贡献真的太大了。这边省城的一栋居民楼里，毕良从毕锦的房间里出来。孩子在干嘛？他在练字。练字？以前怎么劝他都不练，现在怎么突然就练字了？会不会是……跟你说了，别提这个。毕锦都有半年时间不愿意看书学习，现在转了新的学校，竟然愿意考试了，肯定是好现象。练字就练字吧，我觉得挺好的，说不定是好的转变。但还是得立马跟卢教授说一说，就怕事出反常啊。说起这个，刘清瑶眼眶又红了起来。你说好好的孩子怎么就得病了呢？还是什么心理上的病？只有国外才能看得好，我们哪里有钱去看啊？你别太担心了，可能是原来生活的地方给毕锦压力太大了。你看现在他换个地方不就好点了吗？以后肯定会慢慢好起来的。我真怕啊，看着他表面对着人家笑得开开心心，转头就面无表情的去跳河，我现在想起来脚都发抖。你说要不是恰好那天河边有人，毕锦是不是就……好了好了，不会的，你看他现在是不是好好的？我马上就给卢教授打电话，问问他毕锦突然开始练字是好事还是坏事。好，你快去打。电话很快被接通，毕良快速的把事情给毕锦的老师卢启明说了。他这2天情绪怎么样？稳定吗？在学校里不知道，回来挺正常的，但是就是今天开始突然练字了。您说他半年都不碰书不写字了，这突然一下开始练字，我们都担心的很啊。我不知道毕锦给你们讲过一件事没有，就是毕锦他转来江宁省一中不是随意选的学校。不是随意选的，他没给我们说过。那毕锦是因为什么原因想转来江宁一中的？毕锦他从我朋友那听说江宁一中今年也发现了个天才儿童，他说他想去看看那个天才儿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毕良和刘清瑶顿时担心起来。那这不会给毕锦更大的压力吗？卢教授，您之前不是说毕锦这心理病就是因为压力太大吗？毕锦生病不是同龄人给他带来的压力，而是太大的名气。不管他头脑再聪明，智商再高，他始终还是个孩子，承受不了太多。现在能有个同样的天才儿童在他身边，毕锦说不定能从他身上找到治疗的突破口。那孩子也是天才儿童，那会不会有同样的问题啊？刘清瑶天都要塌了，根本不敢想两人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应该不会，舒教授说那孩子挺开朗乐观的。刘清瑶还是很担心，要不是他做出极端的事来，谁能想到人人夸赞的神童心里早已经生病了呢？所以第2天刘清瑶就瞒着毕锦去找陈旺了，他要亲眼看看这孩子。陈旺得知眼前穿得很得体，但是神情难言疲惫的中年女人就是毕锦妈妈时，一脸呆愣。难道是毕锦丢了第1名回去哭鼻子，然后家长找上门来了？好孩子，你就是陈旺吧？刘清瑶看着陈旺清澈无辜的大眼，心中酸涩不已。这才是孩子应该有的眼神吧？陈旺见毕锦妈妈问他一句就开始流泪，心里吓了一跳。这难道是想用软的让我让出第1名？阿姨，我家里穷，第1名有10块钱奖金，对我真的挺重要的。对不起，我没法让给毕锦。啊，什么第1名？您难道不是为了毕锦没考到第1名来的吗？毕锦没考到第1名？刘清瑶也惊讶，眼前的孩子竟然真的考过了毕锦。啊，
你不知道，那个阿姨，你回去可别跟毕锦说这是我说的。刘清瑶此时的思路已经完全被陈旺带偏，看着他夸张灵动的表情，忍不住噗呲一声笑了出来。所以阿姨，你找我什么事啊？没什么事，就是希望你能跟毕锦做朋友。那孩子不善表达，心里其实很想跟你做朋友，但又害羞说不出口。我特意来帮他说说，你可别给他说我来找过你啊，他害羞。小才，我觉得毕锦跟他妈妈可能不熟，他妈妈一点都不了解他。他答应不告诉毕锦他妈妈来找过他。至于做朋友的事，除非毕锦老老实实当第2名。刘清瑶回去之后就让毕良放心，那孩子心里绝对没有问题。你真的觉得毕锦妈妈找你是想让你跟毕锦做朋友吗？估计不是。那你不想弄清楚他找你到底是因为什么事？为什么要弄清楚？人家特意来找你，找到你后又没说什么重要的事，难道你就不好奇他因为什么找你，又因为什么原因最终没有把话说出口？挺好奇的啊，但我不想自己去弄清楚。我觉得真有事，毕锦肯定会去弄清楚的。到时候他愿意讲我就听，不愿意就算了呗。小才觉得他宿主只要不遭受物理攻击、魔法攻击，这辈子可能都伤害不到他宿主了。这样一想，他宿主简直强得离谱啊！陈旺到3楼之后，直接转身去了厕所，结果转头陈旺就在厕所遇到了毕锦。岳老师让我们放学后去办公室做竞赛题，就我们2人。怎么，解题方法上怕被我碾压吗？不是，我怕你被我打击到怀疑自己。毕锦眼神难辨的看了陈旺好一会，突然又笑起来。巧妙的解题思路是靠天生灵感，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那是对普通人来说，而我不是普通人，我是天才，嘿嘿。毕锦听完这句话，脸色猛地沉了下来，胸膛接连起伏几下，像是被气急了，这把陈旺吓了一跳。你发现没有，刚刚毕锦妈妈也是这样，一会儿一个情绪，他们俩是不是生病了啊？什么病？小才惊讶，没想到陈旺竟然能看出来，毕锦妈妈确实也有点抑郁的征兆。我觉得可能是遗传病，你还是别觉得了。虽然没有得到小才的赞同，但是陈旺觉得这是很有可能，不然人怎么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连续变化情绪？原来是生病了。这样一想，陈旺心里突然就平衡了。毕锦正觉得情绪无法控制，陈旺突然拍了拍毕锦的手臂，先回去休息休息吧，你这急也急不来，还是保持好心情最重要。我急什么？陈旺知道生病的人都不愿意暴露自己，于是十分好心的给毕锦找了个借口。急我培训之后把你超过了啊？难道不是急这个？不想暴露自己心理问题的毕锦咬咬牙，没事的，你放心，我也不是那么天才，至少要11、2天才能赶上来，所以别急了哈。毕锦听完只觉得眼前一黑，本以为会被气得晕过去，结果下一秒快要窒息的胸口还被火气给冲得畅通无阻，居然呼吸顺畅了起来。虽然病好像止住了，但是心口却气得发痛。而陈旺见毕锦脸色比刚刚好了些，暗自高兴，觉得肯定是自己的安慰起了作用，于是开开心心上厕所去了。毕锦气得一刻都等不了了，他必须快速把字练好，把第1名抢回来。下午放学，陈旺就拿着作业本和毕锦一起去办公室找岳秋刚培训。自认为帮助了毕锦的陈旺觉得2人现在也算是比较熟了。听说你几岁就能自己写诗，写的啥诗啊？发表了吗？没有。听说你还能自己开药方，真的能看好病吗？不能。那你每天只睡5个小时。话没说完，毕锦直接加快步伐走了。切，腿长了不起啊！1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旺跟另一个神童一起参加培训，却在解题思路上被对方碾压。快点，你看毕锦都到了。坐下之后，岳秋刚给2人1人1张卷子。基础题你们俩就不用练了，直接来压轴题吧。老规矩，1个小时4道题。哪里来的老规矩？今天不是第1天吗？陈旺，时间觉得多吗？不准再用大学的公式解题。那边毕锦已经开始动笔，陈旺也赶紧低头看题。第1道题就是倒几何，这道题要是填空题，陈旺直接间隙就能秒出来。但是岳老师说了不准用大学的知识解题，瞄了一眼毕锦，他竟然已经开始解题了。陈旺有点着急，昨天开发了点抽象创造能力，但是不多，要是不间隙他就只能老老实实画超级多的辅助线解题。于是陈旺开始偷偷在心里间隙算出答案，然后再根据答案倒推回去，这样有些步骤也能一目了然。这边陈旺在心里默算，那边岳秋刚一抬头看见的就是陈旺瞪着题在发呆。陈旺，你在使用瞪眼法吗？陈旺刚好算出答案，对，瞪出来2倍更好奇。陈旺，你是不是又偷偷用大学知识解题了？你是不是把我的话当耳边风了？我不敢。那你在干什么？我想先把答案算出来，然后再倒推过程。岳秋刚一口气顿时就堵在了嗓子眼。那你推出来了吗？推出来了。听见这句话，毕锦都诧异的抬起头看了陈旺一眼。那你快写，要是过程让我发现一点大学的知识，今晚上我就陪你在办公室做1晚上的题。陈旺立马低头开始写过程，而此时的毕锦已经开始在做第2道题。55分钟后，毕锦提前10分钟交了卷，陈旺是刚好到时间写完的最后一个数字，不到10分钟，岳秋刚就改完了卷子。毕锦答得不错，解题思路依旧很好，要保持。至于陈旺你，今天终于没有再用大学的知识，算是一个进步，但是解题步骤有些省略的太多，遇到严格的老师就很容易被扣分，而且解题的思路
思路咋了？思路还是太狭窄了点，中规中矩的，没有一点巧思。岳秋刚把4道题讲完之后，陈旺和毕景就出了办公室。陈旺还要赶着去吃饭，书包一背就直奔食堂。剩下身后的毕景看着他飞奔的背影，久久留在原地。刚刚岳老师说的那些话，陈旺心里一点都不难受吗？因为培训毕景回家有点晚，吃饭的时候刘青瑶问他怎么回来这么晚，和同学在办公室做题。这句轻飘飘的话却让刘青瑶神色瞬间紧张起来。是被老师留下来了？不是，和另外一个同学做竞赛题。谁啊？陈旺，你们不认识？是不认识。那你要跟他一起做题吗？不想的话，妈妈去跟老师说说。不用，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吃完了回屋了。半个小时后，刘青瑶拿着橘子进了毕景屋子，发现他正头也不抬的在练字。悄悄放下橘子，刘青瑶又轻手轻脚的退了出去。怎么样？他在干什么？练字。我估计这练字也跟陈旺有关。那看来陈旺这孩子对毕锦有正向影响，真是太好了。是呀，那孩子你见了也会喜欢他的。就在毕锦练字的时候，陈旺已经盖上被子，美美的躺进了被窝，闭上眼睛进入空间。陈旺决定今天学英语。这2天上英语课，陈旺发现他们英语老师发音也是非常标准的英式腔，这让他欣喜不已。上课那叫一个专心致志，这样别人以后要是发现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也能说出原因。英语课本十分的薄，陈旺1个小时不到就学完了。学完之后立马开始考试。陈旺现在做英语速度那叫一个快，30分钟就交了卷，轻轻松松拿下满分。然后继续把抽象创造能力开发了1.2%之后，抽象创造能力已经开发到了8.5%。陈旺一看脑域开发竟然达到了60.5%。60.5%，小才你看到没有？我脑域开发达到60.5%了，恭喜你，脑域开发超过60%，终于成为了普通天才。陈旺听到这句话眼眶一酸，他努力这么久，这一刻终于跨进了天才的行列。是普通天才，不管天才还分什么3、6、9等，只要是天才就行。后面陈旺才发现普通天才还真不行，想要用奇思妙想解开那些数学题，他还得继续提高逻辑推理能力和抽象创造能力才可以。考试后，特优班的同学很快都进入了学习状态。陈旺之前还觉得周家阳他们卷，现在见识过特优班个别同学之后，发现周家阳他们也只是学习努力了点，远不到卷的程度。因为那几个同学他们连吃饭、上厕所、走路都在看书。这才刚开学，大家为什么搞得像马上要考试一样啊？快月底了，是马上要考试了啊！你早上是不是还没睡醒？这都开学快2周了，啥叫刚开学？开学才2周，这不叫刚开学吗？月底马上考试是一个原因，还有就是好多同学都在补上次考试的偏科。周家阳指了指现在走路都拿着政治书在看的邓英。邓英开学考试政治只考了60多分，因为暑假时间不够，他政治基本只看了1遍，好多都没有背下来，所以现在在努力补上。所以我们班上有很多偏科大佬，是因为他们暑假时间不够，没把课本知识学完。那他们学完之后，我要保住我的第1名，不就更难了？许田却以为陈旺在惊讶同学们没有在暑假里把课本学完的事。这有什么好惊讶的？你以为人人都有你那个脑子，能在那么短时间内把7科都学完啊？对了，陈旺，你在岳老师那里学竞赛学的怎么样了？不怎么样，还被毕姐按在地上摩擦呢。我看他下课都在练字呢，看来上次语文丢的那1分，他也很不甘心。你说万一这次语文考试他把字写整齐不扣分了，你还能不能考第1名？哼，没有任何人能抢走我的第1名。许田被陈旺突然爆发的自信震了一下。是，最多跟你并列第1吗？感觉毕竟要考满分也很容易啊。但放学在办公室做完竞赛题之后，拖拖拉拉一直不肯离开。毕竟在慢条斯理的收拾东西，见陈旺明明东西早就收拾好却不走，很是疑惑。你今天不赶着去食堂吃饭了？我有点事问岳老师，你收拾好快点走啊。毕竟按住翻白眼的冲动，提起包径直走了。陈旺亲眼看着毕景出了办公室门，才走到岳秋刚面前。岳老师，问你个问题哈，如果考试出现了2个并列第1的情况，那奖金咋办啊？岳秋刚写字的笔尖顿了下，抬起头，一脸严肃。那就只能对半分啊。这咋行呢？你说那满分那么好考，考了满分就是第1，2个第1就对半分，那万一多考几个满分出来，那奖金不还得缩水啊？岳秋刚听完都愣住了，什么叫满分那么好考？这话你没有在同学们面前说过吧？没有啊。那就好，那就好，你的意思老师也听明白了。但学校规定的奖金就这么多，肯定不可能再增加。但老师可以想办法保证每次考试都只有1个第1名。啥办法？数学我会多出1道附加题，谁能做出来，谁做的方法更简单巧妙，谁得的分就更高。这样是不是就只有1个第1名了？陈旺满脸呆滞的出了办公室，他觉得他刚刚简直生动的诠释了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可能是看毕景练字太辛苦，所以才想了这么个办法，把第1名名正言顺的送给他吧。你果然心地善良。说吧，气死我！你有什么好处？暂时还没有发现。那你还不快安慰我2句？其实增加1道附加题也有好处，对吧？我也觉得。
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这样我肯定得更努力，而且多做一道题，也能多训练一下我的解题思维，这些都是好处嘛，是不是？我觉得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下你不用担心奖金会被分成2半了。陈旺气得面部扭曲，提着饭盒就去食堂干了3碗干饭，吓得食堂的阿姨都劝他：孩子，晚上吃多了容易积食，少吃点吧，明天食堂还有饭呢。不过陈旺也害怕积食，于是只能提着饭盒溜达几圈消消食。那不是陈旺吗？他在干嘛呢？好像是在散步。散步？我天，他不抓紧时间回来看书吗？马上就又是月考了。你以为人家那脑子是我们脑子呢？我们学2天的知识，估计人家2小时就学完了。这么厉害？不然人家怎么能叫天才儿童？要是陈旺也跟我们一样拼命学习才能考第1，那就不是天才了。说的也是。陈旺不知道自己削的石头上天才的帽子又被同学代劳了些。回了寝室后，又着急忙慌地爬上了床，进入了空间。快！我要学习，我要考试，我时间不多了。这边另一个寝室的同学们正在为一道数学题讨论的面红耳赤。那我们去问问陈旺，他刚从水房洗漱完回去，肯定也在学习。走，我们过去看看。1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上8点半，全寝室的人都来了陈旺寝室门口，想找陈旺问问题。怎么回事？灯怎么关了？熄灯了吗？还没呢，我们寝室灯都还是亮着的。那陈旺又出去了，总不可能这么早就睡了吧？不会吧？哎呀，敲敲门不就知道了？那万一人家睡了呢？肯定不会这么早。同学们马上就要熄灯了，你们还不回寝室，在这儿干嘛呢？罗大爷，我们找陈旺问题呢。那快明天问吧，那孩子8点就关灯睡觉了。啥？8点就关灯睡觉了？是啊，这会都8点半了，估计都睡熟了。好一个睡熟了！几人看看手中的书，不愧是天才儿童啊！而此时陈旺却写得连笔杆子都要冒烟了，心中只有一个坚定的想法：我今天就要考完化学和物理，我要争有效时间，谁都不能抢走我的奖金。1个半小时后，陈旺看着桌子上2张满分卷子，哈哈哈，看见没有？我就说这样我更能有动力吧。我今天竟然有6个小时的有效时间。是，快！之前是不是还有7个小时？给我全部用来开发抽象概括能力。话音一落，陈旺的抽象概括能力就又被开发了1.3%，他立刻一脸憧憬地闭上了眼睛。你在干嘛？别说话，我感觉我已经插上了想象力的翅膀。你抽象创造能力才被开发9.8%，哪里来的翅膀？9.8%低了吗？想象力丰富的儿童一般都是10%起步。陈旺看了下剩下的课程，感觉要在今天晚上学完都不可能了。算了，背思想课本放松一下脑子吧。转眼思想课本就出现在桌子上。小才，我问你个问题，你最好想清楚再问。你下午可刚问了岳老师问题，以后万一课本有改动，那我学了新课本以后继续学的新知识算有效时间吗？小才听完都震惊了，他没想到他宿主竟然能想到这里去。其实陈旺也是被逼的没办法，百科知识高中没有，他现在就只有靠高中课本挣些有效时间，而现在高中又只有2年，眼看着轻松挣有效时间的日子就要到头，那不得想方设法多找点门路。应该可以吧，但前提是改动很大，万一就1、2句话肯定不行。我觉得肯定很大。开学3周，陈旺拖着一筐枯枝烂叶还没走到垃圾桶，就被人抢了过去。陈旺，你去把扫把捡好放回教室吧，我去倒垃圾。谢谢你，张琪。我是张超。谢谢你，张超。不客气。随着第2次考试时间越来越近，班上的气氛也开始紧张起来。岳秋刚说马上要考试就不练题了，让陈旺和毕景回去自己复习。结果陈旺坚决不同意。我这抽象创造能力刚开发，正是磨合提到上阵的时候，哪能这时候不练题？毕竟你是不是想回去多练字？那你回去吧。不用，字练的差不多了。啥？你这才练了多久就差不多了？陈旺不信，直接摸出本子放毕景面前。那你写2个字给我瞅瞅。岳秋刚见状也好奇，毕景的字确实有点一言难尽，毕景只好拿起笔，然后随便写了2个字。哈哈哈！毕景你写的豆笔啊，跟1年级小朋友写的一毛一样。你管他什么笔，齐老师说工整就行。比起你之前的狂草，现在确实工整了。哈哈哈哈！不许笑，你不许笑了，你解题思维僵硬，没有巧思我都没笑你。那你笑呗。毕景听了眼神暗淡下来，他不会像陈旺那样大笑，他只会假笑。看吧，让你笑你又不笑，我给你说，再不笑你就没机会了。为什么？哼，悄悄告诉你，我翅膀长出来了。毕景看神经一样看了陈旺一眼，不信你等着看吧，它飞起来绝对吓你一跳。岳老师，今天的题呢？快拿出来。来吧，今天的题有点意思。陈旺拿到题一看，确实有意思。45分钟后收卷，开始吧。今天就1道题，由此可见这道题的难度不低。陈旺仔细看完题干，三角形内接与圆，直径为 b 交 CD 与点距，过点 D 做射线 DF， 求 D 的长，再求圆的半径。陈旺此时脑子已经不会特意去想大学的公式定理，也能快速做出来。2、3下写完过程，直接开始做第2问。岳秋刚一直关注着2人，此时见陈旺做着突然笑起来。咋的？
这题目给他讲笑话了。越想越气的岳秋刚直接走到陈旺背后，他倒要看看陈旺做成了什么样那么高兴。不过第一个问题就看得神色严肃。这啥做法？我研究那么久，精心设计出来的问题4步就给我证明了。陈旺，你这2个阿尔法角怎么就直接相等了？啊？啥？你这第3步直接写这2个阿尔法角相等，这2个角咋相等的？岳老师，你等等，我这就最后2步就做完了，做完了再给你讲啊。旁边的毕景听了头也没抬，只默默加快了手中的速度。陈旺已经算出了直径，写完最后的答落下完美句点。岳老师，我做完了。这次陈旺第一次敢在毕景前面交卷，岳秋刚看了眼时间，一半的时间都没用到。拿过来吧。岳秋刚拿到卷子第一眼就去看最后2个小问，答案倒是都对。不过我还有个问题，你刚刚做题时笑啥呢？啊，我笑了吗？做第2个问题的时候。哦，那个啊，我是觉得出题人好，害怕我们找不到解题思路，还特意把求第一的常放在前面。这第一求出来再求半径，这不简直送分题吗？好了，现在说说你这2个角怎么突然相等了吧？这哪里是突然相等的？从公元前330年开始，他们就相等了。为啥从公元前330年就相等了？欧几里得啊，欧几里得发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相等了。岳秋刚瞬间觉得心口一堵。岳老师，我做完了。岳秋刚把毕景的卷子拿过来一看，你看看人家这个写的多详细，一目了然。你不是说解题方法要简明巧妙吗？我觉得我的方法一看就比他的还要巧啊，只用了4步。那你就给好好说说，这2个角怎么就相等了？中间的步骤呢？我觉得这个步骤不用写出来，不信你们看。说着，陈旺拿笔画了个圆，然后在圆的底部画了切线，又在圆里画了条弦与之相交，相交形成的角标为阿尔法。岳老师，你看这个阿尔法角是不是一定等于这个弦在这条边上对的任意的圆周角？为什么？因为这直接看就能看出来啊。从切线相交的这个点做圆 O 的半径，这是不是就垂直了？然后呢？然后再把这条线连上，这个角就是直角，这个角等于90度减阿尔法，而这边这个三角形也是直径，那又是直角，那这个角是不是就又等于阿尔法了？然后这样是不是就能证明这个弧对的这边周圆角都得阿尔法相等？那反过来，已知它们2个角相等的时候，那这条线是不是就是切线了？是，看吧，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这些过程你为什么不写下来？岳秋刚听完心里虽然也挺欣喜，陈旺这个解题思路确实很巧妙，但也不能成为他偷懒不写过程的理由啊！这还用写吗？这不显而易见的定理吗？岳秋刚一愣，随后一个不可思议的想法从脑子冒了出来。对呀，既然能证明出来，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通用定理呢？虽然只是元宗里的一个小问题，但是以后有关切线的问题都能直接套用，确实能省很多步骤。岳秋刚越想越觉得可能，一双历经岁月沉淀的眼睛也亮了起来，他面色激动地看着陈旺。陈旺，你能更加详细的把这个证明过程写出来吗？可以，倒是可以。不过岳老师你都认同了，我为啥还要写啊？因为我要投稿到报社去。吃了饭回到寝室之后，陈旺在书桌边坐了会，看着桌子上岳秋刚给他的草稿纸，却迟迟下不了笔。小才，你说这真的有必要发表到报社去？不是他炫耀，而是他真的觉得这个超级简单，没必要弄得那么隆重。你为什么觉得没有必要？1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陈旺在培训时随手写的数学定理被老师注意到，老师还激动地说要发表到报社去。小才，你说这真的有必要发表到报社去？那你为什么觉得没有必要发表到报社去？因为它真的很简单啊。虽然原著里面没有直接出现这些定理，但是凡是有点数学天赋的人，应该都能把这个证明出来吧？毕竟有数学天赋吗？他肯定有啊，他脑子那么聪明。那他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个呢？可能是因为他没有看过几何原本，欧几里得也没有亲自教过他。好吧，这也算个原因，但并不是每个看过几何原本的人都能想到这个简单的定理。那些数学大家瞄一眼说不定就知道，但他们忙于各种世纪难题和猜想，不会特意去证明。那你只有10岁，而且你也不是数学大家，到后世说不定这就是个公认的定理。但是现在不是，甚至课本里都没写它。所以这就意味着你可以以你的名字命名它。这句话像烟花炸开在陈旺脑子里，以后所有人用这个定理的时候都会说起我的名字，这感觉简直比中了10万块钱彩票还爽啊！写，立马写。为了投稿显得正式，陈旺特意从几何原本开始写起，整个思路还有推导过程，陈旺删删减减，最后竟然还写了3大页。因为昨晚熬了夜，陈旺起床的时候在床上坐了老半天才清醒过来，吃完早饭就直奔岳秋刚的办公室。这么快？不快了，我昨晚可是熬到11点才写完呢。啥？11点你就写完了？人家写篇发表的文章还要好几天呢。你这个可是数学定理，那不得仔细推敲思路和证明过程？我昨天就给你讲了要怎么写嘛。岳秋刚拿着陈旺写出来的3页信纸一脸呆愣，他本来是想陈旺写个过程出来，然后他帮着润稿加点论述，成为一篇真正的论文再发表。结果陈旺不仅把这些都写了，而且每一条都有理有据，找不到任何一点需要改动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这一手字还这么漂亮，这要拿出去
谁能想到是一个10岁孩子写出来的？岳老师，这写的不行吗？没有，写得很好，非常好。不过你之前写过这种吗？没有，这是第一次写。写得非常好，没有什么需要改动的地方。那你回去上课吧，我研究看头那个报纸。好，那就麻烦岳老师了。明天的考试好好考啊。陈旺脚步一顿，糟了，他都忘了考试的事了。上次开学考以后，他为了提高想象力，晚上在空间里基本都在学高中的新知识，白天上课有时候开小差也是在刷题，还真没有怎么复习。陈旺脚步匆匆进了教室，坐到座位上后立马摸出语文看了起来。许田和周家阳一来发现陈旺竟然在复习语文，一脸新奇。今天太阳难道是打西边出来的吗？陈旺，你竟然在看语文书，咋啦？明天就考试了，我复习很惊讶吗？你看看你那个崭新的语文书，你什么时候翻开过它啊？周家阳也笑着点点头。最讨厌不用学习，考试还考满分的人了。毕竟确实挺讨厌的。咋？我可是老老实实学了的。好了，老师马上就来了，快转过去看书吧。他们都不知道我走到今天这一步付出了多少努力。听说你晚上还要在操场上散步才回去。本来第一天散步只是为了消食，后来发现走一圈睡觉睡得更香，所以天天都去走一圈。你也可以试试。我晚上吃完饭就要学习，等上床睡觉的时候都消化的差不多了。啊？那你几点才睡觉啊？12点。以后还是早点睡吧，12点也太晚了。别看你现在身高还够，要是再这么晚睡以后可就说不定了。周家阳太阳穴一跳，只觉得一口玉气堵在胸口，不上也不下。好，我知道了，看书吧。看了看，发现好像都记住了，我再瞅瞅其他科吧。接下来2天都在考试，陈旺和毕景好像心有默契似的，又开始暗地里较劲。除了语文，毕景交卷时间晚了那么10来分钟，其余每科2人基本都同一时间交卷，而且几乎都提前一半的时间。最开始同学们瞅着毕景大部分时间在练字，只有少数时间在刷题，而陈旺看起来比普通班的学生还轻松，想着他们拼命努力学了1个月，跟2位天才儿童之间的距离怎么也该拉近了点。结果最后考试的时候被现实狠狠扇了一巴掌。物理提前35分钟交卷，怎么政治才提前25分钟啊？退步了。就是，看来2位天才的手速不行啊，还得练。考完试第2天是休息日，读书这么多周，每次休息日他都是在寝室学习。这次刚好考完试，他想出去逛逛。最主要的是他写了封信想邮寄回去。出来了之后，他才知道原来在家里过的是什么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神仙日子。这样一想，他妈和奶真是太辛苦了。小才啊，我现在好像突然有点理解我3姐的想法了。她要是不努力读书，往外面的世界走，就只能找个人嫁了。以后做一家人的饭，洗一家人的碗，打扫所有的卫生，还要洗一大家子的衣服。哪里还要带娃下地挣工分呢？我妈和奶真是太苦了，我还是去买点糖一起寄回去吧。说完，脚步一转就往百货商场走去。这次熟门熟路的直接找到糖果的柜台。你好，姐姐，我要1斤大白兔奶糖。小朋友，你家长呢？1斤大白兔奶糖可要不少钱。陈旺摸出一张大团结放在柜台上。我有钱。小朋友，你真厉害，这么小竟然就自己出来买东西了。好的，姐姐马上给你称哈。好了，小朋友，你的大白兔奶糖称好了，刚好1斤5块钱，找你5块钱好拿啊。谢谢。出了百货商场，陈旺看了眼纸袋子里的奶糖，咂咂嘴。是不是觉得特别有意义？是挺有意义的，竟然让我有了安装电话的冲动。不过说起电话，陈旺看着旁边的公用电话，赶紧从书包里掏出一个小本子，那上面有刘新怀写给他的学校电话。不过今天休息，刘校长应该在家里吧？但来都来了，打个试试吧。此时刘新怀正带着其他公社小学的校长参观学校。刘新怀把陈旺从入学以来取得的成绩全部整理出来，贴满了学校的荣誉墙。刘校长运气真是好啊，能在有生之年捡到这么个宝贝学生。嘿，运气是好。刘校长，你们教室的墙粉刷了吧？黑板讲台也换成了新的了，听说操场还要铺成水泥地。你们现在可是上面心头宝，这待遇都快赶上县城小学了吧？是，这都是多亏了陈旺啊。校长们被刘新怀那副得意万分的样子气得牙痒痒，要不是上面有吩咐，他们真是一点都不想来参观学习。陈旺这学生一看就是有大出息之人，现在初中就去省城读书了，那读大学可不得走得更远。刘校长对这孩子感情这么深，以后要是没什么联系，心里会不会难受啊？我巴不得他走得更高更远，联不联系我有什么重要的？他能成为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最重要。哈，刘校长果然是一心为了学生啊。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你就是陈旺的小学校长，也没有正儿八经的教过他，他联系也没啥事啊。刘校长，陈旺的电话。谁的电话？陈旺的电话。我操！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旺现在去省城读书了，刘校长对这孩子感情这么深，以后要是没什么联系，心里会不会难受啊？结果下一秒罗玉萍从办公室跑了出来。陈旺的电话。哈，哎呦，这孩子怎么才去1个月就急着给我打电话了？真是小孩子心性粘人啊！田校长，你刚说的对，我想着陈旺找我也没啥事，但电话都打过来了，
你要不要也一起去听听？呵，去就去。他倒要看看陈旺打电话回来说什么。他还没有接到过毕业学生给他打的电话呢。陈旺本来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打过去，没想到刘心怀还真在学校。喂，陈旺吗？是我刘校长，我是陈旺。哎呦，真是陈旺啊！刘心怀接电话的声音故意说得很大。哈哈哈，身体好着呢，没忙，就是在学校里溜达溜达。啥？又考第1名了？哈哈哈，好，知道，我会保重身体的。好，那你快回去了，路上注意安全。再见。刘心怀满脸笑容地挂了电话。嗨，田校长果然说得对，这孩子也没啥事找我，就是报个平安，说他在学校一切都好，又说最近的学习考试又考第1名了，还让我保重身体之类的，反正也没啥事。陈旺这孩子还特意去邮局给我打的电话，你说反正也没啥事说，专门跑这一趟多麻烦呐。够了，我现在就到回去把刚说的那句话吞回去，行不行？这边陈旺挂了电话，赶紧用手掏了掏耳朵，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电话的声音特别大，他感觉耳膜都震痛了。寄完信的陈旺刚到寝室楼就碰到几个同学。陈旺，你去哪里了？我们有道题想问问你，找你半天呢。我出去逛了逛，从早上8点逛到下午2点。我还寄了信，完了饿了又去吃顿饭。好了，别说了，知道你在外面很开心了。晚上陈旺又把存钱罐抱出来，把钱数了一遍。来一中之前他存款483块1毛，毕业考试县里奖金20，学校10块，加起来就是513块1毛。来一中后领了5块钱的补贴，加上开学考试的奖金10块，就有528块1毛。但今天又花了8块。嘿嘿，我已经有520块1毛了。你能不能把那个1毛用了？你不觉得它跟其他钱格格不入吗？你歧视他，何况他哪里格格不入了？都是我辛辛苦苦挣来的。你真是不知道钱难挣屎难吃这句话，对我的1毛钱尊重点。你开心就好。陈旺收好钱罐，一咕噜爬上了床。小才，先把政治卷子拿来。高中政治的题量比初中大，陈旺写了1个小时才把题答完，不过最后结果是好的。他又挣了3个小时的有效时间，依然用来开发抽象概括能力。次日，陈旺一进教室就看见大家都围在讲台上面。这是在干什么啊？看成绩啊，成绩出来了。这么快？中间放了天假，老师们昨天就批改完统计出来了。给我让个位置，我也要看。又是第1名，你有啥好看的？就是除了数学多10分，其他科都跟上次1毛一样，一眼就看完了。快别耽误我们研究分数了。陈旺开心心回了座位，10块钱到手了。这时许田终于从人群中挤了回来。岳老师也是，也不知道多印几张出来，看个成绩命都挤掉半条。陈旺，你一个人坐着笑什么呢？我没笑啊。你先把嘴角放下来再说话。好吧，我好像又是第1名。你不知道毕锦也是全满分第1名了。真的，不过你至于这么害怕吗？你也还是第1名啊。陈旺，你能把数学那道附加题的解题过程写给我看看吗？写了能把5块钱还给我吗？我什么时候借你钱了？你找我写过程干什么？你的不也是满分吗？谁告诉你我附加题满分的？陈旺的嘴角又勾了起来，毕竟附加题不是满分，那10块的奖金还是全都是他的。来，我给你写。陈旺要解题了。那道附加题吗？我的天，我都没有做。我就设了个 x 出来，根本解不开。是啊，太麻烦了，看着我都头疼，根本不想算。不过毕锦，我看着你算了大半夜，纸答案算出来了呀，不对吗？答案是对的，但没有得满分。那全班就只有陈旺一个人附加题满分啊？是啊，太厉害了。哎，让我也要看看什么解法才能得满分。但是马上就要上课了，陈旺也该也写不完过程，我们还是先回座位吧。不用了，他已经写完了。啥？这么快？陈旺把草稿纸放在同学们面前，大家迫不及待凑过去一看，好家伙，上面就写了3步，而且一个未知数都没有。全，这是什么方法？陈旺好奇地看着毕锦。嘿嘿，你是不是也是用的方程法，所以算得很麻烦？毕锦忍着直冲天灵盖的火气咬牙。那你这是什么法？这个1是哪里来的？倒推法。都围在那里干什么？没听到上课铃声响啊？同学们顿时顾不得震惊疑惑，全都立刻回了自己座位。毕锦也坐了回去，不过却双眼正愣，不知道在想什么。分数已经出来，我就不念了。总的来说，这次比上次有进步，但还是不能放松，要继续努力。大家拿到卷子自己先分析一下错题，我等会挑2道难的讲一讲。岳老师，要不趁这个时间让陈旺讲讲他附加题的做法吧？他是怎么3步就能算出来的？对啊，岳老师，这题不是未知数怎么算啊？岳秋刚听到这话，眼中泛起笑意。他昨天批改卷子看到陈旺的解题方法时也十分惊讶疑惑，不过在明白他解题思路之后，就全变成了惊喜。而且就由这道题可以看出，陈旺在数学上绝对是有天赋灵感的，但也能看出他之前爱用大学知识暴力解题，完全就是因为想偷懒。那陈旺，你就上来给大家讲讲吧。就讲这个方法吗？你还有其他方法？方程法我会好几种，就是过程太麻烦了。那你就上来讲讲你这种不麻烦的。那个大家再把题仔细读一遍哈。最后的附加题是一道解答题，农妇第1次卖去全部鸡蛋的1半又半个，第2次又卖去剩下鸡蛋的1半又半个，第3次卖去前2次卖后所剩下的鸡蛋的1半又半个，最后又卖去所剩鸡蛋的1半又半个，卖了4次全部卖完，
求这个农妇原来有多少个鸡蛋？班上包括毕景在内，基本都是用的方程法，但只有毕景一个人解出来了，可见其复杂。我们看完了，陈旺你快讲吧。其实这道题十分简单，我们只要找到一个关键点，这道题就能迎刃而解，那就是第3次卖完后所剩，也就是第4次卖去的鸡蛋只能是一个。为什么？对啊，为什么只能是一个啊？因为前面每次卖的鸡蛋都有半个，第4次刚好卖完的话，就不会再出现剩半个的情况，那就只能是一个。答对。毕景不屑地撇撇嘴，耳朵尖却悄悄红了。对啊，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可不是，前面都有4个半个，后面恰好卖完没剩，那最后卖的可不就是一个吗？哎呀，我脑子真笨，这么简单的都没有想到。毕景听完低下头，不是他们脑子笨，而是陈旺思考的方法角度太巧妙了。也许时间给多一点，他能想到这一点，但当时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他想。现在大家听懂这一句，是不是就知道我那3步是啥意思了？第一步带1进去，是不是就直接算出第2次卖的鸡蛋是3个？是。那再用第2次的带进去，就能算到第1次的是7个，对不对，陈旺？对。所以全部加起来就是15个。所以是不是很简单？不，根本一点都不简单，谁角度刁钻能想到这里去啊？就是，你不说我们看了你的解题方法都还没有明白过来呢。好了，这道题确实不难，但是大家总喜欢按正常的思维去考虑问题，有时候就会难以入手或根本无法获解。这时候我们就要像陈旺一样，另辟蹊径，进行逆向思维，说不定就能找到办法了。陈旺听完腰杆又挺直了。我就说瞪眼法有用吧。1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仅10岁的陈旺随手写下的数学定理被老师发现，并被发表到报社去后，报社主编坐不住了。岳老师，那个奖金直接拿去吧，我省得去找红包。不用，就这样就可以了。陈旺拿到钱，脸上的笑容就没有下来过。毕景跟着他一起出了办公室。原来你说的5块钱就是这个。毕景走上前看了眼陈旺的脑袋，你脑子到底怎么构造的？哈哈哈，我想起我还有饭没有吃，先走一步。毕景看着陈旺，眼中迷茫一闪过，他来意中就是想看看另一个所谓的天才儿童到底是什么样的，会不会跟他一样活得那么痛苦。但1个月过去，他没有丝毫进展。晚上毕景坐在书桌前，本来又想发呆走神，现在他心里也不好受，可脑子里突然冒出陈旺指着他自弯腰大笑的模样，毕景又觉得这难受也是能忍的。看来真的有用，毕竟最近情绪稳定好多，也没有一个人呆坐着走神了。是啊，这已经安安稳稳的读了1个月的书了，看来拽来一中真是来对了。我觉得陈旺对他的影响真的很大，太感谢那孩子了。同样是天才儿童，他却能那样开心快乐，说明他家里把他养得很好。我们也能慢慢做好的，别着急。此时的陈旺看着手中破了的袜子，伤心欲绝。这才1个月啊，他怎么就破了？谁叫你一天脚拇指那么好动？只能以后带回去让我妈给我缝一下了。把今天的10块钱奖金也放进存钱罐，陈旺才心满意足爬上床，进入空间学习。路程一栋3层楼房的办公室里，男人终于有时间拆开最近投来的稿件，看了一眼寄信地址，竟然是千里之外的江宁省。沈之礼拆开信纸看了起来，本以为又是千篇一律的无聊文章，结果刚看完第1段就来了兴趣，这竟然是一篇数学定理证明论文。一篇小论文，沈之礼很快就看完了，但他忍不住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沈主编，这几封信是请几位有名的业余数学研究者写的文章，您看看下一版报纸的趣味数学放哪篇比较合适？我看这篇就比较合适，逻辑性强，论述却不显得枯燥乏味，而且证明的定理过程也十分严谨，十分适合趣味数学的板块啊。助理接过来一看，这手字倒是漂亮，好多搞数学的都不太讲究书写。是啊，不仅字漂亮，文字也挺幽默有趣，你读读就知道了。助理拿着信纸仔仔细细读了起来。确实不错，不过这个署名陈旺，圈子里没听过这名字啊，难道是谁的笔名？原来是江宁省寄过来的，这么远，怪不得没听过这名字呢。那就定这篇论文吧，稿费按1类给。可是沈主编，这几位都是我们经常合作的，这次也是我们先约稿人家，如果突然改成别人的论文，以后再想合作，怕是有点困难。稿费依旧给，如果这样他们还是不满意，那就算了。本来我就觉得那些文章有文嚼字，一点都体现不出数学趣味性。可是这陈先生万一就投这么一篇稿，我们后续咋办？稿费寄回去吧，顺便写信问问这位先生有没有长期合作的意向。要不是江宁省太远，我就亲自去拜访邀请了。这边陈旺早已把投稿的事忘到了脑后，开始几天还时不时的期待一下，但1周后他就觉得这事应该是没希望了。看着石沉大海的稿件，岳秋刚也有点想不通。为了能顺利过稿，我不仅选了刚成立的小报刊，而且特意选的数学报刊。陈旺那篇论文也十分不错，怎么能音信全无呢？就在岳秋刚都想放弃的时候，终于收到了报刊的回信，只不过拿到手中的那一刻，心就提了起来。这回信咋跟我寄信的厚度一模一样呢？该不会被退稿了吧？他小心翼翼地把信拆开，看到2张大团结实心一下子落回了肚子里。岳老师，是通过了吗？自己看看吧。陈旺接过来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然后眼睛猛地睁得老大。岳老师，有钱！哎呦，那是稿费，你喊那么大声干什么？还有稿费。他们采用了你的论文，
肯定要给你稿费呀。3张纸就20块。什么3张纸？那是你辛辛苦苦写的论文，而且你以为那数学定理是那么容易被发现出来吗？说不定未来好几年你都没有灵光闪现的时候了。不可能，就这种小定理，我弄不出来10个也能弄出来8个。牛人大佬们的课不是白上的。好了，反正就是你的论文完全值得这20块，你不用心虚，快看看人家给你回了什么信啊？啥回信？刚给你的信封呢。陈旺一惊，赶紧从垃圾桶里把信封捡了起来。呵呵，那个我以为里面就只有钱呢。快看看人家报刊回什么了吧。陈旺展开信纸，不敢相信的又看了一遍。岳老师他们好像在邀请我和他们长期合作。我看看呢。陈旺立刻把信递了过去。还真的是可惜了。可惜啥啊？可惜他要的是数学方面的论文啊，如果是其他的文章，数学论文我也能写啊。对呀，你能写数学论文，但是不能写数学。啥？你还能写数学论文？能，今晚上回去我就再写一篇。要是报刊收得下，我可以每天都写一篇，反正又没要求必须要写定理证明。算了，你先写出来我看看吧。好的，那岳老师我就先回教室了。陈旺拿着钱极快地出了办公室，躲到无人角落，陈旺就忍不住笑出了声。悠悠切克闹，煎饼果子来一套，嘿嘿。陈旺开开心心地回了教室，刚坐下，你刚刚自己一个人在下面练舞吗？你看见了？没有。那你怎么问？是全班同学都看见了。我操！我看他蹦蹦跳跳的，应该是有虫子跳到身上在拍虫子吧？是不是陈旺？是，你真的猜得太准了。我当时从树下经过，恰好掉了只虫子下来，吓得我又蹦又跳，幸好用手拍下来了。鬼才信！胆小鬼，一个大男生怕什么虫子？这个解释不管别人信不信，看来毕竟反正是信了。你说毕锦智商情商那么高，怎么会相信周家阳帮我找的借口呢？因为无法接受跟他一样的天才儿童会做出那么幼稚的事吧。陈旺气呼呼地掏出信纸，想也没想就开始动。你这次写什么？之前跟着大佬们推理时，不是发现了很多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能用的小定理吗？上次是圆，这次就三角形吧。那你正了个开头的拉马努金公式呢？不正了，等后面有空再想想吧。好了，别说话了，没看到我正忙着呢。此时的老陈家没想到陈旺竟然会给他们写信回来报平安，而且还一起寄了糖回来。此时安安正吃糖，吃的眼睛都笑弯了起来。安安，糖谁买的？哥哥买。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此时的老陈家里，大家因为收到陈旺寄回来的信和一大袋糖果，激动的睡不着觉。安安真棒，竟然还记得哥哥。安安长大也给哥哥买。哈哈哈！勿枉旺仔一天在丹娜耳边唠叨，他现在啥都要给他哥哥买。旁边的陈敏3姐妹则拿着明信片看个不停。哇，这就是省城的邮票吗？好漂亮，确实漂亮。这明信片也好精美，旺仔太好了，竟然送我们这么漂亮的礼物。哎呀，说着我都有些想他了。再过2个月放寒假他就回来了。陈敏却看着明信片上的3个字，眼眶温热。他决定旺仔这次放假回来之后，要真心实意的给他道个歉，然后对他说声谢谢。要不是因为他们不一定能读到书。早上7点半，秦正明拿着公文包走进办公室。朱秘书，今天的会议安排好没有？几点？秦局，会议安排在9点。啊，我知道了，你出去吧。秦局，陈教授这边回消息了。真的？快拿给我看看。秦正明快速的拆开信纸，读起了信。秦局，上面回什么了？不是陈教授的回信，陈教授去国外大学参加讲座去了，是他助理帮忙回的信，说已经把这件事跟陈教授说过。陈教授也对孩子非常感兴趣，但他要明年底才能回国。那咋办？要不重新给钟教授那边说？钟教授已经退休离开中科大了。不会吧？他当初虽然站了队，但毕竟只是在学校教书育人，怎么会受这么大的牵连？不是牵连，是钟教授自己提的离职，应该是心怀愧疚吧。那我们之前做对了，幸好没有让陈旺去跟着钟教授，不然他一个10岁娃娃没背景没身份，在中科大也待不下去，还不如老老实实读完高中走推荐呢。就在秦正明和朱琪谈论陈旺这件事的时候，远在中科大梁又平和施佑也在争论，这明明就不是你的思路，为什么在数学谈论会上说是你的？梁又平没想到施佑居然会这么不要脸，把之前他们在资料上发现的拉马努金公式证明思路说成是自己的。就是一个思路而已，我凭什么不能自己想到？再说这个人怎么都找不到，说不定早就不在了。就算不在了，你也不能说成是你的。你清高，你孤傲，教授突然退下去，我们要是没有一点作用，你觉得人家还会让我们继续待在这个组里吗？你要是看不惯，直接跟我们拆伙就行，别在这里装道德圣人对我们批判说教。梁又平知道施佑一直都不把他这个师兄放在眼里，但没想到他竟然对他起码的尊重都没有。你们3个怎么说？我跟施佑道不同不相为谋，今日肯定就要分道扬镳，但我不会退出这个数学组。你们是想跟我还是施佑？那个我问一句，梁师兄，你出去后会对这件事保密吗？师兄可别忘了答应教授的事，就算道不同，也不至于残害同门吧？别用这套威胁我，我是没有拆穿你的打算，但不是因为我念同门之情，
而是我觉得你就算用人家的思路也不能完成证明。呵呵，那就不用师兄操心了。就算写不完完整证明，但资料上的证明已经写了开头，他顺着写下去发表出来也能有所成就。你们是留还是跟我走？三人面面相觑，眼中都是挣扎犹豫。跟着梁又平走，良心确实安了，但没前途。师佑昨天提出这个思路，就得到了其他几位教授的关注，并有望成立单独的研究项目。他们要是留下来，肯定也能加入。那你们就好自为之吧。师兄，我跟你一起走。幸好不算全军覆没，不然他都要替老师感到心寒。陈望丝毫不知道自己当初随手写下的圆周率和证明思路已经在中科大引起波动，还让几个本是同门的学生彻底翻脸，分成了两路。他吃完早饭就迫不及待拿着新鲜出炉的论文去找岳秋刚了。这是你写的三角形的定理。我发现在三角形 ABC 内，一条直线与这个三角形三条边或者延长线相交于这 RQP 时，那 ARRB、BPPC、CQQA 就等于1。岳秋刚听完就带了个三角形边长进去一算，结果还真是1。他猛地往后翻2页，这个也证明了。不证明的话，就这么一页拿人家20不太好吧？岳秋刚被陈望的回答气得胸口一闷。你快回教室去，我再看看这篇论文。那就麻烦岳老师了。岳秋刚等陈望一走，立马眼睛发光的看着手中的论文，看完一遍不够，还要再看一遍。证明实在太漂亮了，逻辑严谨缜密，没有一丝漏洞，甚至连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这个定理都举了好几个例子，让人看完一目了然。看完3遍后，岳秋刚无比庆幸当初用优待把陈望招到了一中，他有种强烈的预感，一中以后会因为陈望更上一个台阶。此时省教育局最大的会议室内，省城各中学校长都陆陆续续走了进去。哎呀，白校长现在是越来越精神了哈，果然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呵呵，包校长这话酸溜溜的，不过我都不知道我有什么喜事，还麻烦包校长给我说说呢。白校长跟我们还打什么哈哈？谁不知道你们一中今年招了个天才儿童进去，连退休的岳老师都为了他又返岗了，难道这对一中来说不是好事？包校长消息是灵通。此时会议主要是为了期末考试的事，这不仅是检验学生，也是检验学校老师校长们的时候。这句话一出，大家就知道这次期末考试成绩的重要性了。而且更重磅的消息是，今年江宁省要评选学校先进集体单位，所有中学都可以参加。评选的内容主要是办学实力、教育理念、社会影响3个方面。评选的第1名不仅可以获得江宁省第1个先进学校的荣誉称号，教育资源也将优先向其倾斜，同时将被大力宣传。这种种好处简直让校长们振奋不已。白长奇听到这消息，当然也十分兴奋激动。一中在江宁省绝对有当选这个先进集体的实力。可是我们在杰出学生这方面差了武冈中学一截，他们学校61那届学生出了名的能人辈出，他们真的是一个比一个优秀，现在在社会各界都有卓越成就。是啊，而且每次武冈中学校庆的时候，那些校友都会齐聚一堂庆祝，这为武冈中学带来了极大的声誉和影响力。其他的我都不担心，就是这社会影响方面，我们比武冈中学怕是要差点了。说到这里，白长奇眼中有些忧愁，抬眼却看到岳秋刚满脸的笑容，仿佛丝毫没把这点差距放在心上。岳老师难道是想到什么好办法了？过去的辉煌怎能比得上现在的荣耀呢？放心吧，这个不是问题。现在的荣耀，岳秋刚见不跟白长奇说明白，他是放心不了，于是低声跟他解释了2句。陈望发现了数学定理。别太震惊，只是2个小定理，而且发表的报刊不在我们江宁，所以到时候还得运作。不是岳老师，什么叫只是2个小定理啊？且不说陈望才读初1，关键是他才10岁啊，10岁就发现数学定理，还是2个，还要登专业的报刊。白长奇脸色突然涨红，双眼亮得吓人。岳老师，这个报刊虽然不在江宁，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事报给省城日报啊，到时候省城日报一报道，还怕省城百姓不知道？这事上日报怕是有点难，上次登上日报是因为有教育局牵头。那就晚报应该能行。好，到时候我去联系。白长奇欣喜不已，没想到陈望竟然弄了这么大个惊喜出来。当时给陈望特殊优待的时候，还有几个校领导颇有微词，现在看他们还有什么话说。岳秋刚等白长奇走后，也立马赶往邮局。这篇论文没有一点需要改动的地方，现在抓紧时间寄过去，也能早点登报。此时路城街头的报刊亭也上新了当日的报纸。中午放学，一位中学老师走到邮局的报亭，麻烦给我1份日报。给您最新的日报。老师正在掏钱，低头却看到报架的最边上的报纸上印着很多数学公式。数学应用吧。1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陈望随手写的数学定理被发表到报社，发布的当天直接爆了。这是今年新办的报刊，好像是专门刊登与数学有关文章的。那再拿1份这个报吧。徐航明走进办公室，一边吃饭一边看起了报纸。还以为新报刊会有点新意，结果还是老生常谈。徐航明说着就要收起报纸，结果眼睛却突然看到报纸上角落里有个趣味数学板块。圆切线嘛。徐航明饶有兴致地看了起来，结果不看不知道，一看发现这居然还是个有着完美证明的小定理。这下徐航明连饭也顾不上吃了，直接拿出纸笔跟着证明过程自己证了一遍。
还真的是，万一这道题是选择或者填空题，那这个小定理简直不要太好用。徐航明激动不已，视线往下一看，陈望好像不是哪位出名的数学研究者啊，难道是哪位业余的数学爱好者？不过能发现这么个实用的小定理，肯定也是极其喜欢解题的爱好者吧？这对初中学生来说太有用了。于是徐航明下午上课时就把这个小定理给学生讲了。大家稍安勿躁，这个定理不是我发现的，而是我在一份数学报刊上看到的。2天后，数学应用报主编沈之礼的办公室里，沈主编，我们这期的报刊报了。什么报了？这期的报刊啊，刚刚收到消息，各大报亭都卖完了。李勇虽然极力压低声音，但这消息实在太激动人心，这一嗓子嚎出去，外面报社的工作人员全都听见了。卖完了？是我们这期的报刊卖完了吗？是，全部销售一空，报亭那边都打电话来问我们要不要加印呢。不过我们这期报纸为什么一下就畅销了呢？对啊，感觉有点突然啊。难道这期有什么不同？沈之礼脑中突然灵光一闪，直接看向这一期的趣味数学板块。我想我知道原因了。什么原因？因为这篇论文，主编，印刷那边都打电话来问我们要不要加印，好像是有人要报纸找到印刷厂那边去了。沈之礼按捺住狂跳的心脏，加，他们要多少加印多少。好的，这期报纸大卖肯定会有不少反馈，你们一定要仔细收集起来，这十分重要。手头的工作都先放一放。好了，大家加油，回去继续工作吧。沈主编，这期报纸大卖真的是因为这篇论文吗？不管是直觉还是理性分析，是这篇论文的可能性很大。陈先生那边回信了吗？还没有。怎么还没有呢？李助理，我们报刊如果想要在路程站住脚，就必须要乘此机会把局面打开。陈先生的文章现在对我们来说无比重要，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联系上他。好，如果今明2天还是没有收到回信，我就亲自去一趟江宁省。1周后，陈望早上起床就感叹自己的苦日终于要来了。什么苦日子？洗衣服啊！夏天的衣服揉吧揉吧过水就好了，冬天衣服多难洗啊！而且学校热水也不一定供应得上，到时候用冷水洗它铁定又要长冻疮。正要出门，看见墙上自己住进来时做的身高记号，脚步一顿，面对墙壁重新比了比，一比吓了一跳，他竟然长高了。小才，我好像长高一点了。你看2个月前的记号在这里，现在我已经到这里了，是不是长高了？是，恭喜恭喜！这一刻，所有忧桑都被抛到了脑后。陈望满脸笑容的出了门。陈望，你这是有什么开心的事啊？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陈望扫了一眼平均比自己都高出1个头的同学，没啥，天气好，心情就高兴。同学们听完齐齐的看了眼窗户外面阴云密布的天空。原来他们的天才儿童喜欢这种天气啊，不愧是天才儿童，喜好都跟常人不同。什么？数学应用报1周才更一期啊？什么报刊1周才更一期？这么懈怠能挣到钱吗？幸好1周1期，这样也不会耽误你多少学习时间。要是1天1篇，我肯定都不会同意你和这报社长期合作。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还是学习。可我这几天写的7、8篇数学趣谈怎么办？岳秋刚不知道陈望在纠结自己已经写好的稿子怎么办。1周1篇应该没有问题吧？如果有困难就写信告诉他们2周。没问题。陈望赶紧答应，生怕岳秋刚让他2周交1篇，那他不知道要少挣多少钱。行，那就1周1篇，但是一定不能把心思都放在这上面。要是学习因为这个退步合作，就要立马终止。没问题。好，报刊那边回信说你这次的稿子也非常好，希望以后的稿子水平都能保持这样。每篇稿子稿费给你加10块，涨到了30块。30？是啊，虽然还赶不上那些大作家的稿费，但是对于你的篇幅来说，这个价格已经十分不错了。这是上篇稿子的稿费30，还有1份报纸。你要不要看看？陈望伸手接过钱。报纸我就不看了，岳老师，这是下周的稿子，马上要上课了，我就先走了。岳秋刚看着桌子上的稿子，不敢置信。下周的稿子你都有写好了？抬眼屋里却哪还有陈望人的影子，早拿着钱走远了。岳秋刚无奈的拿起桌子上的稿子一看，我操，竟然又是一个三角形定理。晚上，陈望看着书桌上的7、8篇数学文章，愁眉苦脸。岳老师担心我写这个耽误学习，肯定不会再帮我投稿了。但是这个写都写出来了，而且跟之前的风格完全不一样，留给现在的报社也不合适，那就只有我自己偷偷的投了。于是第2个休息日，陈望一大清早又背着包出门了。陈望又出去逛街了。是啊，昨天我看他还在上地理的时候写什么东西呢，一点都不为期末考试着急。好去啊，上天为什么就不能也给我一个天才脑子呢？已经有2个了，多我1个怎么了？所以脑子聪明跟天才是完全两码事。从小到大我都是年级第1，周围人都说我是家里的骄傲，我也那么以为，直到来到特优班碰见陈望毕锦。我们十分理解你，不过他们2个和我们不是同一个物种，心还是得放宽点。都这么久了，早就适应了。不知道从哪本书里看过一句话，努力是下限，天赋决定上限，在绝对的天赋面前，任何努力都是以卵击石。现在来看，说这句话的人估计也遇到过天才，有可能，估计也被打击到了。305寝室的大清早发什么疯嘛？还要不要人背书了？对不起啊，同学，快看吧，
这才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呢。说的也是。此时的陈旺一路背着英语短文也到了邮局。我觉得我这水平看英文原著也没问题了。确实，今晚上就可以看无翻译的数学原理和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了。推荐的很好，下次不准推荐了，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陈旺在邮局仔仔细细挑选要投稿的报社，太大的不行，他怕人家看不上他写的。日报、晚报之类的也不行，他这个专业性太强，这些报纸不会要。江宁省的也不行，万一被岳老师发现就完蛋了。最后挑选了3家出来，结果有2家都是鹿城的，还有1家在鹿城隔壁。陈旺填上收信地址之后，一股脑的都投进了邮箱。投完陈旺就不管了，反正都是多写出来的，能有稿费他就当意外之喜，没有还是有点心疼邮票钱。早知道就投1家了，还能省2张邮票。陈旺懊恼的背着书包回了寝室。陈旺，事情忙完了吗？能不能帮我们讲2道题啊？可以，不过我要先把衣服洗了。他已经堆了1周的脏衣服了，再不洗下周就没衣服穿了。哪知同学们听了直接拿上盆冲进陈旺寝室。脏衣服在哪里？我们有的是人，马上给你洗完。不用，我自己洗，哪能让你们洗？你时间宝贵就别浪费了，以后这些小事我们都可以代劳，留出来的时间帮我们讲题就可以。还有这种好事，陈旺心里已经乐开花了。这怎么行？有什么不行的？我们还觉得耽误你时间占你便宜呢，这下正合适。脏衣服在哪呢？算了吧，我还是觉得有点。陈旺是不是这几件？是。那行，都装上，我们1人1件，一会儿就洗完了。哎，等等。哎呀，你就别拦着了，你帮我们讲题，我们帮你洗衣服，心甘情愿。不帮你做点什么，我们心里还过不去呢。能等我把身上这件脱下来吗？这件也要洗了。于是下午的时间，陈旺就在寝室里给同学们讲题。陈旺讲完题，抬起头一看，哇，怎么这么多人？来，你们帮陈旺忙了吗？就在这里免费听。帮什么忙？我们帮陈旺洗了衣服，才占用他时间请他给我们讲题的。你们这是蹭课啊？那有什么？我们也可以帮陈旺洗衣服啊。就是洗衣服有什么难的？我们也可以。陈旺，你以后的衣服不要给别人，就给我们寝室，我们洗的可干净了。那不太好吧？那有啥？只要你抽时间帮我们辅导，饭我们也给你打了。这能行吗？有啥不行？打水我们也包了，省得有人说我们占你便宜。听到这里，陈旺终于忍不住咧开了嘴。知识果然能改变命运。小才，我都感觉像做梦似的。昨天还觉得自己是个可怜的小苦瓜，今天就差点过上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好日子。天哪，我不会真的在做梦吧？应该不是在做梦。你下午原本是要干什么？做高2上期的数学和英语卷子。我的卷子还没做。2个半小时后，陈旺看着2张满分卷子心满意，而他的有效时间又积攒了18个小时。陈旺依旧用来开发抽象创造能力，于是抽象概括能力已经被开发到了11.6%。他终于是一个有想象力、创造力的儿童了，而脑域开发度也达到了61.6%。看着这61.6%，陈旺有点想重新挑战一下证明拉马努金公式了。小才，把拉马努金的公式拿出来。好的，宿主。次日中午，白长奇和岳秋刚面色低沉地走出国营大饭店。老师，我们这顿饭算是白请了。看来武冈中学跟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都想用报纸宣传。晚报选择采访他们61届的优秀校友做专刊，肯定就不会再想报道我们的了。可刚刚那主编说的话也太气人了。什么叫小小的数学发表不值得报道？他懂一个10岁孩子发现数学定理的含金量吗？好了，这事回去再商量商量吧。江宁又不是只有他一家报刊，可是除了日报，就晚报好点了。但现在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先联系小报刊看看。行吧，我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与此同时，鹿城数学应用报社内，沈之礼面色有些焦急，他在等最新一期报刊的售卖结果。此时助手李勇就脚步匆匆地走了进来。如何？全卖完了，就一个上午就卖完了。哦，哈哈哈，太好了！只要我们能稳住这个局面，就算做出了成绩，也对得起当初提议开办数学专业报的领导了。还是主编眼光独到，众多文章直接选中了陈先生的。不是陈先生的论文确实写得好。从论文来看，陈先生一定是位严谨又不失幽默的学者。这一手字虽然不如书法大家那样笔走龙蛇利透纸背，但也颇具风骨，可见是下过功夫的。这在数学研究者中可不常见。是啊，当初我也惊叹这一手漂亮的字，而且字与字之间间距基本一模一样，排列工整，公式也写得整整齐齐，感觉就跟学生答卷一样认真无比。哈哈哈！不过这要是试卷，老师肯定还要加2分卷面分，太漂亮了。这话在我面前说说就算了，以后有机会见到陈先生可不能这么说。虽然不知道陈先生年龄，但肯定已经离开学校很久。这样说，万一陈先生觉得冒犯怎么办？是，我知道了。我们报刊能有现在的局面，全靠陈先生。以后关于陈先生的事都要慎重对待。越说越想亲自拜访这位陈先生，主要是没面对面跟人沟通。沈之礼心里还是有些不踏实，万一哪天人家就不想写了，或者被其他报社挖走了。不行，忙完手头的事，我还是要亲自去一趟江宁才安心。其实沈之礼的担心完全正确，因为现在鹿城就有家报社在研究他们突然大火的原因，他们只要找他那个原因，
说不定就能让自己报社起死回生。此时，一位编辑突然面色潮红的站起来：“主编，我找到原因了。”宋方军怎么也想不到，数学应用报居然是因为2篇数学论文起来的。他看着论文下面的署名，这陈旺是谁？大家听完面面相觑，纷纷摇头表示没听过。去查，一定要查到这个人。可是他们翻遍了陆城，也没把这个叫陈旺的人找出来。后来还是动用手段才打听到，这陈旺竟然不是陆城人，而是江宁省的人。宋方军愁的饭都吃不下，本来都想放弃了，但事情突然峰回路转，给了他一个大惊喜。那个江宁省的陈旺竟然给他们报社也投稿了。真的是陈旺，江宁省的那个陈旺？我觉得是。宋方军面色激动地打开稿件，编辑见状，整颗心都提了起来。他感觉他的工作怕是要到头了。好，写得太好了，下期一定要用上篇文章，而且要把署名写得大大的。这真的是数学应用报的那位陈旺？应该是，虽然这篇稿子风格不同，但也是数学方面知识，而且也是江宁省的。这如果都不是同一个人，那未免也太巧合了。而此时买到数学应用报的人也在好奇地讨论陈旺，因为这次论文居然又是一个小定理，而且还是三角形的。经过第一个圆切线定理的传播，陈旺这个名字已经在好多中学出了名。不仅如此，还有专业的数学协会学者也注意到了。一栋2层小楼的院子里，鹿城大学的李德光教授和数学学术交流委员会主任黄富全正在商议事情。李教授，这次学术交流十分重要。前几年我们数学活动基本属于停滞状态，现在终于恢复，各方都在关注。想要办好交流会，还需要你们的大力支持啊！黄主任，你放心，这件事我们鹿城大学一定鼎力相助。学术交流能让数学学者分享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经验，有助于打破信息隔阂，推动数学的传播和发展。鹿城大学能得到举办资格是我们的荣幸。哈哈哈哈，那就好。时隔这么久再次举办交流会，不知道有没有令人惊艳的研究成果出来？说起这个，不知道黄主任看最近2期的数学应用报没有？数学应用报是去年傅理事提议开办的那个新刊吗？我记得才办起来不久吧？怎么？难道已经做出成绩了？之前都挺平平无奇，但最近2期上面刊登的2篇数学论文引起了很大反响。我昨天看了下，确实挺有意思。报刊我带来了，黄主任不妨看看。好，我看看呢。1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陈旺发表的数学定理震惊了整个鹿城的人。远在鹿城的学术委员会主任正在看陈旺发表的定理。这2个定理应该是从基本公理和定理中推导出来的，虽然不是基础定理，但是在特定领域或解题的时候能起到简化作用，也能在复杂的题型中提供解题思路，适合做题的学生。哈哈哈，黄主任说的对，这2个定理深受中学生们的喜爱，遇到这类型的选择填空题直接用就行，连过程都不用写。不过这2个不适合直接叫定理，更偏向于结论。对，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词叫它，现在经黄主任一提，我突然想到个特别适合的词称呼它。什么词？从基本定理中推导出来的2级定理。不错不错，很精确。李教授刚刚说这2个2级定理很多中学生们都在应用了。是啊，这还是我家里的中学生告诉我的呢。那必须得让编辑出版委员会熊主任联系一下数学应用报的主编，让他把这个称呼给规范化一下，广泛应用之后不能让不了解的学生产生误会。还是黄主任考虑周到，这个确实很有必要。不过目前2级定理就2个，也不知道写这论文的人还能不能继续发现。呵呵，就算是2级定理也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的，一个人发现2个已经十分不错了。说着，黄主任像是想到了什么，倒是可以邀请这位叫什么来着？哦，陈旺，我们可以邀请这位陈先生来参加这次学术交流会。那到时候给他寄一份邀请函。此时的陈旺正遭遇这辈子人生中的第1个滑铁卢，他第3次月考的奖金被分成2半了。陈旺一天都有些闷闷不乐，偏偏毕景还刻意等他一起去培训。咋地？想跟我炫耀啊？炫耀什么？炫耀你拼命努力2个月，才终于跟我考了个并列第1嘛！炫耀你凭本事抢走我的5块钱啊！这5块钱就那么重要？比第1名还重要？5块钱还不重要？你啥家庭啊？4个5块就能买我爸1个月的劳动时间，这还不重要？就普通家庭嘛。你爸妈1个月工资多少？我爸150一个月，我妈80。你这还普通家庭？那我算什么？算贫困？算了，跟你们城里人说不清。毕景看陈旺气冲冲的扭头就走，长腿迈了2步就追了上去。陈旺见毕景追上来，小短腿甩得更快了。陈旺猛地停住脚步。你真的一点都不在乎第1名这个成绩吗？你没觉得你的问题很奇怪吗？哪里奇怪？我必须要考到第1名才能拿到奖金。那你管我是为了取得第1名的荣誉，还是单纯为了奖金才考第1名的？反正都要考第1名。毕景听完就愣住了。你脑子是聪明，但事情想太多，脑子还是会累的。这些哲学问题就不该我们这个年纪去想。你知道你这个就是典型的啥症状吗？毕景心一颤，眼中带着一丝惊慌。什么症状？典型的吃饱了撑着，没事干。说完转身就飞叉叉的跑远了，生怕背后的毕景追上来揍他。岳老师，下次附加题能不能难一点？咋的？还觉得简单了？是的，太简单了，一点难度都没有。岳秋刚愣了会，
然后突然笑了起来。毕竟你也听见了哈，陈旺说这次附加题太简单了，那下次我就必须得拿出点本事出道难的题了哈。岳老师只管出，我相信就算我做不出来，陈旺肯定也能做出来的。你落井下石也太快了吧！没你跑得快。晚上回去，陈旺看着桌子上5张皱巴巴的1块钱，郁闷不已。这跟走在路上突然掉了5块钱有什么区别？简直令人心痛。你之前不是说投稿成功就当稿费白捡了吗？你明天去看看门口大爷，那有没有回信啊？对啊，我咋把这事儿给忘了呢？这都快2周了，肯定有结果了。我明天一早就去看。陈旺一早就跑去门卫处问大爷：“何大爷，这2天有我的信吗？”有，正好昨天来的。你再不来拿，我都准备今天拿给你们岳老师了。幸好他来得早，要真给岳老师，那他估计要吃不了兜着走。还有3封呢。难道所有稿子都过了？谢谢何大爷。呵，不用客气。陈旺拿上信就离开了门卫处，走到花坛边就看了起来。果然过了，连稿费都发过来了，哈哈哈，白捡的。3个信封里有2个装的是20块，有1个装的是10块，加起来一共50块。这就是他7篇稿子的收入，虽然比不上数学应用报的单价，但是陈旺已经心满意足。陈旺顺手就把信封扔进不远处的垃圾筐里，然后才脚步轻松地背着书包去教室了。而此时6艺社主编宋方军看着桌子上的3张报纸，一脸震惊。为什么这3张报纸上面都登有陈旺的文章？数学应用报就算了，他们估计是和人家长期合作，但这科学报怎么回事？还有这隔壁市的晨报为什么也刊登了陈旺的文章？而且署名都是江宁省的陈旺。这3篇文章虽然都是与数学相关，但风格又不同。那只有一个可能，这个陈旺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数学爱好者的笔名。笔名，沈主编，陈旺这2个字怎么会是笔名呢？沈志礼手中拿着6艺报，看得眉头紧皱。这只是我的推测。你看看，就我们这期刊登论文，这又是一个关于三角形的2级定理。写这篇论文绝对要花很多时间。你再看看其他3家的报刊的文章，虽然不是需要证明推理的论文，但依旧是有难度的数学知识。你觉得一个人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写这么多篇吗？所以沈主编才推测这个陈旺应该不是指一个人，而是江宁省数学爱好者们统一用的笔名。这种情况跟文人投稿不愿意暴露真实名字，而在作者一行落一名一样，我觉得很有可能。我推测江宁省的数学爱好者们在投稿问路，他们也想参加这次数学交流大会。我就知道我猜的没错，那我们就没必要跟数学应用报抢人了嘛。我看这群人水准都不错，随便找一个合作都可以。想到什么的宋方军看向助理，寄稿费的时候有寄约稿信吧？写了的，那就好。宋方军心情颇好的点点头，觉得应该稳了。但沈志礼心里却还有些放不下。就算陈旺真的是一群数学爱好者的笔名，那他也只想跟现在这位合作，所以江宁省还是得去一趟。此时岳秋刚和白长期2人还拿着数学应用报到处找合适的报纸刊登。武冈中学那边已经开始采访了，想必过不了多久就要刊登上报了。江宁省的报社就这么多，愿意报道的报社他们看不上，他们看上的人家又推诿。别着急，实在不行再等些日子。一篇论文上报吸引不了他们，2篇3篇总值得他们报道了吧？陈旺写得出来那么多吗？他没问题。陈旺当然没问题。为了保证期末考试的复习时间，这2天他已经连写3篇出来。下次投稿他都准备一次性投过去，因为这次期末考试十分重要。本来在期末考试之前的最后一次月考也取消了。陈旺放学后高高兴兴走进办公室，然后就知道了那道附加题。那道附加题确实有难度，陈旺都想了半天才找到思路，最后还是和毕景一起讨论出来的。陈旺最近看毕景顺眼了很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开始长个子心情好，还是因为毕景不会笑得假模假样的了。今天岳老师课堂上讲的那个三角形小定理也是你推理出来的吧？这你都能猜到？这有什么猜不到的？这个学校除了你还有谁能推出来？你该不会是有什么事要求我吧？我就不能是单纯的夸你？嘿嘿 ，no。但是毕景已经脸色难看的径直走了。陈旺愣了一下，然后就高高兴兴去食堂吃饭了。陈旺最近都拿着书复习了起来，更别说特优班的其他同学，简直已经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幸好我没有考上特优班，不然现在坐这里看书的就有我一个了。1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你们普通班就不用学习了，马上就要期末考了，你还不着急？我听到个消息，特意来分享给你们。什么消息？明年我们很有可能要恢复竞赛了。陈旺乍一听还以为陆思婉说的是高考，还在想不愧有个教育局长的舅舅，结果反应过来才发现他说的是竞赛。怎么样，激不激动？你问我，不然呢？我们4人当中就你最有望拿冠军，不问你问谁？我又没说我要参加。你怎么可能不参加？你下午不是跟着你们班主任在培训吗？还有那个毕锦，你们肯定都会被岳老师要求参加的。陆思婉看向周家阳和许田，完了，到时候你们俩不会成陪跑的吧？我不会，因为我已经退出培训了，陪跑的只有周家阳了。你们也看得起我，还让我给2位天才儿童陪跑，干嘛贬低自己？在我心里你也非常厉害。这话不仅周家阳愣住了，连许田和陆思婉也惊诧不已。陈旺一本正经地拍拍周家阳，你很棒，相信我。周家阳有些不知所措的点点头。哦好，
好的，谢谢你。不客气，这不安慰咋样？像幼儿园老师安慰小朋友。你可闭嘴，我不会去当幼师的。那我真是替小朋友谢谢你了。但是陈旺的夸赞也是真心实意的，越跟周家阳相处，他就越觉得周家阳人真的很好。后面上课的时候，周家阳突然又转头认真无比的跟陈旺说了声谢谢。啊，谢啥？没什么，休息日要不要来我家吃饭？哦，那啥，无缘无故去你家吃饭不太好吧？没事，反正就我和我外婆，我爸妈他们在北沿县呢。那就这么说定了，休息日我来你家拜访。蹭饭就蹭饭，什么拜访？说的那么冠冕堂皇。自从周家阳邀请陈旺去家中做客后，陈旺就一直惦记这事，忍不住的想问周家阳外婆的拿手菜是什么。后来不知怎么的又被许田和陆思婉知道了。我要去，我也要去。周家阳，你太偏心了，为什么只要邀请陈旺不邀请我们？就是你们俩还用我邀请？哪次不是不请自来啊？也是，能点菜吗？想吃什么了？松鼠桂鱼、宫保鸡丁、梅花肉、葱烧海参。好了好了，该陈旺点菜了。陈旺，你想吃什么？陈旺在陆思婉说出松鼠桂鱼、宫保鸡丁的时候，人已经傻了。这些菜是这个年代平常人家能吃到的吗？陈旺啊，你想吃什么？想吃什么你外婆都能做。你知道周家阳的外公祖上是做什么的吗？御厨。不愧是天才，脑子就是转得快。不是，还真的是啊。所以我外婆跟我外公学了很多菜，你能点出来的她应该都能做。我想吃炸鸡。炸鸡这道菜我还没有见我外婆做过，不知道她会不会做，我回去问问。哎呀，简单的很，我给你写做法，你拿给我们外婆一看她就知道。啊，陈旺，你还会做菜呢？不是，以前见过，那就麻烦我们外婆了。不麻烦，她老人家喜欢做饭，能尝试新菜，她应该很高兴。嘿嘿，那就好，那就好。终于到了休息日这天，陈旺特意起了个大早，第一次去人家家里。他还得去百货商场买点糖果罐头之类的当礼物，结果买完东西出来，陈旺就看到毕景。陈旺起先没关注，但是恰好跟着走了一段路之后，觉得毕景很不对劲。谁逛街一直往马路中间走啊？你今天出门没戴眼镜啊？陈旺，不是你那么霸道的吗？走路都必须走马路中间。陈旺突然想起毕景好像精神不太好。哎呀，算了，你家在哪？我送你回去吧。爸妈回老家去了，我忘了带钥匙。你不会在这大街上待了一晚上吧？你不知道有招待所这个东西吗？我找岳老师开了介绍信。那你走路走边上点。说完，陈旺就要离开。这么早你去呢？陈旺觉得自己真倒霉，早知道毕景这么厚脸皮，他就不去拉他了。都说了他去人家周家阳家里吃饭，结果他还要跟着。周家阳推开门，看见和陈旺一起的毕景时也愣了一下，不过随即就笑着欢迎两人。陈旺把东西递给周家阳，特意强调是他一个人买的，而且是毕景非要跟着他来，可不是他擅自做主带来的。没关系，都是同学。陈旺一进屋就被香味勾到厨房出去了。进去之后，一口一个外婆叫的可亲切。周外婆也很喜欢陈旺，一直以为周家阳就是优秀的孩子，没想到还有比他更优秀的。旺仔，快来尝尝好不好吃。我操！外婆，你咋知道我叫旺仔啊？杨洋说的，他说有时候你校长这么叫你。哦，他记性真好。怎么样，是不是你想的那个味道？陈旺嘴里吃着，只能疯狂点头。好吃就行，端着跟杨洋他们一起去吃吧。结果出去之后，发现周家阳他们竟然在书房里面做题。陈旺，你快过来，毕景也不会这道题。毕景都不会的题，那我可感兴趣了。此时的沈之礼终于踏上了去江宁省的绿皮火车。白长奇拿着这几日准备好的先进学校评选材料来找岳秋刚。岳老师，您帮我看看准备的这些材料够不够？教学质量、师资、学校管理、学生发展这些应该都够了。但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有直观的成绩，比如这次期末考试的成绩。是啊，其实这个我都不担心，毕竟我们学校有您带的特优。你不要小看武冈的一班，里面的学生数学可能考不过我们特优班，但其他科目我们特优班未必考得过别人。要是这评选是在竞赛恢复之后就好了，那样我们在竞赛上绝对大放异彩。之前联系的报社怎么说？人家答应倒是答应了，不过版面不会给很大。我想他们本来就是家小报社，销量也不好，要是版面再不够，那宣传作用怕不会很大。而且到时候还不知道会被包明杰嘲笑成什么样。有总比没有好。先把刊登陈旺数学论文的报纸给他们吧。说完，岳秋刚从抽屉里拿出5张报纸出来，白长奇接过来一看，竟然都有5张了。而且仔细一看报纸，他就发现刊登陈旺数学论文的那个板块越来越大。这报纸能发到我们江宁省就好了。那岳老师，我就把这报纸先送过去，看看那边怎么说。我听说晚报那边对武冈杰出校友的采访已经完了，估计就是这2期就要刊登。我们最好等他们刊登过了再报道。我知道晚报一出肯定会引起不小的讨论度，我们确实避开比较好。结果白长奇和岳秋刚说完这件事，第2天人家报纸就迫不及待把采访登出来了，而且引起的反响确实不小。白长奇回家连他媳妇都在问他这件事。你知道武冈61届学生被称为传奇一届吗？你也看今天的晚报了？当然，我们厂里每个人都看了。
为什么平时也没见你们那么爱看报啊？因为今天晚报上有我们厂长的采访啊。不过武钢那届的学生真的好厉害呀，一中有没有哪一届学生都很厉害的？你们不是要评选什么先进集体吗？也报到上去啊。白长崎瞬间觉得前面的饭菜索然无味。此时沈之礼带着行李风尘仆仆地下了火车，一想到马上就能见到论文作者，心中止不住的兴奋。他带着行李根据寄信的地址一路找过去，到了才发现竟然是一所学校。难道作者是一位老师？同志，你找谁啊？大爷，这学校里有没有一个叫程旺的老师啊？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你找谁啊？大爷，这学校里有没有一个叫程旺的老师啊？没有呢。您确定没有吗？没有，一中老师老头子我都知道，没有叫陈旺。你确定你找的是老师不是学生？我倒是认识一个叫陈旺的学生。学生是大学生吗？哈哈哈，我们这是中学，哪里来的大学生啊？初一的，才10岁呢。那应该不是，10岁的孩子怎么可能推理出那么多的二级定理？那就没有叫陈旺的了。谢谢你啊，大爷。没事。沈之礼便提着行李先去早就联系好的大学同学那里落脚。这边日报的副主编曾存文在自家门口焦急地等待着。他大学同学沈之礼上周拍电报说要到江宁省办点事，按时间推算火车应该下午就到了。可眼看天都要黑了，人怎么还没到呢？就在曾存文都想骑着自行车去火车站看看的时候，远处一辆3轮车驶了过来。之礼，沈之礼，哈哈哈！存文，你比读书时瘦了好多，就知道你要拿这个说事。车钱多少？我来付。我有先见之明，已经付过了。你那行李总不能推辞了，我帮你提。走吧，饭菜都做好了，就等你了。今晚上我们可要好好聊聊。上次在路程一别之后，好几年没见面了。自然，我可能还要麻烦你点事呢。什么事？只要是我能办到的，绝不推辞。帮我找一个人，但我只知道地址，还有一个不知道是不是笔名的名字。没问题，有地址就好找，回去详细聊。书房里，曾存文听完沈之礼的话，无比震惊。你确定这些稿子是从我们江宁省寄过去的？我们江宁省还有这样的人才？哈哈哈，看来你对你们省数学方面的研究人才还不了解啊！不信你自己看看。不是不了解，我们这里不像陆城，除了大学里面的教授，很少有纯搞数学研究的学者。那看来只是人家低调，今年情况变化了才敢把这些研究成果拿出来。也不排除这种情况。这里确实是省城一中。不过目光落到署名上时，却觉得这名字异常熟悉。陈旺，怎么？曾文你听过这名字？是有点熟悉哦。我突然想起件事，一中是我们省城唯一坚持竞赛的学校，今年上半年招生就是搞的数学竞赛，当时省里领导就叫我们去报道过，当时竞赛的冠军好像就是叫陈旺。学生，年龄挺小，好像是10岁的样子。当时采访的记者回来还说，那孩子一路跳级，他们县城教育局的领导都说他是个天才儿童呢。不过应该不会是那孩子才10岁呢。之礼你也别心急，知道地址找到人是迟早的事，而且这事我也十分感兴趣。我们省领导现在把教育看得很重，这么振奋人心的事，我们日报肯定要报道。今天太晚了，你早点去洗漱休息，明日一早我陪你先去一中看看。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你跟我客气，你看我跟你急不急？今天是期末考试的日子，陈旺刷完最后一套卷子刚好7点，于是赶紧让小才批改完，得了个满分，就神清气爽的起了床。年底学校好像要参加什么评比，所以这次期末考试的成绩十分重要。特优班的老师们都说了好几次，于是本来就紧张的同学们更紧张了。陈旺本以为今天来的挺早，结果一进教室他们都在看书复习。没一会儿，岳秋刚就进来让同学们收拾东西去自己的考场了。陈旺，能跟你握个手吗？又不是刚建交，咋还要握手了？不是，思婉让我握的，他跟我一个考场，说我握了下去再握握他的，沾点你的考试运。陈旺秒懂，这跟他考试前必吃1根油条2个鸡蛋一样，主打一个实力与运气并存。够不够？不够我再扯2张草稿纸给你。许田听完一脸呆滞，本来觉得陆思婉的想法就够奇怪了，结果陈旺的反应和做法更出乎他意料。第一场语文考试9点开始，陈旺拿到卷子习惯浏览一遍题量和难度，心里有数之后就才提笔答题。而此时白长崎把城市报的记者和照相师迎进了办公室。不好意思2位，今天我们期末考试，陈旺同学正在考试，还麻烦2位在这里等等。白校长，还真不好意思，如果今天就采访1位，我们在这里等1天都没关系，但是我们11点还约其他人做采访，这时间怕是等不了太久啊，最多只能等到10点。要是10点，陈旺同学10点没问题，那孩子喜欢提前交卷，10点肯定没问题。白长崎装完就出门找了一个老师，让他注意点陈旺的考场，告诉他只要陈旺一交卷就赶紧把人带过来。好的。陈旺确实喜欢提前交卷，但今天做完检查之后，刚要举手交卷，却突然想起王秀珍王老师来。陈旺，你不准给我提前交卷。陈旺一个机灵又把手收了起来。这边办公室里，白长崎眼看着要10点了，却还没有看到陈旺身影。
岳老师不说陈旺一般提前1半时间就会交卷吗？今天怎么还没有交卷？看来这位学生10点是交不了卷了，那我们也就不多待。许记者等等，你坐在这里再等几分钟，我再让人过去看看。那孩子肯定能提前交卷的。白校长不用了，我们还是下次。白校长，省城日报的曾副主编来了。什么报的副主编来了？省城日报的副主编。那快请进来啊！哈哈哈，我已经不请自来了。白校长好啊。你好，欢迎欢迎。可能白校长不认识我，我叫曾岑文，是日报总编室的副主编。你好你好，曾主编。白校长不必客气。这位是鹿城数学应用报的主编沈之礼。数学应用报？是的，数学应用报。怎么白校长听过我们报社吗？是，我们学校。曾主编，哎呀，真是您。曾主编好，曾主编好，我是城市报的记者许毅，上次有幸在会议上见过您一面，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曾岑文当然没有印象，省城报社这么多家，又不是日报的记者，他怎么可能记住？抱歉，不太记得了。呵，曾主编一天那么多事要忙，记不住很正常很正常。不过您今天来一中是有什么事吗？这问题直接被曾岑文忽视，他看向白长奇。白校长今天是要跟城市报商量什么事吗？我们那个曾主编，我们是来给一中做报道的。许记者，我想这次时间不太合适，你们不是还有其他采访吗？那你们就先去忙吧。呵，白校长可想好了，我这要是走了，后面时间可能就没有合适的了。请便。那就希望白校长到时候不要又主动来敲城市报的大门了。说完，脸色阴沉的招呼赵相师收拾东西。还愣着干嘛？快点的！这边白长奇直接忽视许毅，把曾岑文和沈之礼请了进去。听完前因后果的白长奇人都懵了。沈之礼说陈旺的数学论文不仅被所有中学生采用喜爱，而且数学学会的主任还专门为他命了名，甚至还拉动了数学应用报的销量。所以白校长，你知道这数学论文的作者是谁吗？1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所以白校长，你知道这数学论文的作者是谁吗？这边沈之礼话说完半天都不见白长奇反应。白校长，我确实知道这个陈旺是谁。沈主编放心，我现在就让他来见你。真的？自然是真的。不过沈主编最好有个心理准备，因为这个陈先生可能跟你想象的有些出入。没关系，我在来的火车上就已经对陈先生的形象想象过无数种，不管是什么样的我都能立马接受。白长奇转头跟一旁的老师低声吩咐了2句。老师听完快步离开，沈之礼已经焦急地站起来，不停地在沙发前踱步。之礼，你放松些，等会见到陈先生，万一让他觉得你是个不稳重的人，以后还怎么和你合作？是，岑文你说的有道理。白校长，这陈旺竟然真的是一个人的名字，而不是一群数学爱好者的笔名。其他报社刊登的我不确定，但我知道投稿给数学应用报的陈旺绝对是一个人的名字。那这位陈先生应该是一中的老师吧？没想到一中竟然还有如此出色的数学老师，怪不得你们数学竞赛一直办得有声有色。有这样的老师，想不办好都难啊！这位陈先生身份有些特别，等会他来了你们就知道了。而此时许毅也忘了要走似的，眼带算计的等在一边。屋里的3人也没工夫搭理他。很快办公室外面响起了脚步声，沈之礼面色紧张，心跳都不自觉地加快了起来。随后屋里进来2人，沈之礼眼睛一亮，他老远就伸出手，然后冲过去就紧紧握住了岳秋刚的手。陈旺先生，我终于见到您了。这位先生，陈先生，我是数学应用报的主编沈之礼，您叫我之礼就行。之礼啊，我不是陈先生。今日一见陈先生，果然和我想象中完全。什么？您不是陈先生？我不是。那陈先生呢？陈先生在这儿。沈之礼顺着岳秋刚的视线看过去，陈旺看着沈之礼有些茫然的脸，绽开一个大大的微笑。沈之礼下意识跟着一笑。我操！这难道就是？是的，沈主编，给你投稿的就是这个10岁的孩子，我们学校初1的学生陈旺同学。沈主编你好，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沈之礼这才猛然从思绪中回神，他弯腰与陈旺视线齐平。你好，沈主编就叫我陈旺吧。那好。在陆城大家讨论时都尊称的陈先生，现在突然要直呼其名，沈之礼一时还有些不适应，酝酿一会才开口。陈旺，我能先问你几个问题吗？当然可以。我问这几个问题不是怀疑你，而是我必须得到确切的答复才能做接下来的决定，你能理解吗？没问题。好的，第一个问题，给我们报社投稿的那几篇数学论文都是你写的吗？是。从发现到推理再到实际运用，全都是独立完成的。对。我咨询过专业的数学研究者，他们说要推理出那些2级定理，必须要对高等数学的基本定理有着透彻的理解。你难道已经学了高等数学？学了点。他自学的。还是自学的？这孩子在小学时看错书了，误学了大学数学。这句话一出，不仅是沈之礼和曾岑文震惊的当场失语，就连角落里的许毅和赵相师都惊成了呆头鹅一样，愣在原地一动不动。沈主编问完了吗？还有最后一个，陆城其他报社也收到了来自江宁省陈旺的数学文章投稿，那些也都是你写的吧？不是我。结果因为反应太大，
劈了叉的声音里的惊慌过于明显。陈旺此时根本不敢抬头看岳秋刚一眼，但是他已经感觉到了死亡凝视。沈之礼一看就知道那几篇稿子应该是陈旺背着他老师自己偷的。沈之礼赶紧转移了话题。白校长啊，我不得不承认你刚刚对我的提醒是很有必要的，不然我现在估计都还处于震惊之中。陈旺确实跟我想象中的形象完全不一样，要不是亲眼见到，我可能一辈子都无法想象到这些二级定理竟然是一个10岁孩子发现推理出来的，实在是太令人匪夷所思了。呵呵，陈旺不是普通孩子，他的学习能力和成果确实很容易让人震惊，不敢相信。陈旺，我这次过来最主要的目的是想邀请你成为数学应用报的常驻作家，你愿意吗？我们之前不是签了长期合作的合同吗？这个跟那个有区别吗？当然，成为我们报刊的常驻作家之后，你以后的稿子只能在我们报刊发表，当然稿费福利也会翻一番。我愿意。好，那就希望我们从此以后合作顺利了。顺利，必须顺利。他现在也是真正拿上工资的人了。陈旺，还有一件事，有人托我把邀请函给你。陈旺一听就觉得这3个字高大上。什么邀请函啊？数学学术交流会的邀请函。陈旺眼中的惊喜直接消失了，但旁边的岳秋刚却狂喜不已。沈主编，是数学学会的邀请函吗？是的，鹿城数学学会，他们将在1月21号在鹿城大学举办学术交流会，到时候会有很多数学爱好者齐聚一堂，交流研讨数学研究成果。说着，沈之礼就从怀中掏出信封，郑重地递给陈旺。他不是很想去，里面都是些数学大佬，他去不是找虐吗？你不是已经自信心爆棚了吗？现在怎么怂了？自信和自大我还是分得清的。傻站着干嘛呢？接过来呀！岳老师，这交流会在鹿城，太远了，坐火车3天就到了。主要是我也没时间啊，1月21号才开始，我还得回去过年呢。3天就结束了，应该能赶得回来。我还没出过远门呢。没事，别怕，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去。见陈旺还要再说，岳老师直接弯下腰。参加数学学术交流会为一中正的荣誉，学校会奖励50。谢谢沈主编，也谢谢鹿城数学学会的邀请，到时候我一定准时参加。哈哈哈，那我就先代表鹿城欢迎你了，陈旺。白校长，你看陈旺同学现在正好有空，我现在就再用他一点时间把采访做了吧。白长奇刚刚就不想和许毅继续合作，现在就更不想了。不用了，我们日报马上就会派记者过来做专访。许记者如果觉得是我们日报抢了你们采访，有什么不满直接让你们主编来找我。许毅心中羞恼愤怒至极，但却不敢在曾岑文面前表现出半点。不敢，既然日报要为陈旺做专访，那我们以后就再另找机会和一中合作，我们就先告辞了。11点还有其他采访，那许记者可得赶快点，这马上就要11点半了。守时可是一个好记者必备素质。这句话直接给许毅当脸。要知道曾岑文可是日报的副主编，这句评价对平常小报记者来说简直就是对他职业生涯的巨大打击。脚步踉跄一下，连身后的照相师都顾不上就冲了出去。那个白校长，我先跟您道个歉，因为刚刚我没有经过您的同意擅自拍了2张照片。呵呵，没事。那我能再跟你约一下采访的事吗？您放心，我们报社还有很多其他记者，他们都是兢兢业业负责的好记者，一定不会再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无妨，白校长，我打算给陈旺做个专访，跟他们城市报报道今天的事不冲突。他可以。谢谢，我马上回去跟主编说，一定派一个优秀的记者过来。照相师说完就急匆匆的走了，生怕自己走晚了白长奇就后悔了似的。陈旺为了避免岳老师找他说投稿的事，立马表示自己要回教室看书，就先走了。直到回了学校走到操场，陈旺才高兴起来。他的稿费要翻一翻，他真正的有工作了，能养活自己了。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既然已经有了工作，能养活自己，那你还要继续读书学习吗？当然，刚答应了要去参加那什么学术交流会，要是摆烂不学习，那不是纯去出丑吗？到时候大家不仅要笑我，还要笑一中，抹黑学校的事儿我可不干。刚刚陈旺明显不想答应去交流会，后面岳老师跟他说了什么，他立马就答应了。岳老师到底给他说什么了？可以为一中正的荣誉。那个小财迷，他还有后半句没说呢。中午吃完饭，大家都在教室里休息。陈旺吃完饭后提着自己饭盒，刚要踏进教室。陈旺，你上午考语文怎么不提前交卷了？你咋知道我没有提前交卷？我们又不在一个考场。你好重的心机，你让人监视我了。算了，不想知道了。不想知道，那你问什么啊？所以你为什么知道我没有提前交卷啊？毕竟根本不想理陈旺，快走2步直接坐到了座位上。不过下午数学陈旺提前交卷之后出了考场就碰到了毕景。哦，原来你在这个考场啊。也不对啊，考完试你从这边走，也不经过我们教室啊。难道早上你还特意过来看了我？是不是我给你的压力太大了？放心吧，期末考试我们不用比。因为厕所在那边，我没有特意去关注你考试情况，我只是去上厕所恰巧看见了而已。哦，你是说你从最左边的窗户经过，然后隔着5排考生恰巧看见了坐最右边角落里的我？我长得高，看得远不行吗？果然不一样了，这竟然都被你发现了。嘿嘿，还是得感谢你给我开发脑子啊，不愧是宇宙最强系统。哎，不
不敢当，不敢当，还是靠你自身努力才有今天，辛苦辛苦。不辛苦不辛苦，主要是你厉害。已经到了期末，放学后陈旺直接去食堂吃完饭溜达一圈就回了寝室。7点他就收拾洗漱完躺床上了，这可把其他寝室的同学嫉妒的眼睛都红了。他们因为紧张的复习睡得一天比一天晚，起得一天比一天早，恨不得一天就睡3个小时。陈旺看着同学们的怨气一天天增加，也觉得冤枉。他们在外面的努力能被人看见，我在空间的努力又被谁看见了？我看见了，你又不是人，呵呵，你在同学们眼中也不是人。你1月15日还要去参加数学学术交流会，你准备怎么出丑？我准备甩出拉马努金公式证明的开头，震惊死他们。怎么？你准备用甲骨文写证明开头吗？啥意思？想什么呢？国际上那么多数学家证明这个公式，你以为人家想的开头少了？你就算写不完过程，也应该把大概的思路写出来吧，不然人家怎么知道你的证明方向是对的？说的有道理。陈旺马上拿出草稿纸、钢提笔。等等，我最近积攒了多少有效学习时间了？128个小时，差不多快3周了。才这点，你这3周基本都没有学习新的知识，有效时间当然少了。陈旺想想也是，他这3周不是在刷题，就是在琢磨拉马努金公式，确实没有接收多少新知识量进去。算了，128个小时也能开发12.8%的脑域，还是先增加了脑域开发度，再继续整理吧。小才，把我数据调出来，我看看。话音一落，大屏幕上就出现了陈旺的数据面板。现在比较低的就是空间观察能力和全面注意能力，但是想要证明拉马努金公式，更多需要的是逻辑推理能力和抽象创造能力。把空间观察能力和全面注意能力都开发到10%，剩下的逻辑推理能力开发3.5%，抽象创造能力开发5%吧。好，此时的脑域开发度也达到了76.4%，看着抽象创造能力已经有16.6%，陈旺觉得自己应该再去把之前的推理演算过程看看，说不定会产生点新想法。我记得前世看过一本书，上面说爱因斯坦的脑域开发了15%，我这都开发了76.4%了，那不是比爱因斯坦智商还高了？而且我还听说脑域开发到100%就能拥有超能力，我的天，我难道再开发就要变成超人了？是，你马上就要变异当异形了。我跟你说认真的呢，你这个脑域开发值怎么不对劲啊？因为它不是整体脑域开发，而是只针对智商的脑域开发。爱因斯坦换算过来，开发度至少90%以上，你还早着呢。再有，就算开发到120%，都没有你说的那些功能哈。那200%呢？不知道。陈旺以为小才会说也没有，结果他竟然说不知道。因为没人试过，你要试试吗？谢邀，婉拒。就在陈旺整理的时候，远在中华科大的几人也在灯火通明的办公室里埋头苦算拉马努金公式证明。只不过几人算得心烦气躁，突然有人把纸笔一甩，爆头就大吼一声：“怎么了，丁阳？丁阳，你怎么了？”接连2周的熬夜，再加上这怎么算都算不出结果的方程式，直接让丁阳崩溃了。我想放弃了，错的，绝对是错的，我算不出来。你算不出来不代表他是错的。何况现在这种情况，就算他是错的，我们也必须硬着头皮算下去。是啊，院里项目给我们批了，经费也拨了，还给陆城过来的研究学者和教授们做了演讲，而且我们连他们在陆城大学举办的数学学术交流会的邀请函都收了。现在我们突然又说这个证明思路是错的，那丢的就不仅仅是我们的脸面了，这个办公室还有经费，依靠这个证明思路得到的一切，说不定都有可能被收回去。就是国际上那么多证明拉马努金公式的人，要是每个人的开头和思路都是正确的，那早就证明出来了。我们可以错，但肯定不能现在错，至少要等到学术交流会结束之后。丁阳迫于压力只能答应，他现在终于体会到什么叫做骑虎难下了。早知道他就跟杨真真一样跟着师兄梁又平走了。听说他们重新跟了个教授在研究1元5次方程的根式解，而且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这次也被邀请了去参加陆城的学术交流会。别后悔了，这项目到现在已经不是你我想退出就退出的了。丁阳抬头看了一眼办公室里的其他埋头苦干的人，心里更不滋味了。师又靠这个项目拉了很多不知情的同学进来，而且他们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寄予厚望的证明思路只是别人写的一个开头。你后悔吗？后不后悔都是自己选的路。丁阳，我们现在没有回头路了，只能硬着头皮熬过陆城数学学术交流会。何况它不一定是错的，只是我们遇到难题没有算出来而已。如果运气好，万一碰到厉害的人帮忙解决了呢？毕竟到时候有很多数学研究者参加。这只是在自欺欺人，这里绝对是错的，我们走进了死胡同。那怎么办？我们倒是无所谓，但石又会让我们现在走吗？还有团队里的其他同学，他们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努力这么久，说什么也不会放弃的。丁阳，我们到这一步想做什么已经不是由我们能决定的了。我知道，只是好了，不说了，继续算吧。再坚持吧。交流会结束后，我们就跟石友说退出。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边陈旺早早的交了卷回了寝室，下午他可是要接受专访照相的，必须好好打理自己。陈旺怎么还没来呢？是不是忘了
应该不会。你让老师去教室找了吗？找了，老师回来说陈旺早就提前交卷走了，教室里、食堂、操场都没人，那就只有寝室了。此时沈之礼和记者一行人却已经到了，于是一行人往陈旺寝室去了。走到一半，白长奇才想起一个重要的问题：陈旺寝室应该是整洁干净的吧？白长奇心里担心的不行，但是路上又腾不出空去找人通风报信。于是当一群人走到陈旺寝室门口时，白长奇第一反应不是抬手敲门，而是双手合十暗求佛祖保佑。白校长怎么了？手心有点汗，我擦下再敲门。这门不是没关吗？话音刚落，过道上一阵风吹来，门就直接被风吹开了。映入眼帘的是单人床上被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床下孤零零放着一双布鞋，旁边放着的塑料盆里面有着洗漱用具，唯一有些凌乱的就是窗台下的书桌，上面摆满了书和草稿纸。沈之礼看着那书桌，已经想象到一个小小的少年坐在那里埋头学习的模样。收拾得好，干净又整洁。只有岳秋刚一手把门完全推开。这孩子跑哪去了？白校长，我们能拍一张寝室的照片吗？当然可以，照吧照吧。此时岳秋刚急得正准备再去食堂找人，班上的齐思远一脸疑惑地走过来。岳老师，你们这是要找陈旺吗？对，你看见他没？他在我们寝室给大家讲题呢。岳老师，你们等等，我现在就去叫陈旺。同学，白校长，我们可以去拍一张吗？可以，当然可以。于是，一群人又跟着齐思远一起去了另外的寝室。到了寝室之后，齐思远正要推门，记者又让他等一下。他想要拍出陈旺给同学们讲题时最自然的一面。门打开之后，尽量把焦点聚焦在陈旺身上，估计讲题的那位就是陈旺。好，没问题，抓拍我最在行。好，我相信你。安排好，记者才对齐思远点点头。打开寝室门后，除了齐思远，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寝室里乌泱泱的围着一大群人，陈旺被挤在中间，根本找不到可以拍摄的角度。这样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化解成 3x 等于12？那 x 等于多少是不是就算出来了？对了，这样直接就能把 x 算出来了。那最后一个问题不就是送分题了吗？是啊，陈旺你真的太厉害，这种办法都能想得到。现在12点59分了。什么？12点59了？你咋不1点才叫我呢？怎么了，陈旺？我突然想起我有点事，先走了啊。说着陈旺就急匆匆要往外走，到门口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站了好几个人。白校长，岳老师。他来不及惊讶，只听咔嚓一声响，照相师端着照相机就把这一幕拍了下来。陈旺同学乐于助人，时常帮同学讲题，讲题时整个寝室都被围得水泄不通。假的，一定是故意摆成这样拍的。包杰明气得猛拍桌子，他不信就有那么巧。晚报上关于他们武冈中学优秀校友的采访报道2天前已经刊登完了。看大家的反响，本以为这次评先进集体稳了，哪知道2天后的一中竟然不声不响地登上日报了，而且还是最好的省城日报。怀着这样的疑问，校长们仔细一看，这不是今年一中才招上去的竞赛冠军吗？这孩子才读半年书，难道就干出什么能上报纸的大事了？结果一看吓一跳，人家竟然写数学论文了，而且还登上了鹿城的专业数学报。登报就算了，结果被鹿城中学的学生老师发现之后，直接运用到了实际解题之中，然后因为应用太多，还被数学学会命名了专业的名字。最关键的是，人家还要邀请陈旺去参加数学学术交流会。看到这里，所有校长们都已经成了柠檬精，一中真是走了天大的狗屎运了。当然，这是跟一中有竞争的校长们的感受。广大市民看到这报道又是另一种感受。天哪，我们省城还有这么聪明的娃？岂止是聪明，这是天才。哎呦，你看这娃娃还进来？可不是，听说这孩子是从北沿线下面的公社大队的，一个人背井离乡来省城读书。你看才10岁，自己把寝室收拾得多干净。我家那猕猴要是能有人家一点优点，我睡着都要笑醒。是啊，真羡慕他父母竟然能生出这么聪明又优秀的娃。此时一中的学生们也在谈论陈旺，他们只知道初一特优班有个一直考第1名的人很厉害，听说连神童都考不过他，但是没想到厉害成这样。越是读书的人越明白跳级、自学、门门满分的含金量，这些词但凡放一个在普通学生身上，那都是学霸级的存在。而陈旺竟然集于一身，这还是不是人？肯定不是人。说陈旺绝对不是人吧？是不是妖怪成精了？这都被你看穿了，我体内确实有只嘴毒妖王，咋没把你毒死呢？陆思婉忍不住翻了个白眼。你看，说实话你又不信。不过陈旺，你真的要去参加鹿城数学学术交流大会？是的，应该等成绩下来就要出发了。15号开始，7号拿成绩，估计拿完成绩就得走啊。那不是只有2天时间了？陈旺点点头，只有2天时间了。他的公示证明才写了个开头呢。你真的太厉害了，我们之前还觉得努力就能拉近和你的差距，结果越努力差距拉得越大。正从旁边经过的毕景听了这话，神色一顿。他想起昨晚吃饭时他爸妈问他的话，他们问他看见陈旺这样上报纸被所有人知道夸奖，心里会不会羡慕？而毕景非但不羡慕，反而有种松口气的感觉。天才儿童的光环不是谁都受得住的。毕竟有些好奇陈旺在这样的万众瞩目下能坚持多久。陈旺自然是不知道毕景的想法的，他现在一心扑在自己的拉马努金的公式证明上。这2天因为上报，好多同学都好奇的来围观他，弄得他都没有什么时间继续研究。今天好不容易没人找他，陈旺决定等会放学吃完饭就回床上躺着去。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最后一节课刚开始，岳秋刚就把他叫出去，说有人在校门口等他。陈旺没想到等他的竟然是秦正明。秦局长，你怎么来了？来看看我们北岩县城的小骄啊！陈旺听见小骄傲3个字，下意识挺起腰杆。走，带你吃好吃的去。我来之前，刘校长就差直接塞钱给我，让我带你去下馆子了。何况你这次闷声不响的干出这么大的事，让我们北岩县又出了一次风头，我也得好好感谢感谢你。陈旺一听这话也懒得推辞，高高兴兴的跟着秦正明走了。秦局长，刘校长他身体还好吧？好着呢。那就好。你家里人也都很好。你三姐不是在公社小学去读书了吗？刘校长帮你问的，他让我带话给你，让你放心，好好去鹿城参加交流会。你家里人都在家里等你参加完回去过年。家里人都知道了。每个县城都省城的日报卖。你家里人听到消息后，就让你爸来县城买了不少的报纸回去。刘校长说起还怨自己手脚慢了一步呢，因为他的报纸是你爸送过去的，哈哈哈。不过陈旺觉得他爸应该干不出这样的事来，估计是陈爷爷的意思。陈旺一想到陈爷爷又会把照片剪下来贴院墙上，就忍不住眼前一黑。看来以后他不能再在报纸上刊登单人照了，不然老陈家院墙上估计全是他的黑白照。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旺仔，我想了想，还是要告诉你，中华科大教授想找你。啊？中华科大的教授找我干嘛？是中华科大的钟王教授，他是数学专业的教授。他在还回去的书中的作业纸上看到了你算的圆周率，还有什么公式证明的开头，对你很感兴趣。陈旺，我要跟你说声对不起，这件事是我擅作主张。可陈旺却十分感谢秦正明，幸好他帮忙瞒了下，不然现在他说不定都被人打上冒充天才的标签了。不用，秦局长，你这是关心我，而且你看最后事情的发展，不也证明你的决定是正确的吗？我这么小，要真卷进去，那肯定被秒到连渣都不剩。秦正明惊讶陈旺年纪小小，竟然看事情这么通透。随后想想陈旺又不是普通孩子，想法见识肯定不是普通孩子能比的。幸好我又给一位科研院的研究员写信说明了你的情况，希望他能给中华科大写信，破格录取你。啥？去中华科大，我现在都不一定保得住马甲，咋一下子还干科研院去了？但他去国外交流去了，要1年才能回国，所以这事到现在也没个眉目。陈旺提到嗓子眼的心又落了回去，短短3句话就让他体会到什么是劫后余生的狂喜。秦局长，谢谢你为我做这么多，但我觉得我现在一步一步往前走才是踏实的。可是你有那个实力，我怕耽误你。可是我才10岁，不要脸！明明马上就要11岁了，现在才初1，班上就只有我一个10岁的。要是我直接去读大学，那不是更没有同龄的同学了？秦正明听到后身体一震，他完全忽略了陈旺这个年龄阶段的需求。陈旺，对不起，是我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这件事你不用担心，如果陈教授回来之后回信说可以，到时候完全由你自己做决定。好的，秦局长，不过你不要再给我道歉了，你这是为了我好。再道下去他就要愧疚了，毕竟他只是在找借口。晚上陈旺洗漱完躺在床上，突然又想起秦正明的话，他现在虽然不想去读大学，但是读大学的事他还是得考虑起来，毕竟明年高考就要恢复了。他现在初1，但已经学到高2上期的知识，就算冒险参加第1届的高考时间也来得及，到时候想读哪所大学他就考哪所。秦局长和刘校长也不用到处找人推荐他去读大学了。陈旺想得美滋滋，完全没考虑过自己年龄符不符合报考要求的问题。想完，他觉得眼前最重要的事还是鹿城数学学术交流会的事，于是他赶紧把草稿纸又摸出来继续推理演算。转眼就来到发成绩这天，寝室里的同学们就在开始收拾回家的行李。陈旺收拾的是去鹿城的行李，不过此时还在担心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他的巨款藏哪。陈旺本想藏寝室里，但巡视一圈后摇摇头，你放寝室不放心，要不就全带身上，要不就放你老师那帮你保管。于是陈旺从钱罐里直接拿出2张大团结，想了想又数了5张出来。岳秋刚看着办公桌上的小猪存钱罐，眉头微皱，让我帮你把存钱罐带我家里去保管。我这不是要跟你去鹿城吗？寝室看守的大爷放假又不在，我放寝室不放心。呵呵，你这里面多少钱那不放心？我们学校的保卫措施就算是放假，670块1毛。多少？670块1毛。岳秋刚听完赶紧把存钱罐从桌子抱下来放书柜里。你也是，咋不早说呢？岳秋刚没想到陈旺竟然已经存了这么多钱了，这比他的私房钱都还要多了，心里酸溜溜的瞧了陈旺一眼。你这么小存这么多钱，花得明白吗？我要买房子啊！快走快走！陈旺再多说一句都容易把岳秋刚气死。岳老师，你知道我这罐里多少钱吧？670块，你还怕我贪你的不成？不是，那你还不快走？不是670块，是670块1毛。陈旺站在办公室门外很迷茫，他不知道岳秋刚都快70的人了，哪里来的那么大力气，竟然能把他拎到门外面来。可能是化怒气为体力。谁惹他生气了？难道这次班上同学考得特别不好？为什么是班上同学考得不好？难道就不能是你吗？不可能，我刚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岳老师看见我笑得可开心了。不过陈旺猜的没错，他这次期末考试稳定发挥，又是跟毕景并列第一，而且这次不仅是学校并列第一，2人还是省城的并列第一。
整个省城就他们2个满分。这个成绩陈旺当然高兴，但是高兴中又夹杂点不爽。偏偏毕景这个时候背着书包走过来，不好意思啊，又分走你1半奖金。没关系，这次上报纸学校奖励了我20块呢，这5块就当给你买糖了吧。那你去鹿城加油，可别被别人看扁了。去的都是大学生，数学研究者，谁看扁我一个初中生啊？也太没素质了。出发这天，身后背着他妈亲手缝制的书包，肩上扛着他奶给的老陈家最结实的布口袋，跟个逃难人似的出现在了校门口。一身西装皮鞋锃亮的岳秋刚从小轿车下来，看见这一幕，差点2眼一黑晕过去。陈旺看见岳秋刚的穿着也是眉头一皱，两人互相嫌弃的打量对方一眼。陈旺，你怎么穿成这样啊？岳老师咋穿成这样啊？我们是去鹿城大学，自然要穿体面一点。可是我们要坐2、3天的火车啊！岳老师，你没听过吗？才不外露，你这西装革履的不就是明晃晃告诉小偷你有钱吗？可是我们坐的是软卧包厢。没事没事，岳老师，我带了体面的衣服，等下火车就换上。而此时承办交流会的鹿城大学也在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一个工作人员焦急地找到负责人李德光教授。教授，这位参会者没有写研究领域啊，该分到哪一组啊？所有参会者的信息都确认了，就差他了。怎么回事？怎么到现在这个问题都还没落实好？拿来给我看看。这是后面临时加的，数学学会那边说会递详细资料过来，结果到现在都还没有给。原来是他，我知道了。你先把其他参会者安排好，我正好要去委员会找黄主任，先问问他意见。李德光看着手中名单上的陈旺2个字，摇头苦笑。谁能想到连发7、8篇数学论文证明多条二级定理的陈先生是一个读初一的10岁孩子呢？数学学会主任黄富全听了李德光的询问，我也确定不了。这2天几何部和代数部的2位部长还在争论这件事呢。陈旺现在成了数学学术交流会举办以来首位年龄最小的参会者。2位部长从中华科大回来之后，特意去找了他发表的论文和文章，看完之后就争起来了。几何部的齐振华齐部长说，陈旺发现了那么多几何二级定理，一看就是更擅长几何，所以要求分组的时候把陈旺分到几何组。代数部的吕元吕部长说，陈旺发表在其他报刊的文章都是代数知识，里面关于虚数的解释更是妙趣横生，这一看就是对代数有很深的了解，还是分在代数组好。李德光听完目瞪口呆了好一会。不会因为2位部长的争论，所以陈旺的分组才会一直没定下来吧？是的，2位部长谁也不让谁，加上他们年纪大了，连理事长都不好劝。说完，黄富全压低声音，主要是2位部长平时就不和，现在谁要是退一步，就像是主动认输似的，所以都僵着谁也不让。那怎么办？总不能把陈旺分成2半吧？1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上了火车后的陈旺气喘吁吁地从火车过道上挤进包厢。终于回来了，再不回来我都要去找你了。人太多了，过道上挤都挤不动。这一站是短途停站点，所以上的人多一点，过了这站就好了。我说呢，明明前面都没这么多人。此时陈旺无比庆幸这次坐的是软卧。岳老师看不出来我们学校还挺有钱的吗？竟然会给我们买软卧。谁告诉你这软卧是学校出的钱？不是吗？那这钱谁出的？数学应用报的沈主编啊，他买的车票。沈主编一看就是个大方的好人，到了鹿城之后一定要去感谢感谢他。那倒不用，他说从你的稿费里扣。就算从我的稿费里扣，那还是得……我操！谁？他要从谁的稿费里扣？你个小抠门儿，那么多稿费请你老师做个软座都舍不得。怎么可能舍不得？我就是一时太惊讶了。您坐，您坐。得知噩耗的陈旺就像是被霜打了的茄子，皱巴巴的没有一点精气神。放心吧，沈主编那么稀罕你，从谁的稿费扣也不会从你的稿费扣。我就知道沈主编是个大方的好人，那这钱谁出啊？沈主编他自掏腰包。沈主编真是大好人，去鹿城一定要去感谢感谢他。小小的插曲过后，一老一少又开始各干各的。我看了你投给6亿报的文章，上面对数字8写了很多有趣的性质，怎么你还研究数字？我没研究，这些简单的东西一眼就看出来了，研究啥？你去了交流会可别这么说话。岳秋刚也不知道他到底听进去了没有，看着埋头计算的陈旺，岳秋刚心里感叹万千。如果这些文章上的知识真的不是花大量时间研究出来的，只能说陈旺对数字也极为敏感，在代数上恐怕也有十分不错的天赋。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知名的数学家，但数学的领域分支无数，这些数学家基本都是钻研某一领域，只有极少数的天才数学家才能驾驭多个领域，同时还能取得瞩目的成就。难道陈旺就是这样罕见的天才？差不多2天的时间，载满了旅客的绿皮火车终于到达了终点。2人一前一后下了火车。岳秋刚怕陈旺走丢，便一直牵着他。陈旺则自觉地看着自己的布口袋和岳秋刚的皮箱子。来到车站外面，岳秋刚正在翻包里交流会参会者住的招待所地址。好了，找到了，我们坐个3轮车过去吧。结果2人站路边等好久都没有等到空的3轮车。陈旺正要提议换个地方等的时候，一辆写着鹿城数学交流会接送专用车标语的客车却驶了过来。
阿月老师，我们去坐那个车。于是两人便快速走了过去，正要上车，出口处却突然走出来一群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不好意思，让一下，这是我们的车，小弟弟，这车不拉外人的，别待在这儿了。先等他们上去吧。终于等到最后一个人上去，陈旺拉着岳秋刚赶紧往车上走。不是给你们说了这是专车，不搭外人的吗？不好意思，同学，你先去坐吧，我来跟他们沟通。室友，你快过来啊！你不是要坐靠窗的位置吗？来了，你快点让他们下去吧。大家坐了一天的火车，都想早点回住处休息了。好的，好的。而此时陈旺已经从包里摸出了邀请函。有这个，可不可以坐这个车？工作人员先是一愣，随后一脸尊敬地看向陈旺背后的岳秋刚。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知道您也是来参加交流会的。来，快上来，您正好坐我的位置。参会的人不是我，是他。工作人员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看见没有，邀请的是陈旺，我就是陈旺，我身后这位是我的老师，这样我们能上这车了吗？可以，让你们请。坐了大概快1个小时，车辆才开到鹿城大学附近的招待所。一下车，趁着没人，陈旺就偷偷揉揉自己的屁股蛋。屁股坐疼了没？不疼，一点都不疼。你们俩怎么也在这儿？陈旺不用回头就知道是刚刚拦着他们上车的人，于是赶紧把邀请函拿出来顶在脑袋上回头。诺，现在知道我们为什么在这儿吧？师友脸色一僵，直接掠过陈旺，讪讪地看向岳秋刚。呵呵，不好意思，不知道你也是来参加交流会的。那你是哪所大学的教授啊？江宁省一中的，不过不是我参加，是我学生来参加的。那您跟我们一班车，您学生是我们同学吗？没有，我学生在这儿。师友不敢置信地顺着岳秋刚的视线看下去。陈旺见状给了个礼貌的微笑。不可能，他们肯定弄错了。怎么了？对啊，发生什么事了？岳老师，我们进去吧，这里还怪冷的。冷了？哎呀，那我们快进去吧，站这里干什么呢？于是，一老一少跟没看见围过来的众人似的，直接走了。师友嘴巴张着半天没反应过来，等两人都快走进招待所了，才大喊：站住！你们还没说清楚那邀请函到底是怎么来的？什么邀请函？应该是交流会的邀请函吧？难道那两人也是来参加交流会的？有可能，只是来参加交流会，怎么还把自己孙子带来了呢？那么小，看起来才读小学吧？能听懂吗？那小孩说邀请函是给他的。不可能吧？那孩子看起来最多11、12岁，这么小能在数学上有什么研究啊？所以我才叫他们站住啊！这件事要不弄清楚，对我们所有人都不公平。要知道这里才参会的人和团队哪一个不是带着研究成果，或者以前就取得过研究成果才被邀请的？要是一个什么都不懂孩子都能被邀请，那这交流会我们也没有参加的必要了。确实，我们是来跟大家互相交流学习的，可不是来给小孩上课的。那我们还愣着干什么？追上去问清楚啊！师友落在后面嫌弃地看着自己同伴们的背影，觉得他们真是拖后腿的好手。要不是他们突然过来插嘴，他早就把两人拦着问清楚了。师友，快点啊！你愣着干什么呢？这时早就下车的梁又平和杨真真在一旁花坛处目睹了全过程。师兄，你觉得那小孩的邀请函有问题吗？你以为数学学会的人会弄错吗？人家既然给出了邀请函，说明那孩子肯定在数学方面有什么过人之处。室友之前被捧得太高，心高气傲，虽见不得年纪比他小，天赋却比他高的人，他煽动同伴去找事，是不是为了所谓的公平，他心里最清楚。那要是出事了，丁阳和袁成川会不会被牵连啊？应该闹不出什么事，交流会还有2天就开始了，数学学会的人肯定会出面解释的。梁又平猜的没错，事情确实没有闹大，但不是数学学会的人出面解释了，而是师友他们根本连陈旺和岳秋刚的人都找不到。一群人追进去的时候，陈旺和岳秋刚已经验完身份，提着行李上楼找房间去了。师友他们要追上去，却被招待所的工作人员拦住，理由是这里是专门为交流会参会人员准备的招待所，必须要验明身份才能进去。等一群人登记验明完身份，又问了陈旺和岳秋刚两人的房间号后，连东西都来不及放下，就又马不停蹄的去找两人，结果门都要敲烂了也没人回应。他们难道因为心虚连门都不敢开了？那我们现在怎么办？等会大家都上来了，我们这么多人堵在这儿也不是办法啊。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等会我们把这件事告诉所有人，看他们还怎么躲。对，总不能一直躲在里面不出来吧？其实我们找他们还不如找数学学会的人问清楚呢。交流会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的报告还有好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何必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他既然敢把邀请函拿出来，说明有恃无恐。别说现在数学学会的人不在这里，就算我们现在去找他们，他们也能随便找个理由搪塞过去。只有直接拦住那个孩子，当场质问他，我们才能知道真实的原因。到这里，师友直勾勾地盯着丁阳。难道你觉得那孩子真是靠自己的实力得到的邀请函？没有，丁阳，我知道你为交流会报告的事着急，但这是关于公平，我们不能接受不公平的对待。那小孩的邀请函肯定是靠关系才得到的，如果我们默许他参加交流会，那我们拼死拼活的努力都会显得像个笑话。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是笑死了，老人来参加数学交流会还带个孙子，如果谁都能参加数学交流会，
那我们也没有来的必要了。可不是，到时候逛一趟回去就能吹嘘自己参加过数学交流会，弄得别人还以为什么人都能参加这交流会呢。好了，大家坐了这么久火车都累了，我们还是先回房间把东西放下休整休整。至于这两人，就让他们躲在房间里吧，看他们能躲到什么时候。就是，不信他们晚上不出来吃饭。岳老师，这蛤蜊煎蛋可真好吃。国营大饭店里，陈旺吃的头也不抬，一桌子已经摆了3个空盘子了。好吃后面再来，你也不能吃鸡食了，都吃光3盘了。岳秋刚这边也慢条斯理的吃完2盘，确实美味，不错吧？我上次特意问的沈主编，他说这个国营饭店的蛤蜊煎蛋最好吃，不过一定得早点来，到饭点就抢不到了。幸好我们换了衣服就来了，你看这回人都多起来了。幸好你问了，不知道回去之后那学生会不会又来找事？哪个学生？刚刚拦着我们问我们邀请函怎么来的那个。哦，原来他是在找事啊，我还以为他震惊我这么小就得到邀请函嫉妒我呢。岳秋刚猛地愣住，这也不是不可能。吃过饭，2人便走着回了招待所。看来他们都去食堂吃饭了。食堂吃免费吗？应该不是，邀请函上面只写了免费住宿，吃饭应该是自己付。2人回到房间后都感觉累得不行，特别是岳秋刚，年纪大了不服老不行，我得洗漱休息了。陈旺也想早点进空间把后面的证明思路再整理整理，于是等岳秋刚洗漱完后，自己也赶紧去洗漱完躺进了被窝里。结果刚进空间，草稿纸都还没有摸出来，就听到了一阵呼噜声。小才，我是洗漱了1个小时吗？没有啊，跟平时一样10分钟。那岳老师怎么连呼噜都打上了？那要我帮你把外界声音屏蔽了吗？你还有这功能？现在没了。好小才，快帮帮忙！岳老师这呼噜声太有感染力了，我在空间里都想睡觉了。小才这才不情不愿地把外界声音屏蔽了。厉害厉害，功能强大。哼，一般一般，宇宙第3，还有第1、第2，不知道。那你为啥说自己第3？押韵啊！你一个系统还搞什么押韵？你帮我注意到点外面啊！万一岳老师中途醒了叫我什么的，一定要提醒我啊，不然一直叫不醒容易把人吓出好歹。行，知道了。此时师佑和同伴吃完饭又过来敲门，外面敲门声不断，里面呼噜声不停。小才丝毫没有提醒陈旺的想法，反正又不是岳秋刚叫他。师佑怎么办？他们还是不开门。行了，别敲门了，他们肯定不敢开。不过我想到了个拆穿那小孩的好主意。什么好主意？回去再说，等会大家吃完饭都回来了。于是，一行人又跟着师佑往回走，丁阳和袁成川落在后面，2人脸色都不太好看。他们不想掺和进这件事，但是师佑根本不允许他们单独行动。怎么办，成川？我现在是真后悔了。你说师佑为什么非要跟这个小孩较劲儿呢？如果这孩子的邀请函不是平时里得到的，那就说明人家关系过硬。要是真出了事，师佑他家里倒是有人能保住他，那我们这些普通学生怎么办？那我们就只跟着，什么都不要说，什么都不要做。现在也只能这样了。丁阳、长川师佑叫你们跟上来了，还真把我们当奴隶了。当初梁师兄在的时候还能压他一点，自从他独立带头搞这个公示证明之后，那是谁都不放在眼中了。吼，这次交流会回去之后我就退出这个项目，我惹不起还躲不起的，也只能这样了。第2日，陈旺和岳秋刚起床收拾好之后，就一起出门吃早饭。人真是老了，好好睡一晚上，结果反而还腰酸背痛了。我昨晚是不是打呼了？没吵着你吧？是打呼噜了，但是没吵着我。看，那我老婆子平时是找借口骂我呢，她就说我晚上打呼害得她睡不好。你耳朵这么好使，我都没吵着你，她都耳背了，我还能吵着她？小才，你说我现在要跟岳老师说他打呼声音真的很大的话会怎么样？我劝你最好不要在下楼梯的时候说。说的有道理，岳老师，师母应该不是找借口骂你，因为你打呼噜的声音真的很大。岳秋刚听完一口气差点没提上来，好不容易把这口气顺下去，结果一进食堂里面的人全都看了过来，而且神情各异。岳秋刚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正要提醒陈旺，陈旺已经在窗口边点上餐了。岳老师，这里早饭也挺丰盛的，你要吃啥？你还有心情吃饭？你没觉得大家看你眼神不对吗？陈旺环顾一圈，看过来的人有些不自在的移开了视线，有些却仍然目不转睛地打量着他。对于这些人，陈旺统统送上礼貌的微笑。他们应该是在跟我打招呼，都是好人。岳老师，你吃啥啊？我没心情吃。哦，姐姐，我老是没心情吃饭，那就只要3个包子了。你好，小姑娘，要6个包子。2人端着包子稀饭找了个空座，刚坐下，旁边站起来几个人。你就是那个天才少年？我不是。怎么可能不是？大家都说这次交流会有个年龄很小的天才少年，这里除了你还有谁最小？是不是关你们什么事？岳秋刚脸一沉，十分有威严，问话的几人立刻面色讪讪起来。这位老先生您好，我们没有恶意，就是有人把这个天才少年吹嘘得天上有地下无的，而这里恰好都是高等学府们的天之骄子，心里难免起了点不服之气，所以想找他友好的交流交流。呵，我看你们不服气是真的，想友好交流怕是假的。那您这是变相承认他就是那位天才少年了？陈旺嘴里还含着包子，听了这话赶紧摇头。
呵呵，怎么这个时候不敢承认了？你这个年纪就能得到数学交流会的邀请函，如果不是有极高的数学天赋，那数学学会为什么会给你发邀请函呢？岳秋刚一看这人心里就明白了，他说后来怎么没动静了？原来是在谋划呢。那啥，少年一般是指11岁到15岁这一阶段，我还有10天才满11岁，严格的来说，我还是个儿童。你才10岁？难道我身高看起来像13、14岁的？当然不是，只是我以为能来参加交流会至少也要15、16岁。你答非所问是想转移话题吗？转移啥话题？你既然承认你是天才少、天才儿童，那就大大方方让我们见识一下你天才的实力啊！不好意思，我不大方，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抠门儿。呵呵，你不敢吗？此时陈旺终于感觉出这人好像在针对他，不然你以为他在跟你交朋友吗？所以他真的是因为嫉妒我吧？现在是研究这个的时候吗？当然是，如果单纯好奇，我跟他友好交流也没什么，但要是因为嫉妒，你就要给他好看。不，我就要收费。陈旺正要真诚发问，食堂外面突然走进来一行人，岳秋刚第一眼就看到了沈之礼。沈主编。沈之礼循声过去，眼中的欣喜还未升起，便皱起了眉头。那么多人围在那里干什么？黄主任、齐部长、吕部长，陈旺在那里。那我们快过去吧。岳老师、陈旺，你们果然到了。我以为你们要晚2天到，都没有派车子去接你们，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路途遥远，辛苦了。没事，我们运气好，下了火车就遇到了来接送的专车，一趟就到招待所了。对，而且我们还要谢谢沈主编的软卧票呢。哈哈哈，不用谢。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数学委员会的黄富全黄主任，这2位分别是几何部的齐振华齐部长，代数部的吕元吕部长。他们今天都是特意过来找陈旺的。找我干嘛？周围众人在听完沈之礼的介绍后，都好奇地看了起来。他们倒想看看数学学会的人这时候来找这位天才儿童有什么事，而师友已经开始暗自兴奋。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这些数学学会的人来的正好，这么多人在，等会那孩子被拆穿时看他们怎么包庇。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就是陈旺。说完，黄富全旁边的齐振华迫不及待站了出来，直接掏出一沓报纸。孩子，你告诉我数学应用报上的这些2级定理，你用了多少时间推导出来的？于远见状也不甘示弱，掏出几份报纸。陈旺，你先告诉我，你文章里所说的无八数如果与几组性质相同的数相乘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这些结果你算过吗？吕远，你别太过分了，明明是我先问的。那还是我先走过来的呢。好了，2位部长，反正陈旺已经在这儿，谁先问后问都是一样的吗？这里可不是数学学会大楼，万一吵上头又打起来，那就真完了。谁说的一样？就是，这怎么可能一样？明明就是我的问题更重要一些。哎，你们都是来参会的各高校学生吧？怎么都围在这里呢？是这样的，黄主任，我们听说这次参会的人里有个年龄特别小的天才儿童，大家都十分好奇，所以过来想见识一下。师友一想到陈旺现在看似表面淡定，实则心里已经害怕心虚的要死，师友心里就开心的不得了。哈哈哈，你们昨天刚到鹿城，竟然就听说陈旺的事了，我还以为至少要等到交流会你们才知道呢。什么？难道你们还没有听过陈旺的事？他是个天才儿童的事吗？我们昨晚听说了。那你们只知道他是个天才儿童，却不知道他为什么是天才儿童。是啊，所以我们才好奇的过来见识一下。只有师友的同伴心里咯噔一下，随即都看向师友，师友心里也有慌乱，事情的走向怎么跟他想象的不一样？来，既然大家好奇，直接把报纸拿过去看就知道了。站在前面的几个人见状，疑惑的拿起报纸。数学应用报没有那么麻烦，直接看上面的趣味板块就行。拿着报纸的几人发现这些板块刊登的不是数学知识文章，就是数学论文。不过2位部长让我们看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你们自己往下看看署名。陈旺，我这个也是陈旺。难道这些都是陈旺写的？师友按住心里的慌乱，也拿了份报纸。都不可能。而此时大部分人不敢置信的看着陈旺，这些真的全都是陈旺写的？是的，这些数学文章论文都是陈旺写的。黄富全有些纳闷，这些学生既然不知道陈旺发表的文章论文，但又如何得知他天才儿童的称号？不是弟弟，你还有10天才满11岁啊，这个年纪是怎么对数学感兴趣的？我今天算真的见到真正的天才儿童是什么样的了，这要不是真实发生在我眼前的事，我信都不带信的。别说信了，我肯定以为吹牛呢。陈旺顶着这么多目光，看似淡定的一批，其实10根脚趾头都已经分架了。快收收吧，再敲下去破的可就不只是袜子了。幸好今天穿的是布鞋，不然我这会儿就要绷不住了。我就说你为啥这么远还要带双布鞋？因为它经脏啊，参会前把白网鞋穿脏了还得洗，穿布鞋就没的那个烦恼了。好了，同学们，我们找陈旺还有事，那我们就先走了啊。陈旺见状也赶紧从人群中钻出来。咋的？以前也不见你害羞，这次被人夸还害羞上了。黄富全准备带人去个清静点的地方，省得2位部长一言不合又吵起来。等等，这位同学还有事吗？黄主任，我们对2位部长刚刚问陈旺的问题也很好奇，
我们能一起听听吗？是啊，黄主任，我们能一起听吗？对啊，我们保证安静不说话。实有不幸，在大家的请求下，黄富全能不答。抱歉，同学们，这事关陈旺的私事，我们不宜在公开场合谈论。大家好奇可以私下问陈旺。黄富全说完就赶紧带着人走了，动作行云流水，没有丝毫犹豫。谁还记得齐部长刚刚问陈旺什么了？好像是问他那些2级定理用了多少时间推导出来的。那这很隐私嘛。石友，看样子这陈旺好像真的是个天才儿童啊。那他的邀请函说不定就是凭实力。你们信吗？11岁就能写那么多数学文章和论文？呵呵，他们刚刚拒绝我们就很能说明问题了。用多少时间推导出来的，这算哪门子的隐私？那现在怎么办？先回去，纸包不住火，看他们能瞒多久。黄富全让招待所的工作人员找了个休息室。这次2位部长决定直接开门见山。陈旺，你更喜欢几何还是代数啊？所以你选几何组还是代数组啊？我不知道啊。不知道？这怎么能不知道呢？数学那么多分支，我们搞数学的肯定是选自己喜欢感兴趣的研究。我看你推导了那么多2级定理出来，肯定是喜欢几何更多一些。放屁！我看陈旺还是喜欢代数多一些，要不喜欢他能对那些数字有那么多研究？不可能，代数的文章一共就8篇，我几何的论文可是已经有9篇了。9篇又怎么样？下一篇说不定就是代数。陈旺被2人的唇枪舌战惊得目瞪口呆，眼看有打起来的架势。陈旺正想往后退出战场，2人吵着吵着突然看向陈旺。陈旺，你来说，你更擅长什么？或者你更喜欢哪个？不能都选吗？那个啥，我真不知道，我都是自学的，学的杂，也没人教我要侧重学什么，所以我真不知道自己比较擅长或喜欢哪方面。说完，陈旺灵光一闪，觉得自己想到个好主意。如果非要选，那不如我们就考试吧，哪门分高我就选哪门。话音一落，房间里顿时安静下来。良久，齐振华哆嗦着手开始找水喝。于远就近找了把椅子坐下。那要不抽签？基础数学里的分析你也学了？那代数和几何又有多条分支，你也都学了？都学了点。2位部长听完之后陷入沉思。其实他们这么争抢陈旺，除了爱才之心以外，最主要的还是2人日常相争惯了，谁都不想让谁。那现在他们如果非要陈旺选择一个组参加，那反而限制了他。齐振华和吕远对视一眼，那就都参加。都参加。2位部长，这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对，到时候我会在我们讨论组安排一个空座位。那我们组也留一个位置出来，这样陈旺可以轮流听一听。可是以前的交流会从来没有这样安排过。黄主任，特事特办嘛。况且以前也从未出现过陈旺这样的天才儿童啊，我相信理事长知道后也会同意的。叶秋刚有些意外，数学学会竟然会为了陈旺这么安排。陈旺当然也没有想到，他不知道交流会要分组讨论交流，几何和代数他都很喜欢。不过现在要他选的话，他肯定选代数，因为他就准备了一个代数的发言报告。岳老师，我突然有点困，中午饭我就不吃了，等会晚饭麻烦你帮我带一份饭回来就行，我先睡了。陈旺说完就钻进了被窝里，他得再准备个几何的发言内容。这才起床多久你就又要睡了？叶秋刚走过去，用手在陈旺眼前晃晃，随即心里升起一股愧疚。傻孩子，还撒谎说自己没有被我的呼噜声吵到，看看都困成什么样了。小才，快看看我积累的有效学习时间有多少了，36个小时，才这么点。看来后面要得有效学习时间果然越来越难。给我看看现在的数据。好的。空间观察能力10%，抽象创造能力16.6%，逻辑推理能力27.8%，感知记忆能力12%，全面注意能力10%，脑域开发度76.4%。空间观察能力和全面注意能力各加1%，剩下的都加抽象创造能力上。现在加上去也算是临时抱佛脚，但是有时候数学灵感往往就是一瞬间发生的事，要不是怕某一项过高又出现前面变成傻子的情况，陈旺真想全部都用来提高抽象创造能力。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脑域提升到80的陈旺在空间里翻以前的草稿纸，他记得之前记笔记的时候记了一个蹊跷问题，这个可以运用到在现实生活的诸多领域中。陈旺准备发言的时候就讲这个，而现在他要继续拉马努金公式的推算，从他开始有了新思路，准备重新证明这个公式开始。快3个月时间过去了，目前只完成了2/10的进度，还真的是只证明了个开头。不过幸好他有思路，只要顺着这思路推导下去，肯定能证明出来。只是证明过程计算量实在太大，在没有计算机的情况下，没个1年半载还真完成不了。真的不能把你的超级计算机给我用一下吗？不行，超越历史进度的东西无法使用。那就这个年代的计算机给我来一台啊！那不跟你手搓的速度一样吗？何必多此一举？这个时候我是不是该说声谢谢？不用，反正过不了多久你就比不上他了。那到时候记得给我用。虽然陈旺说自己不吃中午饭，但中午的时候岳秋刚还是叫醒了他。岳秋刚见陈旺困得厉害，便赶紧让他继续睡，自己等会给他带点回来。于是午饭时间，岳秋刚自己一个人来了食堂。他没想到此时食堂里竟然坐满了人，不过走近一看，这些大学生们不是在吃饭，而像是在玩什么游戏。岳老师，你怎么一个人下来了？陈旺呢？呵呵，他昨晚没睡好，这会补觉呢。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交流会要后天才开始，同学们待在房间里也无趣，于是大家便提议来食堂玩解题游戏。岳秋刚看向桌子上的一堆1分1毛的钱和各种票据。解题游戏就是由某人出一道题出来，有信心的同学就交1毛钱去看题解答，谁要是先解出来，这道题所押的钱就是他的。反之，规定时间没解出来，钱就归出题人所有。出题人也要先出钱才能出题，怪不得大家解个题都能解得热火朝天，还是年轻人会玩啊！那这道题都堆了这么多钱了，想必是道难题。哈哈哈，岳老师猜的没错，已经换了3轮同学了，反正在规定时间都没有人答出来。那是谁出的题呀？岳老师，是我的题。岳秋刚看过去，脸顿时沉了下来，还真是冤家路窄。我恰好看过国外的一本数学月刊，上面就有这么道题，现在正好写出来让同学们接着玩。岳老师，要不让陈茂也下来跟我们一起玩？耶，这道题已经翻过来了，看来已经解出来了。这又是谁的？还是我的。这是一个同学直接把本子递给岳秋刚。岳老师感兴趣可以看看这道题。岳秋刚也只好看了起来。题干很简单，要求把这些字母换成数字后是等式依然成立。这是不是跟有道奥数题型一样？不过那道奥数题是这道题的简化版，岳老师也知道。室友狡猾的很，他先拿出这道简单版的给大家，被人解出来后，大家一看这么简单，都去解第2道，结果现在就是他桌子上堆了一堆钱和票据了。这种考思维的题跟掌握的数学知识没有一点关系。这里虽然都是高等学府的专业数学生，但要不是思维特别灵活的，一时半会想不到也正常。都说年纪越小脑子越灵活，陈茂又是天才儿童，这种题对他来说肯定一点难度都没有。岳老师要不把陈茂叫下来试试？岳老师不是说了陈旺在睡觉吗？何必为了一道题把人叫醒？难道你们不好奇陈茂会花多少时间解开这道题？好奇，但也不能打扰人家睡觉啊。没事，我去问问他睡醒没有。岳秋刚看了眼桌子上的钱和票据，就急匆匆走了。室友见状，眼中闪过一丝欣喜，他本是想为自己扬名一番，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岳老师，我不吃饭。不是吃饭，是赚钱，想不想赚？细说。让谁细说呢？嘿嘿，对不起岳老师，脑子还没反应过来呢。岳秋刚立马把刚刚看过的第1道题写出来。你先解解这道题，看能不能解出来。要是这道题都算半天，岳秋刚就准备下去跟人说还没睡醒了。陈旺2只手都在扣扣子，就这么将就着岳秋刚的手看了起来。应该是29786加850，再加850，等于31486。我操！重新说一遍，我算扫看。29786加850加850等于31486。对的。岳秋刚看着手中的算式目瞪口呆，他想过陈旺应该很轻松就能算出来，但没想到他看一眼就看出来了。岳老师，你刚刚说赚钱啊？对，走。岳秋刚拉起陈旺就食堂走去。陈旺解题之前他只有8分信心，现在他有12分的信心。陈旺在来的路上知道了赚钱的方法，人本就高兴的不行，这回一进食堂，在看到那堆零钱和票据之后，更是直接兴奋了起来。这么好玩的游戏，怎么没有人来邀请我？室友一看到陈旺，眼睛就亮了起来。陈旺，你是来解题的吗？我是来拿钱的啊，不对，还有几道题没解啊。除了我这道，华大的还有2道，不过现在已经有人在解了，要是他们在规定时间内解出来就没了。陈旺往那边一看，果然有几个人在埋头计算。能不能中途加入啊？当然可以。听到可以，陈旺立马看向岳秋刚。岳老师，给钱啊！我身上1分钱都没带。好一个空手套白狼！岳秋刚掏出2毛，陈旺又还了1毛回去。那边那道我看有个人都写了大半篇过程，怕是要解出来了。我们先给1道的钱，以防他解出来我们白给1毛钱。陈旺拿着1毛钱放桌子上。你好姐姐，这是你出的题吗？我想先解这道。好，来，这是草稿纸和笔，别着急，慢慢解，过去的时间我给你补上。这怎么能行？他既然已经中途加入了，那就得遵守这一轮的时间规则啊。怎么不行了？也没有规定说中途加入的要遵守这一轮的时间啊。出题的女生早就看不惯室友，明明大家也没有推举她成为学生代表，她却总一副领头人模样跟大家说话。是陈茂要中途加入的，那就说明他已经接受了只用余下时间解题的规则，而你偏要为他打破，这对其他人来说不公平吧？不是，你开口闭口都是规则，合着这规则都是。我做完了。做完了，等一下。我操！你刚说什么？你做完了？对，你看看对不对？说完正要拿钱去赶下一道题，结果他预想的没错，那道题果然被写了大半篇的那个人解出来了。于是陈旺只能遗憾地看着那人把桌子上的钱都装进了口袋。此时女生已经看完了陈旺的解题过程。怎么样，对不对？对的，但他的方法跟我的完全不一样，怪不得这么快。还真被他解出来了。见同伴神色动摇，室友压低声音：这道题实际没有什么难度，等会看他能不能解出我那道题。1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参加学会的陈旺被中华科大学生嫉妒，想用解题游戏让这位天才掉马甲。殊不知接下来是打脸时刻。快，什么方法？给我看一看。我也要看，我算半天了，他用什么办法那么快？他竟然是用斜率算的。哎呀，
对呀，我们怎么没有想到呢？岳秋刚看完就露出一抹满意骄傲的微笑。陈旺这个解题思路确实完美。对了，陈旺，那你就算把这个正方形的斜率和长方形对角线的斜率算出来，那最多说明它们面积不一样了。那消失的面积怎么证明啊？没有消失，它们只是重叠了。这条斜边并不是一条直线，那我们所看到的大三角形实际上是一个多边形。所以它消失啊，不是，是重叠在这里。对，我天，太厉害了！是啊，你到底怎么想到用斜率来算的啊？我用眼睛。陈旺话说到一半，岳秋刚突然咳嗽起来。岳老师，你咋了？没事没事，突然嗓子有点痒。那里还有一道题，还做不做？做。陈旺，你的钱还没有。桌子上的钱呢？哦，我收起来了。收起来了？什么时候收起来的？但转过身去的陈旺已经麻利地坐上了另一张桌子，面前正是师佑出的那道题。岳秋刚见陈旺已经坐下，根本没有掏钱的意思，便又把刚刚那1毛钱掏出来，认命地放在了桌子上。谢谢你，岳老师。哼，答不出来等会还我。不可能，不可能答不出来的。那道题我刚刚看过了，只要能想到用斜率就能很轻易解开，题不算难。哦，快开始吧。呵呵，看来你对我这道题也很有信心。哦，开始吧。这道题我当时用了5分钟解出来的，我希望你……哎呀，你到底开不开始啊？开始。陈旺一看到题就闪过一丝疑惑，这不跟刚刚岳秋刚给他写的题一样吗？不过随即陈旺就发现了不同，这道题不管是先推算哪个字母都无法推算出来。旁边的岳秋刚看着陈旺迟迟没有下笔，眉头渐渐皱了起来。师佑则目不转睛地看着陈旺，嘴角挂着讥笑。他倒要看看陈旺怎么做这道题。时间1分1秒过去，其他人不管有没有进展，但一直拿着笔在草稿纸上演算，只有陈旺在发呆。不会一点思路都没有吧？怎么还没动笔呢？去，别说话，我刚做过那道题，怎么推都不行。看来师佑这道题是很有难度啊。此时的陈旺不是在发呆，而是在脑子里求小财。我得出了2个结论，第一就是这题出错了，根本没有答案。那这种情况就要看出题人是故意还是弄错了。如果是故意的话，那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如果是弄错了，陈旺瞄了一眼师佑，长得真糟心。但排除了这种可能，因为师佑的目光就笃定他们算不出答案似的，那肯定就不会弄错。那就剩下一个可能，这题有答案，但是解题的方法没人想得到。陈旺大脑飞速运转，那些字母像是坐着过山车一样在脑中飞速穿过。突然有2个字母就和之前岳秋刚给的那道题的字母撞在了一起，那转瞬即逝的灵光直接被陈旺牢牢抓住，他眼睛猛地一亮，是字母组成的单词，哈哈哈！我知道了，怪不得师佑会把刚刚那道题写在前面让大家做呢。小财，你快帮我看看这是哪国语言啊？法文。陈旺听完就用眼神为师佑送上友好祝福。敢不敢再卑鄙一点？搞这种东西肯定就是想圈钱。好小财，我从来没有求过你什么，这一次说的好像我求过你什么似的。你说说你当初为什么就不多学几门语言呢？那我怎么知道还能遇上这种事？好，我回去就学，不精通18国语言不罢休。得到隐藏的已知条件，陈旺直接就开始动笔。陈旺开始写了，可能是有思路了吧？但是已经过去3分钟了，他能不能比师佑先算出来啊？我觉得能算出来就已经很厉害了，我们都已经上了3轮，同学都没有算出来。也是，那就看他能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算出来吧。就算开始动笔又怎么样？这道题没人能解。解出来了。解出来了？不可能。答案是不是94850加2个6483等于107817？师佑听完直接愣在了原地。这怎么可能？其他人已经迫不及待围过来，拿起了陈旺的草稿纸。只见草稿纸上干干净净，只有答案，其他半点过程都没有。快算对不对啊？对的，而且完全和字母能对上。我的天，这都没有点过程，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啊？师佑听到这，快走2步过来，一把拿过草稿纸，上面果然只有孤零零的一道算式。对了，陈旺，你怎么一点过程都没有？该不会以前在哪看过这道题吧？够了，师佑，这道题明明就是你认识的数学研究者根据第1道设计的升级版，没有人见过。师佑警告似的看向梁又平。梁师兄怕是听差了，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早上你跟你同伴们在小花坛那里说的，我也听见了。师佑被当场拆穿，一张脸因为恼怒有些扭曲，不过一会就恢复如常。是我刚刚着急问错了，我就是想问陈旺，你竟然还懂法文了？法文？这道题里还有法文？是，这道题看似跟第1道题一样，但是还有一个隐藏已知条件，那就是这4个法文单词代表的意思。如果不懂法文，就缺少一个必要已知条件，那这道题是绝对解不出来的。怪不得我怎么算都是死胡同。师佑，你这提出的不道德啊！我们大家在学校里最多就学了点英语和俄语，谁会法语啊？陈旺就会啊，不然怎么能解出这道题呢？对啊，陈旺，你竟然还会法语？不会，只是恰好看过这3个单词知道意思而已，纯属巧合。现在跟法语相关的工具书想找都找不到，你在哪里看到的？我也去找找。岳秋刚沉着一张脸走出来，直接用法语对师佑说了一段话，把师佑震得目瞪口呆。
岳老师叽里咕噜说什么呢？他说他格勒诺布尔大学毕业，他的学生会认识1-2个基本的法语单词，有什么问题吗？问世佑这样针对你，是不是因为嫉妒你？陈旺听完觉得岳老师的背影突然就伟岸起来了。不，我嫉妒他，哈哈哈！我有什么好嫉妒他的？对，你不是嫉妒我，你就是单纯想圈大家钱。这句话一出，空气中有片刻的寂静。随后大家看看施佑出的题，大家都有种被耍了的感觉。再看看旁边桌子上的一大堆零钱和票据，然后再看向施佑的眼神瞬间复杂了起来。不，我不是，我没有。施佑，看来我们之前想错了，这陈旺还真是个货真价实的天才，那邀请函真是靠实力得到的。施佑被气得面部扭曲，眼看就要控制不住妒火，失去理智，随即想到什么，表情突然又变得春光明媚起来。站在旁边的丁阳和袁成川看见这一幕，只感觉心头发毛。施佑却跟没事人一样，转身招呼同伴一起去吃饭。接下来他们要把心思放在自己的报告上，不能在其他事上浪费时间了。目前我们最重要的事还是完善报告，你们快过来吃饭，吃完好回去继续整理报告。你们遇到的难题解决的怎么样？有进展了吗？如果这个问题真的不是死胡同有解决的办法，那也不是我们俩能解决的。你们要对自己有信心，我相信你们。好了，现在不说这个，吃饭，吃完回去再讨论。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岳老师，我请你吃饭，想吃什么吃什么。那我可不客气了，毕竟我也投资了，是不是？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岳老师，你敞开了肚子随便吃。就早上那2个包子的饭量，撑死了花他3块钱。陈旺猜的没错，这顿饭最后花了2块8。陈旺出食堂门的时候，明显感觉自己的裤腰都紧了一点，虽然吃撑了有些难受，但一摸到兜里还剩下的5块1毛，陈旺心情一下子就好了起来。岳老师，你去法国留过学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不可能，以我的记性，你说过我能记不住，你肯定没说过。我跟你说，我是格勒诺布尔毕业的，做你的老师应该没问题。格勒诺布尔地处法国东南部，是法国顶尖的大学，在数学、物理方面研究特别突出。哦，原来这个格勒诺布尔是法国的大学啊！世界杂文录百科知识要不要学？你不是说要大学阶段才能学吗？你把高中知识抓紧学完，不就到大学阶段了？交流会回去就学。岳老师，既然你在这么顶尖的大学里学习，他们数学专业又这么厉害，那你怎么当了初中数学老师啊？岳秋刚听完心里一堵，要不是了解陈旺这孩子就是少根筋，但凡换个人问他，他都要怀疑人家是在贬低看不起他。因为我专业不是数学，我学文学的。啥？岳老师你学文学的？不是，那你咋不教语文啊？当初最开始是教的语文啦，后来实在缺数学老师就让我顶上，结果一不小心干出成绩了，然后就一直教数学了。小才，我怀疑岳老师在凡尔赛，而且他数学现在还真成语文老师教了的，这说出去谁能信？老实说，你是不是偷看我整理的法语工具书了？以前动荡不安，我为了自保留学生的身份，从来不敢暴露，更不敢说自己会法语。但近几年情况好转，我也不想让自己辛辛苦苦学的法语白费，所以在偷偷撰写学法语的工具书。你经常来我办公室，是不是看到了？啊，是，不然我怎么会知道那几个单词意思吗？呵，你小子没想到看几眼就能记住，果然是天才脑袋。怎么样，对法语是不是感兴趣？哈哈哈，是挺感兴趣的吧？等交流会回去，我给你单独开小灶，教你法语啊。空间里，陈旺看着满桌的函数算式和曲线图，一脸的生无可恋。得了，现在这法语是不学也得学了。岳老师怎么能厉害成这样呢？真的小才，我感觉我身边的人都好厉害。这难道就是所谓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因为我太厉害了，所以他们都聚在我身边。呵呵，你想多了。你要是留在永兴公社读初中，他们还能聚到你身边吗？所以是我拼命努力在向他们靠拢。但是你也不要妄自菲薄。哇，那周家阳他们和岳老师必须得珍惜我，我这真是拼了命才让他们认识的我。终于到了交流会这天，陈旺一大早就被岳秋刚从被窝里挖起来收拾打扮。我给你买的新衣服呢，我放我包里了。那个青色的大布口袋。你这孩子放那里干什么？今天就要穿啊！我挂衣柜里就是怕弄皱了。你倒好，还给我装包里了，生怕弄不皱是不是？今天就要穿啊！我还以为你买给我过年穿的。别舍不得，过年要穿新衣再买就是了。今天可不能寒酸了。于是陈旺老老实实把新衣服穿在了身上。啧，精神好小子，我现在才发现你长了张小白脸啊！这蓝色一衬更显摆了，帅气得很。长大了不知道要迷倒多少小姑娘。陈旺一听，赶忙跑到镜子前照了起来，看着身上的白色衬衫、黑色长裤，有一瞬间以为自己回到了上辈子。不过上辈子可没有长得这么帅。不过一到了鹿城大学，陈旺就忘了自己是个帅哥的事，背着书包跟个土包子似的，这里看看那里瞅瞅，眼中全是对高等学府的向往和敬仰。谁能想到我一个学渣，竟然有一天还能来这种地方参加数学交流会，那简直就是上辈子做梦都不敢想的事。确实，一想到我竟然把一个傻子变成了人人惊叹的天才，我自己都佩服我自己。
说的像是我没付出努力似的。你付出那么多努力的原因自己不清楚吗？还不是因为脑子拖了大后腿。岳秋刚带着陈旺找到交流会入场口，嘱咐陈旺结束后在哪碰面就让陈旺快进去了。此时入场口已经是人头攒动，陈旺走了2步，又回头给岳秋刚挥挥手，然后才背着书包跟着人流往里走去。入场的人群中就陈旺最矮，走了没2步，岳秋刚就连陈旺的衣角都看不见一片了。但就算这样，岳秋刚还是站在门口等人都进去完了才转身离开。交流会的开幕式是在鹿城大学的会堂举行，跟着人群走进去，陈旺才发现他们那个招待所住的都是大学生，其他的专家学者和大学教授都是在另一个招待所。今天2方人马才在会堂相会，于是现场就跟大型认亲现场似的，各个学校的大学生们都开始找自己学校的教授，然后由自己的教授带着跟其他人认识打招呼。陈旺没有必要的外交需求，便抱着书包找了个角落位置静静坐着。对，陈旺，齐部长、吕部长。哎呦，可算找到你了，快来跟我们认。啊，认谁啊？数学学会的理事长还有其他部长，他们都给你留了位置，到时候你想去听哪个组讨论就去哪个组。不是说就几何和代数2个组吗？我和齐部长是这样打算的，但其他部长听后都对你很好奇，于是都给你留了位置。那留了位置也不代表一定要。他们都希望你去听听，这样更方便你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分支。实不相瞒，2位部长，我已经知道自己最喜欢哪方面的数学了。啊，真的？对，就是几何和代数。现在这种情况不确定也得确定了，到时候人家都有所属的小组，就他一个东做一下西做一下，那不像个街溜子一样，一点归属感都没有。而且他只准备了这2个组的论文，其他是真没准备。行，喜欢几何和代数那就参加这2个组的讨论，其他组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好的，谢谢2位部长。于是后面就放心的跟着2位部长去见数学学会的一众领导了。早就听说今年你们数学学会邀请来了位天才少年，可这几天又不带出来让我们这些老东西瞧一瞧，今天可算是见到了。说话的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数学研究学者，看着陈旺的眼里全是对小贝的疼爱。陈旺，这位是罗岩老先生，罗老先生主要研究无穷级数。原来如此。罗老先生好，那罗老先生对拉马努金的圆周率公式感兴趣吗？哦，你对这个公式也感兴趣？哈哈哈，我虽然很感兴趣，但没有研究。不过中华科大的同学们今年刚好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小组，听说短时间内已经取得了不小的突破，到时候你可以来我们小组听听。不会这么巧吧？2位部长带陈旺认识完人之后，恰好开幕式的时间也差不多了。交流会的第一天主要内容就是开幕式。开幕式结束之后，大家了解完自己所属小组的会议室在哪里后，就可以离开了。陈旺回去之后，把所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给岳秋刚讲了。当岳秋刚知道齐部长和吕部长竟然还带陈旺社交之后，心里无比的感激。毕竟人生地不熟的，就算陈旺顶着个天才儿童的名头，也可能会受到某些人的排挤。第2天，岳秋刚照样亲自把陈旺送到了鹿城大学。同车的大学生们看见都极其羡慕陈旺。陈旺，你和岳老师是亲戚？不是啊，就只是老师。那岳老师对你好好啊，不仅陪你从江宁省过来，而且每天还送你去交流会。是，我们都以为你们还有亲戚关系呢。没有，可能我运气好，遇到的老师都很好，像王老师、罗老师、马老师还有刘校长。想到这里，陈旺赶紧取下书包往里摸了摸，发现刘新怀给他的钢笔好好的在书包里，呼风吐气。马上就是他和这支钢笔见世面的时候了。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各大学生在交流会上展示着窃取来的研究成果，不料却被陈旺当众拆台。陈旺带着参会人员的牌子进入交流会场地。你好，姐姐，我这个是几何小组的，我还要个代数小组的。好好，给你。谢谢姐姐。不用客气，代数组就进去走转上2楼，几何小组就在1楼，你进去就能看见。好的，谢谢。说你情商不高吧，但待人接物又还挺好。说你情商高吧，有时候聊天能把人气死。待人接物有什么难的？我感觉到有恶意的直接不用搭理，没恶意的通通套上礼貌用语。岁数大点的称呼往德高望重的喊，不那么年轻的一个劲儿往年轻的喊，同龄的保持礼貌距离，包稳的。你什么时候总结的公式？学函数万能公式泰勒展开的时候，而且他让我明白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套公式真的很简单。完了完了，这是什么理科大直男发言？你这辈子不会跟上辈子一样住孤生吧？陈旺才不担心自己住不住孤生，他看着单子发现了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完了。他快走进1楼的几何小组，此时里面已经稀稀拉拉坐了些大学生，有分量的专家教授都还没有到，不过主持会议的齐振华已经到了。陈旺，这里。齐部长，我好像没有把我的报告内容告诉你们啊，我不知道要提前给你们说。你看现在这单子上没有我的报告怎么办啊？等等，陈旺，你的意思是说你也准备了研究报告？难道不用准备的吗？当然了，来参会的人也不是所有人都在搞研究，而且研究成果那么难取得，肯定不是所有人都要准备研究报告的啊。陈旺听完天都塌了，他为了准备这报告连新知识都顾不上学，付出那么多个日日夜夜。不过陈旺，你准备了研究报告吗？哪方面的啊？对，你准备的哪方面的研究报告？我看看呢。这是几何的，这是代数的。什么？你还写了2份？是啊，我以为所有参会的人都要准备，因为要参加2个组，
所以几何和代数都准备了一份。齐振华顾不上震惊，赶忙拿起几何的报告一看，论七桥问题在现实中的应用。你还研究了欧拉的七桥问题？因为七桥问题衍生出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位置的几何。后面更是有形成一个全新的数学分支的趋势。他完全没想到陈旺竟然会研究这么深奥复杂的问题。齐部长，陈旺他不仅研究欧拉的七桥问题，他还想证明拉马努金的圆周率公式。围观的大学生们此时看向陈旺的眼神无比震惊佩服，一起不就是大佬的研究课题？证明拉马努金的圆周率公式。我刚刚好像在代数组讨论的内容上也看到这个公式了。好像是中华科大学生团队的研究报告吧？好像是。这2天我听他们说过，他们好像是在证明这公式上有了重大突破，就准备在今天的讨论会上报告呢。陈旺听到这里，突然想起昨天罗老先生的话，他赶紧把代数组的单子翻出来，果然排在讨论第一的就是中华科大。施佑团队真是冤家路窄，哈哈哈！小才，这施佑团队不仅和我的研究内容一样，竟然连开头的思路都一样。他要是不那么讨厌，我都想跟他讨论了，这也太巧了。呵呵，研究内容一样，开头思路也一样。他想去他宿主脑域里去看看，里面到底有几个蠢货细胞。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施佑团队的证明很有可能是剽窃你的思路？哈哈哈！怎么可能？思路怎么还能剽窃呢？而且施佑他们远在中华科大。我操！说那本拉马努金笔记一文。呵呵，想起来了。那个齐部长，我想起我有个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去代数组，等我忙完了就下来啊。你去代数组倒是把几何的报告留下来啊喂！你们刚看到有人跑过去了吗？好像是陈旺。不可能。你别看那孩子年纪小，但是人很沉稳，应该哪个不着调的大学生。沉稳的陈旺以从来没有过的速度从1楼跑到了2楼，然后气喘吁吁坐在了自己的位置上。没想到你还有极限运动的潜力呢。陈旺没理小才，因为他看见施佑和一群专家教授有说有笑的进来了。刘教授，拉马努金圆周率公式在国外有很多数学家们都在证明，但一直没什么进度。这次你们中华科大的学生团队要真的取得重大突破，那以后的研究不管是中华科大还有数学学会，估计都会对你们倾力支持啊！哈哈哈，那就先见马教授吉言了。施佑和他同伴们听到这话都十分高兴，只有丁阳和袁成川看起来有些心虚，而紧跟在另一个教授后面的梁又平和杨真真表情则有些复杂。要是真让施佑用这个研究项目骗到更多的资源，那对其他项目团队真是一点都不公平了。师兄，我们现在要不要拆穿施佑？只要没找到真正写那个思路的人，现在拆穿施佑也没什么作用。而且那书现在不在我们手上，施佑完全可以否认，然后倒打一耙说我们诬陷他。那怎么办？等看看他们的研究成果吧。我问过丁阳，他说不太顺利，但施佑又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不知道实际情况如何，看看再做决定。讨论会马上就开始，请各位参会人员按照座位排入座吧。施佑，等会你们团队谁上去主讲？听到这个问题，团队里的人都下意识看向施佑，但到昨天晚上为止，施佑有几个地方照着报告讲都讲得结巴，他们百思不得其解。施佑直接让最后撰写报告的袁成川做好准备，万一到时候他出状况，就让他顶上。刘教授，我主讲。施佑拿起报告，昂首挺胸的往主讲台走去，走到一半却看见陈旺竟然也在，而且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就这么睁大眼睛仔细看，正好看清楚我们之间的差距是什么。专业的数学研究可不是搞几个小推理解决几道小难题能比的，天才儿童又怎么样？今天我就要把你踩在脚底下。他到底在磨蹭什么？估计是在演慢镜头吧。施佑上去做了一番自我介绍，陈旺本以为介绍完之后就要开始讲报告了，结果施佑又自卖自夸说起了他们这个研究项目的重要性。他废话真的好多，你要理解，他那么讨厌，平时估计也没人愿意跟他说话，所以逮着机会就废话。第一次觉得你分析的对。现在由我为大家讲解我们证明思路。左边是通过计算右边的无穷级数来得到近似值，所以我们由这一点出发，想到了用模型式理论来证明。接下来我将展示我们团队构建的合适的魔方程。原来是用的魔方程，这倒是一个新思路，怪不得能有重大突破呢。就是还是年轻人脑子好使。这时施佑团队把早就准备好的黑板抬上来，上面密密麻麻都是算式。哎呀，老头子，我眼睛不好，就走过去看了，我也看不清。陈旺见状也赶紧起身在前排占了个位置，结果最后大家都围在了黑板前，施佑站在黑板前面笑得意气风发。众位前辈先生请看，这就是我们找到的接属合适的魔方程，我们对它处理过后就能得到与圆周率相关的级数展开式。此时陈旺越看越觉得熟悉，这不就是我写在一文上的魔方程吗？此时施佑看着陈旺脸色变来变去，还以为他因为看不懂羞愧气恼了，得意的同时不禁感到一阵爽快。确实，这是椭圆魔函数吧？利用它的周期性和对称性就能构建出圆周率相关的级数。是啊，而且已经构建出了相关级数。哎，下一步呢？下一步就是需要超几何函数。我们把构建出来的级数表示为超几何函数的形式，然后既可以利用超几何函数性质进行推导。这的推导运用了大量的复变函数和代数运算技巧，不愧是中华科大的高材生啊，掌握的知识就是足够扎实。是啊，而且看目前的推导过程都是正确的，
只要再顺利进行下去，想必还真有把这拉玛努金圆周率公式证明出来的一天，后生可畏啊！谢谢王老先生的夸奖，我们会努力的。那个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这个模变是平移还是伸缩啊？为什么这个中间的步骤省略了？陈望质疑声不大，但所有夸奖赞叹的声音都停了下来。丁阳和袁成川第一时间看向陈望指的地方，顿时又惊又慌。他们没想到，居然是陈望一眼看到了他们想蒙混过关的地方。你看得懂吗？就敢随意提出问题？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大学生窃取了陈望的思路，并在交流会上展示，不料却被陈望当众揭穿。你看得懂吗？就敢随意提出问题？我就是看不懂，所以才问啊。这个膜变换的性质能直接推导出这一步吗？这时，几位老教授顺着陈望指出的地方仔细一看，果然发现这一块缺少了关键步骤。师友，这里是不是写漏了什么？对啊，这的是不能直接推导出来的吧？各位教授先别着急，我和我团队看看，说不定是板书的时候写漏了。说完，赶紧给丁阳他们使眼色。丁阳和袁成川已经面如菜色，他们心知肚明，这里不是写漏了，而是根本就是错的。师友，要不然给教授们坦白了吧？至少我们构建出了合适的魔方程，也算是一点成果。这点成果够做什么？连后续的研究资金都申请不到，你难道想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吗？那现在怎么办？你们先翻报告。对不起，各位专家教授同学，这里我们确实写漏了一步，要不请各位先回座位休息一下，因为时间太赶，我们的报告昨天晚上才完成，我们现在需要找资料补充上这一步，耽误大家时间了。有问题没？放心吧，刘教授，只是写漏了步骤，没问题的。那就好。于是刘教授招呼大家先回座位休息休息，只有陈望站在原地没动。怎么了，陈望？站在这里多了呀，回去坐着等啊。不用了，吕部长，反正他们找一会就要说资料没带上，今天无法补充了。师友心里猛地一惊，陈望怎么知道他的打算？我们资料带没带上，那要找过了才知道。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根本没有推算过程，你们去哪找资料？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推算过程？你不要仗着自己年龄小就污蔑人。上次在食堂也是，小年纪倒挺会摆弄人心的。师友，讨论绘本就可以畅所欲言，提出疑问，不可态度过激，言语不当。抱歉，吕部长，只是陈望的话让我太过生气了，这样口供白牙的污蔑。因为这里只用超几何函数根本推导不出来，它的性质无法推导出所表现出来的级数。各位教授也可以取值带进去验证一下，然后就知道这里到底是省略了步骤，还是根本就是错的了。话音一落，好多人都拿出本子和笔开始计算。师友见状惊慌不已，刘教授此时心一沉，正要找借口先让师友他们下来。我再问一个问题，这个魔方程真的是你们构建的吗？这句话直接让师友心中掀起滔天巨浪，眼中露出一丝恐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当然是我们构建的。师友当时第一个提出来，后面成立团队后才完全构建出来。计算推演过程的草稿纸我们都保存得好好的，要不要给你看看？几人对着陈望气势汹汹，但却没看见旁边丁阳和袁成川脸上的震惊。坐在下面的梁又平和杨真真同样感到惊讶，师友暗中看见两人表情，心脏猛地一跳。这意味着不是梁又平和杨真真告诉陈望的，那陈望怎么会知道？你既然这么问，就是怀疑这魔方程不是我们构建的，但要让人相信，总得拿出证据，不然你这就是明目张胆的污蔑。你构建这个魔方程的思路是不是从一本拉玛努金笔记一文上看到的？不是，这思路是我自己想的，我不知道什么拉玛努金笔记一文。陈望不敢置信地看着师友，这表情这语气，要不是这构建的魔方程跟他一模一样，他都要怀疑自己是不是冤枉师友。你是怎么知道的？丁阳、袁成川，你俩说什么呢？丁阳和袁成川这才反应过来，两人表情惊慌，但心中却有一丝解脱。他俩说什么你不最清楚吗？师友，事到今日你难道还想玩下去吗？这是怎么回事？师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业务意识的把真相说出来。我承认这个魔方程是我从拉玛努金笔记的一文上看到的，但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找写这个思路的人都没有找到。当时我们都推测写这个思路的人可能是位下放的研究学者，而且已经去世，这种侮辱。你才死了呢，我活得好好的。呵呵，你这意思是这一文上的思路是你写的不成？本来就是我写的。哈哈哈哈，陈望你装天才也要有个度。这本书是去年我们从江宁省北岩县找回来的，那时你还在读小学吧？且不说你，难道你就是那个拿错书的小学生？如果你就是来北岩县找书的那几个大学生，那拿错书的小学生应该就是我。什么小学生？当初拿书回来的时候，不是跟钟教授和你说了，这书是从一小学5年级的学生手中拿回来的？那也不可能是他写的，不可能，上面还算了1000多位的圆周率出来，他才10岁，1000多位圆周率，那他得几岁就开始算？又平，这是已经涉及到学术弄假、研究思路剽窃等重大问题。你既然知道事情经过，就先告诉大家，这件事我们中华科大一定要查清楚。对，师又是我的学生，如果真犯了错误，绝不包庇，但也不能随便扣上帽子，一切都要以证据说话。你先把事情原原本本的说一遍，大家知道经过也好有自己的判断，不用你们在那里争来争去。事情还要从我们在钟教授手下说起。10来分钟后，梁又平满脸愧色，
当初我就应该阻止或者直接拆穿施佑的，不然也不会闹成今天这样。我是用的一文上的思路，但只要那个思路是无主的，我凭什么不能用？我犯的错最多就是没有写明这个思路不是自己的而已。可它不是无主的，我还活得好好的。不可能，那上面还算出了1000多位的圆周率，难不成你要说？对，圆周率也是我算的。哈哈哈哈！你说你10岁就算了1000多位的圆周率出来？准确的来说是算到了5321位。陈旺拿起粉笔，直接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公式。这是我在拉马努金公式基础上改造后的计算圆周率的公式。用拉马努金公式每进行一次计算可以多精确8位数，但用我这个改进后公式可以多精确14位数。这就是我为什么能算到5000多位的原因。哦，忘了说一句，也许也有我计算能力比较强的原因。如果换作是你，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算到5000多位去。所以你不能因为你算不到就觉得别人也算不到而又怀疑啊。施佑被陈旺最后一句气得浑身发抖。你先别急，我还有件事要告诉你。这个证明思路是当时我随手写的，这个构建的魔方程虽然是对的，但还差了样东西。你们研究这么久也应该发现了吧？不管你们再怎么推导，最后也证明不出圆周率公式，所以才在这里跳过，想瞒过众人。刘教授听到这里猛地站了起来，底下的个学者教授表情都十分严肃。陈旺，你刚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哪句话啊？你刚说这个研究思路有问题，最后是无法证明出拉马努金的圆周率公式的。不可能，陈旺他胡说，这一定能证明出来。这个问题我们马上就要解决了。施佑，你闭嘴！施佑瞪着陈旺的目光极其凶狠，但没有再说一句话。当初我这思路是我突然有了灵感写的，但构建了个魔方程后就没管了。后来我又捡起这个研究的时候，才发现当时思路不完善，就算用超几何函数的形式把级数表示出来，也推导不下去，必须得再加一个最关键的函数。被这个问题折磨了快1个月的丁阳直接冲到了陈旺面前。什么函数？你干什么？我没有恶意，我就是想知道这里到底怎么才能推导出来。菲塔函数必须要利用菲塔函数才能推导下去。这不也是拉马努金提出的函数猜想吗？是，它是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复变函数，也是模型式的重要例子之一。拉马努金对它有深刻研究，所以它与椭圆积分有着很深的联系。我当时也是想到这里才用上菲塔函数的。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我们研究了1个月了，不管用什么办法都无法计算下去。所以你们说取得重大突破果然是骗人的，而且如果不被拆穿的话，还想继续用这个骗取研究经费。陈旺老老实实站回吕远后面，他怕施佑狗急跳墙拿东西砸他，毕竟没有他施佑估计都成功了。陈旺担心的没错，此时施佑双眼通红，声音都有些歇斯底里的疯狂。我们没有，这些都是陈旺的一面之词，我们只是遇到了一点难题，只要我们努力就一定能攻克下来的。除非你能改变超几何函数性质，否则这就是一个死胡同。我已经验证过了，这里确实无法推导出来，也许就是少了陈旺所说的菲塔函数做转换。不，他只是嘴巴上说说而已，他又没真正推导出来，谁知道他是不是胡说八道，哗众取宠？对，说不定他的方法根本也行不通，除非他现场推导出来。所有人都觉得施佑疯了，而此时陈旺默默地把自己的研究报告递出来。前2天推导出来的行不行？我操！陈旺竟然真的推导出来，还写了报告。吕部长，不好意思，我先看看。让我看看。这时底下坐着的人也都纷纷起身围了过来。不过这厚厚的报告短时间内根本看不完。吕部长，我觉得陈旺的报告我们应该专门研究一下。我相信我们确实在证明拉马努金圆周率公式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只不过这个突破是陈旺取得的而已。不可能，他才11岁，你们疯了不成？11岁怎么可能写出这么复杂的研究报告？你不可以不代表别人不可以。室友，你不要再胡搅蛮缠，这次的交流会你们就不用参加了，快收拾东西准备回去。室友神色扭曲，他没想到所有的一切计划会在今日被陈旺毁于一旦。凭什么陈旺轻轻松松就能得到一切称赞和夸奖，而我却要用尽一切手段？吃脑子，是因为陈旺有颗天才脑子。陈旺在哪里？给我找到他！1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的左下角还有5集以上哦。